你只是说了一句人妻才是最香的，下一刻你竟从万年单身狗重生到了一个人渣身上。他一个家暴男，却娶了家喻户晓的当红歌星，并且还为他生了一个乖巧的女儿。可自从结婚后，他却意外被公司辞退。都是你这个扫把星，才让我丢了工作。你不由得吐槽一句，前身是真混蛋。此时刚被原生家暴完的母女，在沙发上颤颤发抖，而抱着孩子的沈幼楚看到你一直盯着他时，他下意识地将婉婉又往怀里抱了抱，眼泪浸满了眼眶。他不是没有想过带着婉婉走，可是他自己本身就是个孤儿，而且家里的钱全都在你这个恶魔手上。见两人恐惧的模样，你深深叹息一声，既来之则安之吧。随后你缓缓站起身，打开灯，温馨的橘色灯光亮起，将整个房间照亮。看着眼前杂乱的一切，你无语地挠了挠头，随后先是打开窗户透气，然后默默地收拾着屋内的空酒瓶。沈幼楚依然抱着婉婉缩在沙发上没动，只是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诧异。你没有贸然去打扰这对母女俩，而是又从厨房拿起毛巾收拾起桌子，直至将屋内收拾得一尘不染。你早已大汗淋漓，于是你从卧室中拿出干净的衣服走进浴室。沈幼楚看着紧闭着的浴室房门，原本紧绷的身体终于松了一口气。他看着眼前被你打扫干净的房间，眼里流露着浓烈的不可置信。这个恶魔怎么突然转性了？妈妈，我饿了。婉婉乖，等下妈妈就给婉婉做饭。沈幼楚摸了摸婉婉的头发，轻声道：“她只能等你去睡觉了，她才能去做饭给自己和孩子吃。”这时浴室门打开，你推门而出，坐在破旧小沙发的母女俩同时向里缩了一下。你摇了摇头，没有理会二人，推开家门走了出去。沈幼楚呆住，眼中有些绝望。他是又出去买酒了吗？今晚还没喝够，自己和婉婉又要饿上一晚了。沈幼楚咬着嘴唇，眼泪止不住的掉落。妈妈不哭，婉婉真的不饿了。婉婉以为是自己饿肚子的原因，才让妈妈哭泣。她忙伸出白嫩的小手，笨拙地擦拭着沈幼楚的脸庞。沈幼楚咬着嘴唇，眼泪落得更厉害了。半晌后，她才用颤抖的声音柔声道：“婉婉乖，妈妈哄你睡觉吧，睡着之后就不饿了。明早妈妈早点给你起来做好吃的，好吗？”好，妈妈不哭。沈幼楚轻轻哼着摇篮曲，哄着婉婉睡觉，看着婉婉慢慢闭上眼睛。沈幼楚想着结婚之后这2年的遭遇，心里万般心酸。他终于决定了，明天就离开这个地狱，即使死在外面，也比被这个恶魔折磨死要好。突然外面门锁声响起，还在想着心事的沈幼楚止不住又颤抖了一下。他下意识地捂住婉婉的耳朵，悄悄听着外面的动静。你推开家门，下意识地看向沙发，神情不由一愣。他们2人是回卧室去了，可是好像还没吃饭。你看着手中的饭菜发愣，想了片刻后将饭菜摆在桌上，向着卧室走去。沈幼楚一直紧绷着身体，他听到你的脚步声，慢慢靠近卧室，心里祈祷着你不要进来。只是下一刻，我给你们买了饭菜，要是饿的话，出来吃饭吧。我今晚去凑合睡了。闻言，沈幼楚猛然睁开眼睛，然后他又听到你的脚步声渐渐走远，房间内顿时又安静下来，只有沈幼楚紧张的呼吸声回荡在卧室中。婉婉不知何时睁开了眼睛，她明显听到了你的声音，正好奇地盯着紧闭的房门。今天那个难闻的爸爸竟然没回房间睡觉，而且好像还说给自己买了饭菜。想到饭菜，他又饿了，他吞咽了一下口水，期待地看着自己的妈妈。沈幼楚低下头，看着女儿期待的眼神，还是鼓起勇气，踮着脚悄悄地走到卧室门前，打开门，餐桌上饭菜的香气也扑鼻而来。沈幼楚眼睛一下湿润了，他竟然真的给自己母女买了饭菜。面对你突如其来的好，沈幼楚感到的不是高兴，而是发自内心的恐惧。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还想从自己手里得到什么？婉婉光着脚，迈着小短腿也跑了过来，扒着门缝看向外面。随后他的眼睛陡然一亮，口水更是不自觉地流了下来。但是他也没有擅自行动，而是抬起头，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向自己的妈妈。沈幼楚深深吸了口气，然后嘴角扯出一抹微笑，将婉婉抱起。婉婉乖，我们小点声吃饭。婉婉慌忙地点了点小脑袋，房间里的你当然听到了外面的声音。你深深叹了口气，叹完气后，你便思索了起来。刚刚买了饭菜之后，你才发现这个家里现在竟然只剩下1800多的存款了，得搞钱了。片刻后，你突然坐直身子，心想自己怎么一时没转过弯来呢？这里可是平行世界啊！你心情激动，伸手拿起手机不断翻阅着。过了一会，你的脸上扬起笑容，这个世界果然如记忆中一样，文化传承与娱乐圈和自己那个世界完全不同。一些让你皱眉的口水歌都能占据上热歌榜单。你紧握着手机，脑海里快速思索着，原是一首经典歌曲，慢慢在你的脑海里浮现。想着想着，你渐渐支撑不住，只能拖着疲惫的身体慢慢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晨6点整，你轻轻地打开房门，走出卧室，餐桌上和厨房里已被收拾得一尘不染，应该是沈幼楚昨晚吃过之后收拾的。你站在原地想了一下，便悄悄地走进了卫生间洗漱去了。你知道沈幼楚一般早上8点钟才会起来做饭，因为原先的你每次都要睡到10点多才会起床，只有等你起来喝完酒之后，他们娘俩才能吃你吃过的剩饭。你下意识地又叹了口气，然后飞快地洗漱着。房间里的沈幼楚其实已经醒了，但是他不敢出去。外面的洗漱动静消失，房门响起又关上。沈幼楚抿着嘴，眼睛盯着卧室的房门，好奇你又出门干嘛去了。等了半天，外面还是没有动静。沈幼楚看了眼身边还在熟睡的婉婉，想了想，还是鼓起勇气悄悄下了床，打开卧室门走了出去。房间里酒味已经变得很稀薄，新鲜的空气顺着窗户吹进来的，味道很好闻。这种情况让沈幼楚有种不真实感，已经很久没有闻到过这种清新的味道了。沈幼楚来到窗户边，看向外面的世界，不知不觉有些呆住了。直到这一刻，他才突然想起自己才24岁。不知过了多久，房门声再次
响起，沈右楚整个人被惊醒，然后下意识的全身紧绷，机械似的转过身体。你也尴尬的愣在了原地，没想到沈右楚竟然已经醒了。你洗漱过后就发现家里没菜了，所以刚买了些肉蔬菜还有大米回来，两人都愣住了。你这才彻底看清面前这妻子的模样，很是漂亮，比原世界那些网红明星都漂亮许多，只是她太瘦了，脸上更是苍白的过分，应该是营养不良的原因。看到这，你心里是又痛又恨又尴尬，太畜生了，这么好看的媳妇竟然这么虐待，真是该死。那个早啊，我先做饭去了。你率先打破了这份尴尬，拎着菜快速的走进了厨房。沈右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他竟然向自己问好了，而且他什么时候学会的做饭？沈右楚默默地看着厨房里正在忙碌的背影，一种极大的委屈感袭上心头，他死死咬着嘴唇，眼眶渐渐湿润。这算什么？可怜我，良心发现吗？妈妈。婉婉这时睡醒了，找不到妈妈，她光着脚丫子就跑了出来。刚出来，她的小鼻子就闻到了饭菜香味，转头瞪着大眼睛看向厨房。厨房里的你自然也看到了这个小家伙，便咧开嘴冲着他笑了笑。不料婉婉害怕的往沈右楚身后缩了缩，你无奈的摸了摸鼻子。不一会饭菜就已做好，你看向还拘谨的站在远处的两人道：洗漱一下，过来吃饭了。婉婉明明已经在吞咽着口水了，但她还是没有动。沈右楚也是有些惊悚的看着眼前的这一幕，你本来有些期待，但是看到两人这防备的模样，心中的期待不由沉入了海底。你沉默了一下，又叹了口气说道：你们先吃。说完，你走进了侧卧。沈右楚没动，他看着侧卧的门被关上，又低头看了看女儿眼里的期望，心里也叹息一声。婉婉，吃饭去吧。餐桌上摆放着你做的小米粥，金灿灿的很诱人，还有2个小菜以及一小碗蒸蛋。看到蒸蛋的那一瞬间，婉婉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妈妈，这是爸爸给婉婉做的吗？沈右楚一时有些语塞，他看着女儿期待的眼神，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婉婉的眼睛顿时更亮了，她迫不及待地挖了一勺蛋羹放进嘴里。这是爸爸第一次给我做饭吃，真好吃啊！沈右楚只是默默地吃着饭，他的心里很挣扎也很茫然，目光不自觉地转移到了侧卧。那扇紧闭的房门上，你坐在侧卧里的书桌前，其实已经饿得不行，但你知道现在外面那娘俩还做不到和你坐在同一个桌上吃饭。你挽挽头，将这些甩出脑袋，随后拿出手机点开了这个世界的平台，注销了原先这个还剩几千粉丝的账号，你重新注册了一个新号，习惯性地点开了平台上面的热搜榜单，然后下一刻你的眉头就皱了起来。这唱的是个什么垃圾？什么时候临时抱佛脚这种口水歌也能霸占热搜了？你心里有了打算，从书桌里找出几张已经尘封许久的取稿纸，这些都是以前沈右楚留下的。你将取稿纸平铺在桌面上，手中的笔飞快地在取稿纸上写着6线谱。原世界的你就是一个词曲家，现在只是时空搬运，这点小事根本难不倒你。只是短短片刻时间，一首完整的曲谱就出现在了你的面前。你迫不及待地从一旁衣柜中翻出一个吉他，然后你抱着吉他端坐在书桌前，酝酿了一下情绪，下一刻便闭上眼睛，手指轻轻扫动，琴弦随着吉他声从房间内传出。正在默默吃着饭的沈右楚突然愣住，他还会吉他？怎么可能？那个吉他是自己的。沈右楚很清楚，他不会弹吉他，至少以前不会。可现在这是怎么回事？伴随着吉他声，你的歌声也缓缓传来。因为梦见你离开。沈右楚更加愣住，他的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就连正在欢快吃着饭的婉婉都被歌声吸引住了，停下了手中的勺子，看向侧卧紧闭的房门，大眼睛扑闪扑闪的。婉婉歪着脑袋望着那里，婉婉知道他这是第一次给自己做饭的。爸爸的声音好温柔。即使沈右楚没听过这首歌，他也能感觉到这首歌的厉害之处。这么优美的旋律，他很难想象这是从你口中唱出来的。直到下一句歌声响起，沈右楚有些崩溃，他再一次迷茫了，对前路的害怕，以及对现在这人转变的害怕。他怕这是一场刹那的梦。歌声也在这一刻停止。婉婉也发现了妈妈的哭泣，她有些惊慌地爬到沈右楚的腿上，伸出小手努力地擦拭着妈妈的眼泪。妈妈不哭，婉婉给你呼呼。婉婉以为妈妈的身上又疼了，她一边帮沈右楚擦着眼泪，一边扬起小脸，扒开沈右楚的衣领吹着气。只见衣领下面，沈右楚的后背上遍布着道道伤痕。你自然不知道，外面母女俩因为你一首歌发生的事。此刻你正打开账号，点击了录制视频，视频里你并没有露脸，而是只露出了鼻子以下的位置。你抱着吉他清了清嗓子，这次你明显正式了许多，又将歌曲完整的弹唱了一遍，直到一曲结束，你将录制保存，又将开头与结尾的闲杂时间剪去，最后将音频抽出，配上词曲，在网上提交了版权所属。待一切搞定，这才编辑了一个标题：一生有你，一首原创歌曲献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多多点赞支持。视频上传成功，你轻轻吐出一口浊气，心里想着总算完成了，接下来就静静等着群众的反响吧。这首歌在这个时代就是王炸。你将吉他放回衣柜，然后摸了摸饿得瘪瘪的肚子，不知道这娘俩吃完没？好饿啊，真是造孽。揉着肚子，你终于等不下去了，轻轻推开房门，露出了一道缝隙，如做贼一样向外看去，正巧看到沈右楚正抱着婉婉离开餐桌，他的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一样。他明显也看到了你，在原地愣了一下后，又抱着孩子快速的回到了主卧中。你松了口气，推开房门走到了餐桌前，终于能吃上饭了。看着桌上明显给你留下的一些饭菜，你心里有些开心。然后你端起小米粥，大口大口的旋了起来，将桌上的饭菜全部清盘，收拾好碗筷后，无所事事的你在房间里转了一圈，看了看这个家的布局。这是个2室1厅的房子，只有50平米，是之前
前结婚时两人一起出钱买的，家里的东西都是那时布置的，这些东西已显得有些破旧了。你摇了摇头，回到沙发前一屁股坐下。真难想象沈幼楚带着孩子是怎么在这种氛围下生活，2年不怎么出门的，这种感觉就好像坐牢一样。你也知道自己一时半会改变不了什么，只能窝在小沙发上摆弄着手机，查询着怎么样去维持一个家，怎么样去哄一个孩子开心，怎样做一个好爸爸。网上的答案五花八门，看得你直挠头。这时主卧的门突然又被打开，你顺着声音看去，就看到从那里探出一只小脑袋，婉婉歪着脑袋瞪着和他妈妈一样的杏仁眼，正好奇地打量着你。这双亮晶晶的眼睛里满是懵懂与清澈，让你的心都要融化掉了。只是婉婉的小脸太瘦了，和他妈妈一样，要是再圆润一点，肯定会更好看。也是，之前这对母女俩一天只能吃剩饭，而且混了酒的菜小家伙还不能吃，原主又不给这娘俩钱，他们只能饥一顿饱一顿的。看见婉婉，你脸上下意识的想要露出笑容，可是你的嘴角还没扯开，就看到婉婉被吓得连忙又关上了门窜了回去。房间内也响起沈幼楚哄孩子的声音，你笑容僵在脸上，你无辜的摸了摸鼻子。时间悄悄过去，直到中午，你放下手机站起身来，该做午饭了。也就在这时，卧室门被打开，面无表情的沈幼楚抱着一堆衣物从卧室中走了出来，他像是没看到站在沙发前的你一般，径直走向卫生间。你明显看到他出来时身体僵硬了一下，他这是要去洗衣服吗？你突然想起昨天你换洗下来的衣服还在洗衣机里没拿出来呢。想到这，你也快速的向着卫生间走去。沈幼楚心里很紧张，没想到你竟然还在家里。往常这个时候，你早出去和那些狐朋狗友们喝酒去了。他听到你的脚步声在往自己这里靠近，顿时心里更紧张了，身体微微颤抖。那个，我衣服还在洗衣机里，能让我先拿出来晾一下吗？正弯着腰打开洗衣机门的沈幼楚被吓了一跳，身体更是踉跄一下，向卫生间里面缩去。小心点。你止不住又说了一句，沈幼楚这才反应过来，他这是在征求自己的意见。他眼神闪躲着不敢看你。好，你先拿。谢谢。你紧握着拳头，手也有些颤抖，眼神中更是难掩愤怒和心疼。你刚刚清楚地看到了沈幼楚的脖子下面那一道道泛着紫红的血痕。你收拾着洗衣机里的衣服，没有继续看他，只是说道：一会儿我做午饭，记得喊婉婉出来吃饭啊。婉婉睡着了，等会儿你去喊她起床。沈幼楚又往里缩了一下，整个人显得异常慌乱。你知道自己在这只会给他压力，无奈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拿起洗衣机里的衣服，你快速地来到了阳台上晾起，然后走进了厨房。卫生间内抱着衣服的沈幼楚还愣在原地，直到厨房里烟火升起，他才回过神来。他颤抖地将衣服放进洗衣机，目光却不自觉地往厨房飘去，心里想着他到底怎么了。沈幼楚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然后突然又愣住。他什么时候有的这个习惯？沈幼楚就这样待在洗衣机前，听着滚筒的转动声，心里异常复杂。直到衣服全部洗好，他拿出衣服走到阳台开始晾起，而那个男人一直在厨房里热火朝天的忙碌着。婉婉没有等到沈幼楚叫他自己醒了，两只小手还在不停揉着睡眼朦胧的大眼睛。下一刻，他看到厨房里忙碌的你时，一双漂亮的大眼睛里明显亮了一下，然后他便好奇地趴在厨房门框边看着你的背影。沈幼楚晾好衣服，回过头来就看到了这一幕，小小的婉婉满脸期待，厨房里的你忙忙碌碌。沈幼楚精神一下子有些崩溃，他飞速转身背靠着墙，双手捂住脸，慢慢蹲下身体，眼泪无声地掉落下来。这是他很久很久以前做梦才会出现的场景。这次你依旧没有与他们同桌吃饭，将饭菜端到桌上后，便匆匆地走出了家门。听到房门声响起，沈幼楚胡乱地抹干脸上的泪痕，站起身来抱住婉婉来到了餐桌前。莫人知道他现在的心情是何等复杂，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饭菜还是如早餐那般美味，小家伙已美美吃上了蛋羹。可是娘俩的这顿平静的午饭很快就被开门声打破，他们下意识地抬起头，就看到你拎着一大袋东西推开门走了进来。婉婉身体往沈幼楚那凑了凑，手里挖着蒸蛋的小勺子还放在口中，她的一双大眼睛跟着你的动作而转动。你眼皮低脸，没敢去看这一对受惊的母女，只是走到沙发前将手中的袋子放下，然后开口：我给你买了点药膏，你记得用一下。还有，我给孩子买了个玩具，我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看别的小女娃都有，他也应该有。沈幼楚没有回应你，说完后你沉默了一下，又接着道：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但有些话我还是要说。以后我不会再喝酒了，也不会再打你们了。你和婉婉平时在家里不用那么害怕，孩子还小，家里这种氛围对他不好。你一口气说完，觉得心中的抑郁之气舒坦了不少。你也没有等沈幼楚回应，默默走回了侧卧中。沈幼楚目送着你的身影消失，看到那房门被紧闭，更加不知该说什么。短短一天，面对这个男人突如其来的转变，他始终难以放下心房。卧室中的你，此时心情更不好受，你的眼眶红红的，明显在外面的时候也哭过。如果可以的话，宁愿自己没有穿越过来，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特别是看到沈幼楚身上那一道道伤痕，你的心就压抑到快要崩溃。你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有人能对亲人抱有这么大的恶意。他们吃完饭给你留了一些，可当你走出房间，看到茶几上给他们买的东西，那个袋子依然没被拆开，你抿着嘴叹了口气，只能坐下闷头吃饭。然而就在这时，主卧的门竟然又开了，婉婉探出一颗小脑袋，正好奇地盯着你。你赶紧裂开嘴对他笑，这次他终于没有被吓跑，你心里微微一松，压抑的心被这软糯的小家伙治愈不少。于是你放下筷子，用尽毕生温柔轻声呼唤婉婉。你的声音吓得他身体轻轻一颤，但他没有缩回去，反而转头看了一眼卧室里，紧接着他像是受到了鼓励，再次看向你，一个稚嫩又软糯的童声从他口中传来。爸爸。
听到这个声音，你浑身一震，眼睛瞬间就湿润了。这简直是你穿越以来听过最美的声音。可婉婉却歪着小脑袋，奇怪的看着又哭又笑的你。你重重点了下头，然后站起身，从袋子里拿出那个洋娃娃。你拿着娃娃对着它轻轻晃了晃，婉婉的大眼睛里似乎有些异动。她看了看娃娃，又扭头看了看卧室，好半天才终于磨磨蹭蹭的向你走来。你的心跳瞬间如肋骨，生怕吓到这个好不容易靠近你的小家伙。他走到你身边，抬起小脸，用力吸了吸鼻子，下一秒他露出一抹开心的笑。爸爸身上也不臭臭了。娃娃好不好看？他的小手动了动，想接又不敢，只是用乌黑的大眼睛紧紧看着你。你立刻看懂了他的动作，于是你缓缓蹲下与他平视，把玩具轻轻放进他手里。婉婉终于接过了玩具，他的小手指在娃娃的裙子上一摸，眼睛立马弯成了月牙，看着他欣喜的模样，你的内心五味杂陈。特别是当你近距离看到他消瘦的小脸和身上那件洗到泛白、明显小了好多的衣服时，你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他才3岁啊！你死咬住牙，飞速擦掉眼泪，挤出笑容，静静的看他玩耍。这一刻，你的眼里再没有其他。而此时主卧里的沈右楚听到外面女儿银铃般的笑声，早已泪流满面。没过多久，婉婉玩困了，她紧紧抱着娃娃，看了眼还在傻笑的你，转身跑回了卧室。而你不知道的是，仅仅1个晚上，你那首一生有你已经在彻底杀疯。当天晚上10点，你的视频竟然杀上了热搜榜第5。与此同时，抖手总部运营总监李诗雅的办公室房门被敲响，一个技术人员拿着平板，满头大汗的冲进来。杨总监，有特殊情况，一个视频只用2小时就冲上热搜第5了。慌什么？又是哪个大网红翻车？不是大网红，是一个今天刚注册的新号，而且视频没经过任何推流，内容只是一首歌。这话一出，李诗雅脸色瞬间变了，她立马点开热搜榜，结果眼中的惊讶更浓，竟然已经冲到第4了。我倒要看看这是什么歌。一曲过后，李诗雅彻底沉默，第一次听到这么好听的歌。她立刻点开你的主页，看到了你的名字不凡，紧接着她对刘韵下令：你现在就这个视频推流，确保明天上热搜第1。刘韵用力点头，知道自己赌对了。而她走后，李诗雅又听了一遍你的歌，她手指轻敲桌面，片刻后拿起手机给你发了一条私信。可你对此毫不知情，你5点就起床，洗漱完就出门晨练，这具身体比你想象的还糟，跑了没一会就气喘吁吁，跑跑停停，1个小时总算完成了5公里。回到家已经7点半，你刚推开门，就和刚洗漱完的沈右楚撞个正着。他额前发丝沾着水珠，看到你时吓了一跳，你愣了一下，有些尴尬的问：婉婉还在睡？你去看着婉婉，我洗完澡来做饭。你有什么想吃的吗？没有，你随便做吧，我去看孩子。说完，他逃一样钻进了卧室。你看着紧闭的房门，只能无奈的耸耸肩。洗完澡后，你饿得发慌，原身的酒瘾也开始发作，你只能一边做饭一边疯狂喝热水缓解。就在这时，婉婉起来了，她怀里抱着你送的洋娃娃，扒在厨房门框上看着你。你一转身就看到这个小家伙，立马露出姨母笑问：婉婉早上想吃什么？爸爸给你做。婉婉歪着小脑袋想了半天，蒸蛋，婉婉爱吃蒸蛋。好，那就蒸蛋。你宠溺的回答，伸出手想揉揉他的小脑袋，却又怕吓到他，悄悄缩了回去。不急，慢慢来。婉婉正在接纳你，这让你看到了希望，心情大好。此刻就连酒瘾和饥饿感都仿佛消失。你把早餐放上桌，照例回到自己的小卧室，让他们母女先吃。但这一次，外面明显多了些笑语声。你躺在床上，拿起被你静音的手机，想看看视频的效果，谁知刚一解锁，你直接被震惊。卧槽，这是多少个通知？你咽了口水，点开主页，下一秒，页面上的100多万的粉丝数差点亮瞎你的眼睛。你怀着激动的心继续点开视频，200多万点赞，近100万评论，你脸上的笑容再也止不住，这简直一曲成名。而且评论区清一色好评，都在催你出新歌。紧接着就是见证收益的时刻，你点开后台，钱包映入眼帘的数字让你嘴都裂开，整整32万，在没有任何广告的情况下，只靠流量1天就赚了32万，还是税后，你终于松了口气，有钱了，日子终于不用那么紧巴巴。要知道之前你握着全部家当1000多块，连买个菜都小心翼翼。你赶紧将收益转到银行卡，等到外面2人吃完饭，你再推门出去，将桌上的饭菜一扫而空。刷完碗筷后，你抄起手机就匆匆出了门。你住的这个老旧小区是当初图便宜买的，你们曾憧憬着能换个好房子，可惜原身不仅败光了积蓄，甚至还把沈右楚的手机卖了换酒喝。你走出小区，径直往记忆中的商场走去，刚一进门就看到一家国产大品牌手机店，一个年轻女店员看到你，眼睛一亮就迎上来：帅哥，要买手机吗？你点点头，在柜台里巡视一圈。这个拿给我看看。帅哥好眼光，这款是最新产品，还支持卫星通话呢。这里有手机卡卖吧？当然。帅哥，自己用吗？你摇了摇头，不是，我是给我妻子办。女店员顿时一怔，眼神里莫名有些失望，心里估计在想，好男人果然都是别人家的，但他口中却没含糊。帅哥的老婆真有福气，不过办卡需要本人带身份证来办。好吧，没想到买手机卡也需要实名，那麻烦你帮我把手机装起来就行。
付完款后，你便匆匆离开，还有很多东西要买，不能再浪费时间。与此同时，就在你离开家后，沈右楚把家里上上下下收拾了一遍，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家里早已没了酒气，新鲜的空气让他感觉异常舒服。看着玩得开心的婉婉，沈右楚嘴角不自觉地翘起，这种日子真好。然而下一秒，门锁突然传来转动的声音，瞬间将他从沉思中惊醒。婉婉也飞快爬起来，抱着洋娃娃钻进沈右楚的怀里，谁知外面竟传来嘈杂声，还夹杂着你熟悉的声音。慢点，慢点，别刮到了，竖起来往里面搬。他快速抱起婉婉想回卧室，可目光却忍不住好奇地向门外看去。在外面有什么事记得和我说，不要自己傻子似的藏在心里。沈右楚一口一口喝着粥，听着你的话，心里突然有些怅然若失，有点不想走了。这顿饭他吃得极慢，直到碗都见了底。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你提醒他，他才反应过来，接起电话。喂，沈姐，我准备好了，云姐和我在一起，你什么时候过来？我等会就到，你们再等等。好，那待会我家楼下不见不散哦。电话挂断，沈右楚抬起头看向你，那双杏眼中复杂的神色让你心都颤了颤。你不得不承认，沈右楚真的很好看。你连忙转过头看向客厅的行李，该出发了，别让人家等急了。我去看一眼婉婉就走。沈右楚收回目光，声音很轻，你点点头，和他一起走进卧室。小家伙正四仰八叉的熟睡，浑然不知妈妈即将远行。沈右楚俯身在他的小脸上亲了又亲，又将脸埋进他脖颈间蹭了蹭，这才不舍得起身，一步三回头的走出卧室。你默默跟着他，帮他把行李拎上车，看着他坐进驾驶座，你才关上车门走到一侧。我走了。沈右楚扭头看你，记得常回家，不然小家伙要闹翻天。知道了。车子启动，突然沈右楚又转过头来，表情无比认真。陆范，我喜欢你。话音刚落，没等你任何回应，车子便呼啸而去，一路开到市中心。赵楚楚早已望眼欲穿，他身边的云姐摇摇头，这丫头还是这么急躁。沈姐来了。看到沈右楚的车，赵楚楚连忙挥手，楚楚，云姐，你们等很久了吧？沈右楚拉住赵楚楚的手，又歉意地看向云姐，没有很久，主要是这丫头太急。云姐脸上挂着笑，她怎么也没想到三人还有重逢的这一天，而这一切竟然是因为那个看起来像小白脸的男人。云姐，谢谢你能来，没有你和楚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好了，都当妈的人了，还像个孩子。云姐拍拍他的手，神情干练，你应该谢谢你男人才对。不说了，去拿行李吧。这话让沈右楚瞬间闹了个大红脸，他到现在都不知道你是怎么说服云姐的。三人的行李不多，车子很轻松就装下了。上车后，赵楚楚一挥手，兴奋地大喊，走了，前方的光明大道，我们来了。车子一路向着魔都疾驰。与此同时，魔都繁星娱乐大厦，李诗雅早早来到办公室，却一整天都心神不宁。好不容易熬到中午，她算了算时间，立刻下楼。她来到大厦门口，就想看看那个家伙如此宠着的老婆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没等多久，一辆江城牌照的车驶入停车场，李诗雅眼睛微微眯起，车上下来三个人，一个叽叽喳喳青春活力，另一个年长些满脸宠溺。看到这两个朋友，他就知道沈右楚的性格肯定不差。接着他将目光投向中间的那个女人，鹅蛋脸杏仁眸，脸上噙着一抹温柔的笑，看着就让人心疼。怪不得陆范那家伙会如此。李诗雅收拾心情，快步上前，你好，你就是沈右楚吧？我是繁星娱乐人力部副部长李诗雅，欢迎你的加入。你好，我是沈右楚。沈右楚的声音软糯，他也在打量这个御姐，气质真好，声音好听，人也意外的干净纯粹。可李诗雅心里却在想，这么好的一个女人，当初是怎么被陆范拿笔拐跑的？她罕见的率先移开目光，看向赵楚楚和云姐。两位是赵楚楚，我的助理；云姐，我的经纪人。沈右楚认真回答，但他总觉得眼前这个御姐对他很客气，反应却有些奇怪。沈右楚疑惑的歪了歪头，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眼神暗淡了一些。自带班底啊，也好省事。李诗雅与两人点头示意，又转回脸，那你先带你们参观一下，毕竟未来2年你们都要在这里工作。参观完我带你们去公寓。几人跟着李诗雅进入大厦，一路上赵楚楚被彻底震惊，这里比江城天美娱乐豪华太多，随时都能看到热搜上的明星，这可不是天美分部能比的。要知道在江城，一个2线歌手刘丽都能作威作福。李诗雅带着他们坐电梯直上11层，热情地介绍着这一层都是录音室，里面全是顶级的专业设备。下面我们去12层，那里是歌手的专属休息室，创作、接通知都在里面。期间不断有人跟李诗雅打招呼，脸上都带着奇怪的奉承。沈右楚更是不解，这些人看到他时，眼中为何带着嫉妒？沈右楚不懂，李诗雅不就是个人力部副部长吗？为什么大家看他的眼神都这么奇怪？更离谱的是，还看到一个挂着人力部部长牌子的秃顶男人，并主动停下跟李诗雅打招呼，甚至还对自己打了招呼。沈右楚有些受宠若惊的回应，心想这个叫张浩的部长脾气也太好了吧？要知道在天美，那些领导哪个不是鼻孔朝天？就在这时，李诗雅在走廊尽头停下，她指着面前的房间，这以后就是你的专属休息室。沈右楚抬头看去，房门紧闭，按着密码锁，门牌上赫然写着他的名字。李诗雅一边输着密码，一边介绍初始密码6个6，之后你自己改好了来看看吧。房门打开，几人走进房间，赵楚楚瞬间哇了一声，这休息室太大了，装修太豪华了，就连沈右楚也被震惊了，从未见过这么豪华的休息室。赵楚楚更是幸福的快要晕倒，想起在天美时的狗窝，简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若不是有外人在，她真想扑到沙发上打滚。李诗雅
雅看着他们惊喜的神色也笑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待遇，顶级资源吗？休息室自然也要按顶级的来。听到这话，赵楚楚瞬间感觉陆范那家伙好像也不是那么可恶。直到几人出来，赵楚楚还沉浸在开心之中。这时旁边的房门突然打开，一个雍容华贵的女人踩着高跟鞋走了出来，身后还跟着一个小助理。女人看到几人，脸上惊讶一闪而逝，随即她对着李诗雅打了声招呼：“李姐，你亲自带人来看房间啊？”“丽娜要出门，下午有个见面会。李姐你忙，我先走了。”丽娜说完，只是瞥了沈幼楚一眼，便踩着高跟鞋优雅离去。“我们也走吧。”李诗雅回头，脸上又挂起微笑。“楼上都是会议室，我就不带你们去了，咱们直接去公寓，放完行李去吃饭，我做东。”沈幼楚只感觉她热情的有些过头了，今天对这家公司的印象很好，就是处处透着奇怪。坐上电梯，沈幼楚突然轻声问道：“李部长，你和陆范很熟吗？”李诗雅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果然是这样吗？沈幼楚眼神微敛，心底泛起一丝难以言说的滋味。还好，他过来时也是我接待，合作一直是我跟进，所以熟悉一些。李诗雅很快恢复如常，沈幼楚只是轻轻应了一声，便不再说话。一行人下楼，李诗雅开着她的灰色奔驰在前面带路，沈幼楚驾着车慢慢跟在后面。赵楚楚一上车就没心没肺的夸着这里的好，直到云姐给她递了个眼色，她才安静下来。“沈姐你怎么了？”赵楚楚扒着前排座椅好奇的问。“我没事，楚楚，你继续说。”“这还叫没事？”赵楚楚摸不着头脑，转头向云姐求助。云姐却只是对沈幼楚笑了笑，没有说话。她一眼就看出来有人这是掉进醋坛子了。此刻在家的你是一个头两个大，老婆刚走半天，女儿婉婉就哭着要找妈妈，你好说歹说，结果她哭得更惨，嘴里还喊着爸爸是坏蛋，把妈妈藏起来。你龇牙咧嘴的唱着小老虎，可婉婉的小珍珠还是一滴滴往下掉，两只脚使劲蹬着，一副见不到妈妈誓不罢休的。你挠了挠头，这可咋整？总不能现在就把沈幼楚叫回来吧？他还不得笑话死你。就在这时，桌上的手机突然响起，你瞥了一眼，下一秒眼中陡然放出金光，救星来了，是沈幼楚发来的微信，只有2个字：在吗？你赶紧回过去。那必须在。没想到他回了句：今天中午和李部长一起吃了顿饭。什么鬼？你来不及多想，赶紧点开视频通话。沈幼楚清冷的俏脸出现在屏幕上，你立马惨笑着将手机对准婉婉：妈妈，婉婉想你了。谁知沈幼楚的脸瞬间冷下来，陆范，这就是你说的照顾好婉婉？你装作听不到。只见婉婉看到妈妈，委屈巴巴的擦着眼泪：妈妈，你是不是被爸爸藏起来了？你不要婉婉了吗？沈幼楚立马柔声哄着婉婉：乖，妈妈只是出去工作，很快就回家。小家伙竟然真的慢慢止住眼泪，你心里瞬间遭受了1万吨暴击。你又是做鬼脸又是唱歌，还不如他一句话管用。等哄好女儿，你将手机转向自己，眼神飘忽不定。结果沈幼楚劈头盖脸就是一句质问：你真的能带好孩子吗？你顿时急了，瞧不起谁呢？今天只是意外，我要是出门，你也一样哄不好婉婉。然而沈幼楚只是深深看了你一眼，眼神微敛，突然装作毫不在意的问道：你和李部长挺熟？还行吧。你随意回道，丝毫不知道自己已经在死亡边缘疯狂试探。还行。沈幼楚悠悠地重复了一遍。你莫名感到一股凉气袭来，裹了裹衣服，可他下一秒却白了你一眼，直接挂断视频。你这才后知后觉，他生气了，莫名其妙，你这是躺着也中枪啊。接下来连续2天，沈幼楚每天一个电话打回家，但每次都只跟女儿说话，对你没一个好脸色，就好像你欠他800万。然而你根本不知道，此时的沈幼楚事业正陷入绝境，公司没有给他任何通告，他那个叫云姐的经纪人联系了所有词曲人，可一听是他要复出，竟然全都委婉拒绝。一个退圈2年的过气歌手，谁会给他写歌？他们已经被整个业界抛弃。另一边，沈幼楚还在为作曲的事烦恼，他这2天一直尝试，却始终找不到灵感。他不禁想起你，要是你在，肯定能写出更好的歌吧。想到这里，他不由有些气馁，感觉自己好像哪里都不如你。就在这时，助理赵楚楚突然坐起来：沈姐，要不你去问问陆范。沈幼楚有些犹豫，他出来本就是不想再依赖你，他想了很久才终于开口：再等2天吧，还不行的话，我再给他打电话。可他不知道的是，就在此时的繁星娱乐会议室，一场决定他命运的会议正在进行。董事长李天面前摆着一份邀约文件，新歌会，花国最出名的造型栏目，我们有2个名额，大家讨论一下，该让谁去？一个戴着金框眼镜的斯文男人，运营部长尹频率先开口：我觉得陈倩可以，长相甜美，人气不错。大多数人都点头赞同。李天当场拍板：那就陈倩一个，还有一个呢？话音刚落，人事部长张浩猛地站起来：董事长，我觉得沈幼楚也可以。沈幼楚？李天这才想起这是你推荐来的人吗？可他还没说话，那个尹频又跳出来反对：张部长，沈幼楚可不行，素人都比他强，要人气没人气，要作品没作品。当初因为结婚退圈，观众印象差得很，然而张浩却据理力争，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应该选他。我听过他以前的歌，唱功很好，长得也漂亮，为什么不能选？尹频眉头一皱，满脸不屑：张部长，你是管人力的，我是管运营的，我比你更懂。歌手最需要的是人气，我们又不是慈善公司，凭什么给他舞台？谁知张浩却突然得意一笑，抛出一个重磅炸弹：尹部长，你跟我说人气，那你知不知道沈幼楚是谁推荐来的？敢问尹部长，顾范的人气如何？如果是他给沈幼楚写歌呢？顾范，听到这个名字，尹频瞬间哑火，他敢说顾范没人气，那可是 MV 点赞上瘾，粉丝5000万的顶流。尹频眼神阴沉地看着张浩，不甘心地问：你就确定顾范会为沈幼楚写歌？就在这时，董事长李天终于开口了，一锤定音：好了，不要吵了，就陈倩和沈幼楚通知下去吧。会议散去，
张浩乐呵呵的走了，第一次压过死对头，别提多开心。与此同时，整个娱乐圈都因为新歌会的启动而风起云涌。与此同时，天美娱乐的刘丽也收到消息，她的经纪人秦姐冲进来，兴奋大喊：“刘丽，好消息！新歌会公司让你上，还为你请了著名的词曲人写歌。”刘丽瞬间愣住，手里的指甲油直接画花。她猛地回头，满眼不敢置信，是那个能让我跻身一线的新歌会。得到肯定答复后，她直接从椅子上蹦起来，我要火了！当她听到给她写歌的名字后，更是得意忘形。音乐教父吴面，那不是稳了？我跟吴面强联合，哈哈！秦姐看着她嚣张的样子，只能无奈叹气。就在刘丽得意忘形的时候，你的老婆沈幼楚也接到了公司的电话，内容一模一样，3天后参加新歌会。挂掉电话，她整个人都傻掉。助理赵楚楚更是激动到发疯，抓着她的肩膀猛晃：“沈姐，真的吗？新歌会啊！”可高兴过后，一个天大的难题摆在眼前，他们没有歌。经纪人云姐的脸上写满凝重，以新歌会为舞台付出是好事，但我们必须有一首好歌。他们立刻分工，云姐疯狂联系以前认识的词曲人，而沈幼楚只能自己埋头苦写，希望能创造奇迹。此时的你对此一无所知，你还在家教女儿婉婉唱儿歌，你带着大灰狼头饰，逗得她咯咯直笑。下一秒，你和一个陌生男人的身影出现在她视野里，你们正抬着一个奶油色云朵沙发往里走。你看到沈幼楚眼睛明显一亮，脸上带着喜色。那个，你能帮倒几杯热水吗？一会儿给师傅们歇歇脚。长时间没和外人接触的沈幼楚有些不知所措。好，我这就去倒。你脸上的笑容更浓，虽然满身大汗，却干劲十足。紧接着，你和师傅们将新沙发搬进屋，又把老旧的沙发搬了出去，然后是电视、冰箱，还有绿植。随着一件件新家具入场，家里瞬间变了个样，简直焕然一新。那些淘汰的旧家具，最终被你用800块钱全部卖掉。沈幼楚看着心里有些肉疼。那些家具虽然旧，但都还能用，800块实在太亏。但他现在更好奇的是，你哪来这么多钱？按他的计算，家里现在应该快揭不开锅了才对。送走师傅们，你拎着一个大袋子回到客厅，满意的打量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这才像家的味道吗？你擦了擦汗，将袋子放在新茶几上，一屁股坐到松软的沙发上。厨房里的母女俩还傻站着，婉婉抱着妈妈的大腿，像个好奇宝宝，左瞅瞅右看看。看到小家伙这样，你眼睛都眯成了一道缝，突然感觉很有成就感，于是从袋子里抱出一个大大的粉色玩具放在茶几上，眼睛却一直盯着婉婉。果然，婉婉的视线一下子被吸引过来，你伸出手向婉婉招了招，宠溺的看着她：“婉婉，快过来，看爸爸给你买了什么。”可婉婉并没有立即跑来，而是扬起小脸看了看妈妈，直到沈幼楚嘴唇动了动，没有说话，她才一步一趋的走了过来。你立刻拆开玩具的包装，是一个公主屋。公主屋里好乱，婉婉要和爸爸一起给小公主装饰她的家吗？婉婉的眼睛瞬间亮晶晶的，身子又往前凑了凑，一直凑到你的腿边。你温柔一笑，拿起小屋里的小公主，用娇滴滴的语气叹息：“小公主还没打扮呢，爸爸不会给小公主穿衣服，就拜托给婉婉了。”晚上7点哄睡婉婉后，你终于能静下来。你一直在想该给沈幼楚准备一首什么歌，可脑子里的神曲太多，反而摸了头绪。烦躁之下，你打开了手机，结果一刷全是你的歌。粉丝们甚至把婉婉的表情做成了表情包。你看着手机，忍不住苦笑：“老婆啊老婆，你那边到底怎么样？你什么时候才会主动找我一次？”你刷着视频，发现除了你的歌，网上最火的就是新歌会。据说这比赛1年1次，谁上谁火。赛制也简单粗暴，2两对决，输了就滚蛋。你对此毫无兴趣，甚至有点烦大数据，滑了几下就关机睡觉。然而第二天一大早，一个电话直接把你吵醒，竟然是沈幼楚的助理赵楚楚。话那头他声音压得极低，跟做贼似的。你快管管，沈姐她魔怔了。你眉头一皱，瞬间清醒，发生什么事了？沈姐要参加新歌会，可我们没有歌，她为了写歌已经1晚上没睡了。你顿时头大，这才想起合约里清清楚楚写着由你给她写歌。你在这琢磨半天，那边都火烧眉毛了。知道了，我会给她打电话。挂了电话，你立刻拨给沈幼楚，她接起电话，声音疲惫：“喂，是婉婉想我了吗？”你心里一酸，故意说婉婉没想你，你就不能给我打电话？我可是你老公啊！这是你第一次在他面前自称老公。电话那头死一般的寂静，你叹了口气打破沉默。你参加新歌会怎么不告诉我？能轻松解决的事，干嘛让自己那么累？在你看来，这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可你话音刚落，电话那头却突然传来压抑的抽泣声。他哭了，你整个人都懵了。我说了什么？感情这东西也太难搞了。就在你不知所措时，电话那头猛然爆发出一声带着哭腔的怒吼：“陆范！”声音里全是委屈，听得你心都揪起来。你愣住了，第一次听见他这样连名带姓的喊你，你是不是觉得我一点用都没有，只会依赖你？你瞬间反应过来，原来他竟是这么想的，是你疏忽了。你忙陪笑打断他：“对不起，我不是在责备你，只是担心你的身体。”谁知你话一出口，电话那头沈幼楚竟然笑了，那笑声委屈又带着一丝倔强。紧接着，你的声音变得无比坚定：“沈幼楚，你和婉婉是上天赐我最好的礼物，你是我的妻子，独一无二，任何人都代替不了。”这番话如同一颗炸弹，他心里轰然炸开。沈幼楚整张脸瞬间通红，他轻轻嗯了一声，情绪明显好转。一旁偷看的赵楚楚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你趁热打铁，以后不准胡思乱想，歌我晚上就传给你，
沈右楚听着你牛气冲天的话，扑哧一声笑出来。好，那我就看看你陆某人到底能写出什么歌。他彻底摆烂，不再纠结，跟紧绷的嫌疑放松，困意立马袭来。挂了电话，你才松了口气。哄老婆比哄娃还难。接着你拿出纸笔，却又犯了难，脑子里的神曲太多，到底选哪一首？就在你烦躁的打开窗户时，楼下一对小情侣正在告别，男孩拖着行李箱，女孩泪眼朦胧，爱意随风起。风止意难平，你脑中灵光一闪，瞬间有了答案。你快步走到桌前，提笔写下3个字：起风了。音符在笔尖流淌，你彻底沉浸其中，直到女儿婉婉一声爸爸我饿了，才将你拉回现实。你瞬间露出一抹笑，小宝贝饿了，爸爸马上做饭。女儿的话就是圣旨，你一刻都不敢耽误，转身就进了厨房。2小时后，吃饱喝足的父女俩直接在沙发上躺了下来。这时沈右楚的视频打了进来，他顶着黑眼圈，满脸疲惫，看到你们这懒散样，他立马做出可怜兮兮的表情，一双杏眼水汪汪的控诉着，仿佛在说我在外面打工，你们在家享福，你哪经得住这考验？当即举手投降，我没闲着，歌已经写好了。婉婉也学，你举起小手，奶声奶气地说，婉婉也没闲着，少看了2集动画片，多学了5个数。沈右楚瞬间破功，他承认他比不过这个小妖精。好，我们家婉婉最辛苦，快让妈妈亲亲。小家伙立马送上一个木马，你一看机会来了，厚着脸皮凑过去，哈哈，不奖励我一个吗？小家伙还在一旁起哄。沈右楚的脸瞬间红透，最后顶不住你们的热情，象征性的亲了一口。你顿时心花怒放，冲进卧室拿出曲稿，看吧，没骗你，歌真的写好了。沈右楚风情万种的白了你一眼，但他心里却掀起惊涛骇浪。这才几个小时，一首歌就出来了，这男人简直是个妖孽。一家3口又聊了一会，你才把曲谱完整拍给他，放下手机准备带娃出门。沈右楚的视频又打了过来，一接通，他就用火热的眼神直勾勾的盯着你，咋了？你声音都磕巴了。他学着你的语气反问，没事就不能给你打视频吗？好家伙，不仅漂亮，还记仇。你打着哈哈，谁知他突然开口，你到底背着我藏了些什么？你挠挠头，一脸无辜。沈右楚俏脸一红，声音都大了几分。我是说你的这些歌，这些你只能摸着鼻子尝试蒙混过关。我说我突然开窍了，你信不信？沈右楚深深的看了你一眼，没再追问，低头看着歌词半晌，才软糯开口，谢谢。紧接着他抬头一笑，眼神无比坚定，我不会让这首歌埋没的。视频挂断，沈右楚敲响了赵楚楚的房门。赵楚楚一脸惊喜，沈姐，我们有歌了，是陆范给的吗？好家伙，这小妮子直接说漏嘴，原来是他把自己的窘境捅出去的。紧接着云姐也被一个电话叫回，一听有歌了，她兴奋的不行，这几天到处碰壁，现在终于不用看人脸色。3人火速赶到繁星娱乐，直奔11楼录音室。沈右楚决定要把自己焊死在这里。时间飞逝，赵楚楚搞定背景音乐和版权，沈右楚这才从录音室出来。可就在他们准备去吃饭时，对面的门也开了，一个女生走出来，看到沈右楚时愣了一下，还是友好的点了点头。沈右楚也回以微笑，然而他身后的男人却鼻孔朝天，戴着金丝眼镜，一脸傲慢。沈右楚不认识他，转身就走，可那男人却冷哼一声，没点眼力劲，见到领导都不知道打招呼。那个叫陈倩的女孩赶紧解释，舅舅，人家刚来，怎么会认识你？原来这男人竟然是公司高管影评，而陈倩就是要和沈右楚一起参加新歌会的歌手。更没想到的是，陈倩心里竟然在想，他拿到的可是不范的歌，应该不差吧？他竟然也是你的粉丝。接下来的几天，沈右楚每天早出晚归，拼了命的练习。云姐则在网上发布了她的复出声明，然而仅有的几千粉丝大多还是僵尸粉。声明发出，进入石沉大海，毫无波澜，只有一些老粉和嗅觉灵敏的小营销号注意到，他们一看新歌会3个字，流量不就来了吗？于是全网开始出现沈右楚复出的消息，但大部分人根本不关心这个过气小花。直到8月7号，魔都体育馆新歌会正式开启，只是这次新歌会的导演任超很是忧愁，因为不范的一首歌一直霸占着热搜，所以他们新歌会的流量和以前完全没得比。但是1年1度的新歌会也不能因为一个人而推迟，他只能硬着头皮开始了这届的新歌会。可惜联系不到不范，若是能让他来做振兴歌会当导师，那流量岂不爆炸？可他万万没想到，他请都请不到的大佬，此刻竟像做贼一样，正抱着娃悄悄坐在观众席。是的，你瞒着老婆沈右楚，偷偷带着女儿婉婉来到魔都，只为给她现场加油。你怀里的小妖萌兴奋不已，因为马上就能见到妈妈。你看着全场挥舞的姻缘棒，却没有一根为你老婆举起。你悄悄打开直播间，弹幕铺天盖地，结果也没有一个人支持沈右楚夺冠。热门有4个，其中1个还是那个敢对你女儿伸出魔爪的刘丽。与此同时，后台暗流涌动，刘丽面色铁青，死死盯着沈右楚。你怎么会在这？闺蜜赵楚楚直接一个白眼翻过去，当场回怼，让她颜面尽失。刘丽看着今天光芒四射的沈右楚，竟想起被她压制多年的恐惧，那感觉仿佛女王归来，未战先怯。就在这时，经纪人一句话点醒她，一个沈右楚而已，她如今要啥没啥。刘丽瞬间恢复了淡定，对啊，如今的沈右楚拿什么跟自己争？何况自己还有音乐教父的歌。想到这，她不屑地瞥了林沈右楚一眼，紧接着外面舞台灯光骤亮，主持人登场，4位乐坛老牌导师纷纷入席，比赛正式开始。规则更是简单粗暴，16位选手，有观众随机喊停配对，
这下谁也别想暗箱操作。随着大屏幕飞速滚动，8组对决名单瞬间生成。你看着对决名单笑了。下一秒，主持人的声音响彻全场，让你们欢迎第一场比赛的选手沈右楚对战刘丽。话音刚落到聚光灯打下，你的老婆沈右楚和她的死对头刘丽缓缓走上舞台，宿命对决一触即发。可你却看到沈右楚的手在微微发抖。果然，沈右楚心里也开始忐忑，而刘丽更是一脸阴沉。她也没想到第一场就这么举行，竟然和沈右楚 PK。台下观众瞬间炸锅，纷纷议论这个陌生的角色美女是谁。你一眼就看出沈右楚的紧张，于是猛地高高举起女儿婉婉。这一刻，婉婉直接化身姻缘牌，她的小脸笑成月牙，用尽全力呼喊妈妈加油。台上的沈右楚猛然看到那熟悉的身影，瞬间捂住嘴，是他和女儿，心里的紧张瞬间被驱散，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他也弯起双眼，和女儿形成同款月牙笑，那柔情瞬间融化了全场观众的心。紧接着，主持人宣布沈右楚首唱，舞台灯光暗下，只留一束光打在他身上，前奏响起，现场瞬间安静。就在这时，大屏幕上显现出歌名《起风了》，而词曲人那一栏赫然写着2个字不凡。全场倒吸一口凉气，这个陌生的歌手竟然能请动那个神秘的不凡写歌。后台的刘丽更是目瞪口呆，双手不受控制的颤抖。下一秒，沈右楚空灵的歌声响起：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醉于爱，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惧笑话。现场落针可闻，所有人都沉浸其中，仿佛看见自己逝去的青春。沈右楚也彻底投入，他的目光穿越人海，望向台下，那里有他最重要的2个人，我终将青春还给了他，连同指尖弹出的盛夏，心之所动就随风去了。以爱之名，你还愿意吗？一首神仙歌，所有人不论现场还是直播间，彻底被感染，脑海里闪过无数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最后定格在那个青春中最难忘的人。原来这就是起风了，刮起的是他们埋藏心底名为青春的风。就在这时，舞台后方传来扑通一声，刘丽一屁股瘫坐在地，面如死灰，嘴角颤抖，她连上台演唱的勇气都没了。沈右楚用最完美的唱功，带着这首无敌的歌，将她的骄傲彻底撕碎。经纪人秦姐更是惨然一笑，技不如人终归是技不如人，就连评委席上的导师都露出羡慕的神情。音乐声落，全场死寂。沈右楚看着台下有些不知所措，你缓缓睁眼，看到他紧张的模样，你笑了。就在这时，婉婉伸出小手，用力为妈妈鼓掌。下一秒，掌声如山呼海啸，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全场，观众们眼含热泪，为台上的沈右楚献上最热烈的支持。与此同时，新歌会的直播间弹幕更是直接刷爆，果然不凡出品，必属精品。我哭了，这哪是起风，这分明是龙卷风。这一刻，在没人记得之前对沈右楚的轻视，原以为他是来凑数的，结果开局就是王炸。紧接着，沈右楚深深鞠躬，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你和女儿，退回后台。然而比赛还在继续，下一个就是刘丽，她不知何时已经爬起，看着与自己擦肩而过的沈右楚，心里只剩深深的无力。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上舞台的，直到音乐响起，她才猛然惊醒，可惜还是慢了半拍。台下瞬间嘘声四起，这让她心里更加慌乱，唱出的曲调直接跑偏。一曲唱完，台下稀稀拉拉的掌声让她想掩面而逃。后台导演任超却毫不在意，收视率爆了就够了。最终投票结果毫无悬念，5比0碾压式的胜利。就在这时，沈右楚的信息发来，约你在后台出口见面。你看到这，立刻抱着婉婉提前离场。而后台沈右楚刚一出现，就被赵楚楚一个大大的拥抱。好了，别哭了，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沈右楚拉着他，眼中满是坚定。我们走吧，陆范在门口等你呢，他现在只想立刻见到你，把婉婉抱进怀里。出口外天色已晚，沈右楚一出来，远远就看到你抱着婉婉，笔直的站在路灯下。那一刻，一种名为幸福的感觉瞬间涌上他的心头，平淡却极为温暖。妈妈，婉婉挣脱你的怀抱，噔噔噔的跑向沈右楚。沈右楚立即蹲下，一把将女儿紧紧拥入怀中。你走上前，笑着看向他，你一边说一边将小公主递到他面前。婉婉眨巴着大眼睛，试探地抬起小手，直到触碰到你手中的小公主。你始终保持着微笑，将小公主放进她手里，还用你的大手握住了她的小手。温软的小手被你握住那刻，你唇角上扬，又拿起一条粉色长裙给小公主穿衣服，就拜托给婉婉了。婉婉教爸爸好吗？婉婉感受着你手心的温暖，看了看小公主，看了看委屈巴巴的你，突然笑了。爸爸好笨，婉婉来教爸爸。小家伙笑得小白牙都露了出来，靠在你腿上，动作笨拙地给小公主套上裙子，你也跟着笑了起来。你虚心接受着小家伙的教导，学习怎么给小公主穿衣服。这一刻，这个不大的房间突然变得无比明媚，而沈右楚就倚在门框上，静静看着眼前这美好的一幕，眼眶渐渐湿润。可你们父女俩没玩多久，你抬头就看到发呆的沈右楚，他身上那件洗得泛白的浅蓝色衬衫，此刻却异常刺眼。你猛然眯起眼睛，一个念头闪过，这竟然是亲子装，是婉婉2岁生日时沈右楚背着你偷偷买的，结果却因为这件衣服，他挨了打，手机也被卖掉。想起这一幕，你瞬间沉默，下一秒你踉跄站起身，捂着嘴冲进卫生间疯狂呕吐。你现在才知道，当一个有良知的人以第一视角回顾这种行为时，会产生怎样恶心的愤怒感。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外面的母女俩吓得不轻，沈右楚吓得一个哆嗦，快步冲到沙发前，一把将婉婉抱进怀里，婉婉则使劲往妈妈怀里钻，生怕那个呕吐完的爸爸会像以前一样突然冲出来打骂他们。半晌后，你狼狈地走出卫生间，双眼布满血丝，看着受惊的沈右楚和婉婉，你心里更加难受，胃里也止不住的翻腾，但你还是强忍着不适，虚弱地开口说：对不起，吓到你们了，我只是有些不舒服。
怎么样？这个惊喜还可以吧？沈右楚脸颊泛红，却直视着你，杏眸弯起，很惊喜。然而你们谁都不知道，这温情的一幕竟然全部落入了一个琉璃眼中。他正拿着手机看着你们离去的背影，眼里泛起怨毒的光。一个让沈右楚身败名裂的好主意，瞬间在他脑中成型。他得不到的，沈右楚也别想得到。与此同时，网上早已炸开了锅，所有人都在好奇布饭到底从哪找来沈右楚这样的宝藏歌手。可当他们点开沈右楚的微博，却只看到一则复出声明。原来他曾是2年前的当红小花，因为恋情曝光而退圈。这个热点一出，无良媒体立马嗅到了血腥味，开始疯狂炒作。一时间网上两极分化，有人觉得他既然退圈就不该复出，更有人觉得只要歌好听，私生活与人无关。双方吵得热火朝天，直到一句绝杀出现，你就问歌好不好听吧。瞬间所有质疑者哑火，他们只能憋出一句换个人唱也一样好听。就在这时，繁星娱乐终于下场，一则通告直接引爆全网，不仅恭喜沈右楚晋级，更放出重磅炸弹，下一场沈右楚依旧会写布饭的歌，出场新歌会后更会推出由布饭创作的完整专辑。什么？不止一首，全网哗然，沈右楚和布饭的话题瞬间冲上热搜第一。然而一条更恶毒的帖子正在悄然攀升。第二天一早，他赫然出现在热搜第10，标题触目惊心，沈右楚婚内出轨神秘歌手布饭。帖子里信誓旦旦说他为了复出用美色勾引布饭，无数营销号疯狂转发，评论区更是一面倒。原来是靠卖肉，布饭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狼狈为奸。虽然有粉丝坚信布饭的人品，但声音很快被淹没。仅1小时，这个帖子就和沈右楚的微博被刷到热搜第1和第2。而此刻你刚刚晨跑结束，对此毫不知情。另一边，沈右楚顶着2个黑眼圈，无精打采地走出房间。他昨晚失眠了，满脑子都是你在酒店拉着他手的场景。云姐和赵楚楚看到他的样子，却以为他是因为热搜而一夜未眠。赵楚楚满眼焦急冲到他面前，沈姐，陆范怎么说？难道他不打算出来澄清一下吗？这种事最好是陆范亲自澄清，如果沈右楚发声明，只会引来反效果。可是沈右楚脑子一片混乱，茫然地看着赵楚楚，什么澄清？陆范又怎么了？赵楚楚瞬间无语，这才发现沈右楚根本不知情，他气得跺脚，沈姐，你还想着他没事，你倒是有事了，你快看看你的微博吧。沈右楚这才意识到不对劲，他拿出手机打开微博，瞬间密密麻麻的私信和评论涌入眼帘。当他点开那些充满恶意的私信后，手不自觉地抖了一下。他深吸一口气，继往下滑，10条里竟然有9条是辱骂他的。退出私信，他才看到那篇帖子和无数营销号的跟帖。片刻后，沈右楚放下手机，继续吃早餐，表情平静的可怕，好像什么都没发生。可他这个样子，赵楚楚更加担忧。沈姐，你们不管吗？沈右楚却拍了拍他的手，过来安慰他。楚楚，亲者自亲，可舆论从不关心你的死活。沈右楚睫毛微颤，心里其实波涛汹涌，但他知道，你既然匿名发歌，就不想暴露身份，所以他不能将你曝光。此时全网都在等一个解释，结果他们等了半天，沈右楚的微博终于更新，所有人迫不及待点开，然后全都愣住，没有长篇大论的公关文，只有简简单单4个字：亲者自亲。这下网上的言论瞬间更加激进。与此同时，天美娱乐大厦里，刘丽笑得无比开心，虽然被公司骂了一顿，但看到沈右楚被他成功拉下水，他就无比愉悦。网上清一色的评论全是他花钱请的水军和营销号，但只要能整到沈右楚，他觉得值了。旁边的晴姐却脸色阴沉，觉得刘丽已经疯了。刘丽，你这是在诬陷，如果布饭追究起来，你就彻底完了。刘丽却不屑一顾，我怎么诬陷了？他们要是没事，布饭凭什么给沈右楚写歌？你看连解释都没有，还亲者自亲，假清高。晴姐看着发疯的刘丽，心里已经盘算着抛弃他，而你正在酒店悠闲的洗着澡，这外面的手机像催命一样响个不停，你只能草草结束，围着浴巾走了出来，看到来电显示，你有些讶然，喂，李部长，今天怎么有空给我这个闲人打电话？电话那头传来李诗雅没好气的声音，闲人，你还有脸说你是闲人？热搜都快被你承包了。你挠了挠头，好像确实如此。说正事，到底啥事？李诗雅咬牙切齿，语气更差，还不是你家那口子的事？沈右楚都被黑成那样，你还坐得住？沈右楚被黑，你立马严肃起来，语气前所未有的认真。沈右楚发生了什么？这一刻，电话那头的李诗雅心里竟有些泛酸，一涉及到沈右楚，这个男人就变得无比认真。他冷哼一声，热搜你自己去看吧。接着电话直接挂断。你皱了皱眉，不明白这女人又发什么神经，但现在没空想这些，你赶紧打开微博，第一眼就看到热搜前几条的帖子，看到标题的瞬间，你的脸就黑了。等看完所有帖子内容，又看完沈右楚微博下的评论，你的脸色彻底黑如锅底，直接气笑了。真当老子的女人好欺负？还有那个傻女人，这么大的事竟然不告诉我，自己一个人扛。你只想当面质问那个笨蛋到底有没有把我当老公，但在那之前，你还有事要做。既然有人想玩，那就玩个痛快。刘丽怎么也想不到，打脸来得如此之快，如此迅猛。她还没高兴多久，就瞬间陷入惶恐。她怎么也想不到，那个神秘的布饭，竟然就是她眼中的小白脸。上午10点，全网还在津津乐道沈右楚的塌方事件，谁知布饭的短视频突然被刷爆。作为事件的另一个主角，坐拥千万粉丝的神秘大佬，他一发视频，根本不需要平台推流，粉丝们就自发将视频顶上热门。布饭竟然露脸自证了，所有人都没想到他会在这个节骨眼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可当大家点开视频，却瞬间傻眼，这哪是什么自证视频，这分明就是一份狗粮加讨伐檄文。视频里你面色严肃，大家好，我是布饭，我刚睡醒就看到网上一些很不好的言论，很多人质疑我为什么给沈右楚写歌，甚至造谣他婚外情。你对着镜头，声音陡然提高，我在
在此只想大声问一句，我特么给我老婆写歌，怎么了？怎么了？我老婆不愿意搭理你们，我可不惯着你们。什么亲者自亲，不存在的。你冷笑一声，眼神锐利。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你们相处，换来的却是疏远。不好意思，我不装了，我摊牌了。我叫陆范，当初我和沈幼楚因为恋爱双双退圈，后来结婚一直到现在。至于我为什么叫不凡，现在你们知道了，开心了。我还要跟那个发帖的人以及那几个营销号说，不好意思，我已经收集了证据，你们一个也跑不掉。对了，还有那些水军，有一个算一个，通通等着律师函吧。视频一出，全网瞬间震惊到无以复加，吵了半天，结果人家特么的本来就是夫妻，谁都没想到神秘的不凡竟然就是陆凡，离了大谱。这个视频在这一刻疯狂传播，你的粉丝们更是像疯了一样，将视频转发到微博，哈哈哈哈哈哈！我就站在这看谁还敢造谣，他们本来就是一对神仙眷侣，早上的喷子呢，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就在大家还在讨论视频时，繁星娱乐的微博立即跟上一则法务部通知，直接甩出受陆先生委托，对于网上的不实言论与造谣将持续跟进，现已向发帖者与营销号公司递交律师函，相关的账号将会全部封禁。这则通告一出，微博瞬间沸腾，眼前的网友突然发现，之前热搜上的帖子已经被全部清空，发帖人甚至直接注销了账号。没过多久，微博官方下场，经过核实查证，目前已封禁1500个发布不实言论的账号，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随着微博官方通告一出，你发布的视频直接被顶到热搜第一，而沈幼楚的微博也瞬间占据第二。短短时间内，宠妻狂魔和亲者自亲两个热词相继而出，无数吃瓜大军疯狂刷着你的金句。我老婆不愿意搭理你们，我可不惯着你们。可此时魔都的公寓里，沈幼楚对这一切浑然不知，他正抱着女儿婉婉悠闲地看着动画片。就在这时，赵楚楚像一阵风冲了过来，她脸上洋溢着激动的笑，直接将手机对到沈幼楚脸上。沈姐你快看，她发视频了。沈幼楚疑惑地抬起头，赵楚楚恨铁不成钢地跺脚，沈姐你这么温柔，以后可怎么办？你真该学陆范，你看看他直接硬刚，太爽了。沈幼楚接过手机，点开视频，那熟悉又霸道的声音瞬间从听筒里传出。当他看完整个视频，小嘴微张，脸上写满了惊讶。赵楚楚还在一边叽叽喳喳，沈姐你知道现在网友怎么说他吗？宠妻狂魔，哈哈，太有趣了。听到这4个字，沈幼楚的脸颊悄然红润，心里泛起一丝甜蜜。有谁不愿被宠着呢？想到这，他直接抛下女儿，快步走回房间。客厅里只剩赵楚楚和婉婉大眼瞪小眼。然而回到房间的沈幼楚拨号界面却犹豫了，打过去说什么？说他那些话太羞人，那不就承认自己害羞了？还是说他对得好？那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小气鬼？他烦躁地扑到床上，把脸埋进被子里，像个小女孩一样踢着腿。最终他还是鼓起勇气，直接打去语音。下一秒电话秒接，你那好听的声音传来，喂。沈幼楚小脸埋在被子里，憋得通红，闷声闷气地问，喂，你现在在干什么？谁知等来的不是回答，而是你的嘲笑声。呵，你在干嘛？表演用被子闷死自己吗？沈幼楚惊呼一声，猛地抬起通红的小脸，一脸惊慌。他怎么知道我在做什么？直到他看到手机界面，这才猛然惊醒，自己不小心点的竟然是视频通话。大大的社死2字瞬间写在脸上。沈幼楚微张着小嘴，当场石化，茫然地看着视频那头的你，而你摸了摸鼻子，心想这样的他意外的可爱。下一秒，沈幼楚嘤咛一声，又像鸵鸟般将脸埋进被子里，再也不愿起来。丢死人了！沉闷的声音从被子中传来，你不许笑。你终于识趣地停止笑声。好，我不笑。我刚准备出门去公寓，你要来接我吗？那你在那等我。沈幼楚这才抬头，一双水汪汪的杏仁眼盯着屏幕，俏脸依旧红润。他没问你为什么发那个视频，有些事似乎已无需多问，只是他没问，你却主动开口，语气瞬间严肃。不过有些话我还是要说。沈幼楚，你都被黑成什么样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了？沈幼楚沉默了。你问他把你当什么，他竟然也有些茫然。可下一秒他就得到了答案，是喜欢。他喜欢改变后的你，喜欢你小心翼翼照顾他们母女的样子。只是过往的经历让他不敢轻易敞开心扉，然而你等到的却是长久的沉默。紧接着你失落的声音再次响起，不说也没关系，我在楼下，你来接我吧。视频猛然挂断，沈幼楚这才回过神，想起你刚刚的语气，他的心突然如针扎般刺痛。自己让他失望了吗？他猛地从床上爬起，只想快点见到你，脚步也跟着飞快地冲向门外。你上了车，情绪却没什么波动，只是静静看向窗外。然而沈幼楚没有发动车子，反而转过身，紧紧盯着你的侧脸。他深吸几口气，终于开口，陆范，对不起。你这才转过头，看着他微红的眼眶，心里一阵苦笑。你何曾拥有过，又谈何失去？于是你轻声开口，不用道歉，其实我不是你想的那个陆范，你不用内疚。谁知沈幼楚却死死盯着你，那陆范是你吗？你瞬间怔住。你想起游乐场时，他也问过你同样的问题，你挠挠头，只能回答，我是陆范。那你就是我想的那个陆范。他坚定的回答让你彻底愣住，你努力握紧颤抖的拳头，终于说出心底的恐惧，可我害怕，我怕哪一天你们不需要你了。陆范。沈幼楚突然打断你的话，满眼都是心疼。他用力握住你颤抖的手，轻轻靠在你身上，一字一句的宣告，你是婉婉他爸。
也是我老公，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会离开你。最重要的是，你在我们身边，娇躯入怀，温言软语，你瞬间得到了想要的答案。拥着他，你突然笑了，从此再没什么能动摇你的道心。片刻之后，沈右楚不好意思地从你怀里窜出，你却只是带着傻笑。他风情万种地瞥了你一眼，也扑哧笑出声，这个傻子真好。满足车子缓缓驶离，两个人的心境已然天翻覆地。与此同时，天美娱乐公寓内，不可能，陆范怎么会是陆范？那个小白脸，流利如疯了一样，一把扫飞桌上所有化妆品，刺耳的碎裂声中，他还嫌不够，上前用脚狠狠踩着。而与化妆品一同报废的，还有一份繁星娱乐寄来的律师函。一想到自己正占据着这个恶魔的身体，你就感觉有千万只蚂蚁在身上爬。看着他们依旧戒备的眼神，你重重叹了口气，默默地走进厨房。婉婉可能还没玩够，你带着他再玩一会儿吧，我来做午饭。沈右楚仔细看着你的侧脸，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最终他点点头，抱着婉婉坐回了沙发上。婉婉偷偷探出小脑袋，发现你还是那个温柔的爸爸后，小脸上终于又扬起笑容。直到午饭做好，饭菜的香味飘荡在客厅，可沈右楚却看到你将饭菜端上桌后，又默默回到了侧卧。他嘴角动了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吃饭时，婉婉含着小勺子，突然皱着小眉头问：妈妈，为什么爸爸不和我们一起吃饭了？沈右楚正小口嚼着一块小炒肉，这是他最爱吃的菜，因为你不能吃辣，他已经很久没吃过了。听到女儿的问话，他不自觉看向侧卧，又转回头，他突然笑了，笑得如春花绽放。那是因为爸爸妈妈都还没备好呀。小家伙没听懂，小眉头皱得更紧。而卧室里的你正发着呆，你不断安慰自己那不是你的错，但依然改变不了它就是你的事实。无奈之下，你只能拿出手机刷视频转移注意力。你的视频依然高居热搜榜，评论里都在催你出新歌。就在这时，外面传来洗碗的动静，你放下手机走出去，他被扒出来了。那个发帖人见到事情不对，立刻把他这个主谋供了出来。如今公司已经勒令他休息，他知道自己完了。不远处的秦姐幸灾乐祸地看着，果然陆犯就是不犯，这隐藏的也太深了。他忍不住暗叹，谁能想到2年前那个谁都看不起的小白脸，如今竟露出了獠牙。沈右楚的眼光是真的好啊，我不服。秦姐手机给我。刘丽喘着粗气，两眼血红。秦姐却只是冷冷瞥了他一眼，没好气的开口：你有什么不服的？唱歌你比得过人家吗？长相没人家好看，就连找男人都没人家会找，你有什么不服？秦姐的话像刀子一样扎进刘丽心里。刘丽猛地扭过头，死死地盯着他。秦姐却丝毫不惧。我说错了，等你被关进去，合约自然结束，公司早就抛弃你了。为什么？刘丽咬着牙，公司需要的是摇钱树，你已经没有价值了。秦姐看着他，甚至说出掏心窝的话：等你出来，找个老实人嫁了吧，别折腾了。呵呵，那我是不是该谢谢你的好？刘丽笑了，他们终于撕破脸皮。紧接着她突然露出诡异的笑容。秦姐，手机借我用一下，有始有终吗？秦姐眉头一皱，你还想干什么？鱼死网破。刘丽的笑容变得瘆人，他沈右楚凭什么处处压我一头？他一个孤儿凭什么？既然知道了不犯就是陆犯，那我还有一个杀手锏，动不了沈右楚，我就要让陆犯身败名裂，谁也别想好。秦姐看着状若癫狂的刘丽，知道他已经疯了。她很想说沈右楚从没跟你争过，人品比你好10000倍，但她不能说。此刻任何刺激都会让刘丽彻底失控。于是秦姐递过手机，好，手机给你，但这一切都和我无关，我知道你害怕了，哈哈。刘丽接过手机，在秦姐的注视下拨通了一个号码，陈帅，我是刘丽。与此同时，公寓餐厅气氛却显得有些异样，婉婉吃得不亦乐乎，云姐全程姨母笑，赵楚楚却低头扒饭，时不时偷偷看一眼你和沈右楚。只见沈右楚一张俏脸，连脖子都通红，恨不得把头埋进碗里，而你正傻笑着亲手包好小龙虾，用筷子喂到他嘴边。沈右楚感觉自己快被煮熟了，这人从车上下来后就不正常了，可你却觉得天经地义。他都承认你是他老公了，喂他吃东西有什么不对？能不能不要这样？我自己来。沈右楚终于忍不住抬头，羞意地瞪了你一眼，那眼中的娇嗔看得你一愣，原来被女生这样注视是这么爽的一件事，恋爱真香。你这才停止投喂老婆，转头开始投喂婉婉。饭后你终于恢复正常，坐在沙发上开始思考下一场比赛的歌曲。16进8赢得轻松，8进4就未必了。剩下的选手唱功完全不输沈右楚，比拼的就是原创歌曲和临场发挥。3天拿出一首好歌，对谁都不容易，就连你也开始发愁，到底该选什么歌才能稳操胜券。而沈右楚也没闲着，他就坐在你身边，完善着他一直在想的那首歌。可那首歌总是缺一点关键的旋律。沈右楚紧锁眉头，那段旋律就像抓不住的猫，让他急得将头发都挠成了鸡窝。直到夜深人静，他都没能抓住那点灵感。然而第2天一早，沈右楚刚刚睡醒，一个关于你的大事件再次引爆热搜。起初他还没当回事，毕竟这些天关于你的热搜就没停过。当他看清帖子的标题，眼神瞬间收缩，他的心彻底慌乱起来。与此同时，无数吃瓜大军也看到了这个热搜，他们早就习惯了每天看到不犯的名字，于是想都没想就点了进去。可这一次，当看清帖子内容时，所有人都集体呆住，甚至有人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了什么。不犯加暴男，这标题简直炸裂3观。网友们先是一愣，接着便捧腹大笑，开什么玩笑？昨天还是宠妻狂魔，今天就变加暴男。他们迫不及待地点开帖子里的视频，想看看到底是谁在胡说八道。结
结果视频一出现，两个男人一脸严肃，竟是你以前男团的成员陈帅和叶天。这时陈帅开口了：“大家好，我是陈帅，陆范以前的朋友。为什么说以前？因为我修他这种人为伍。我知道大家不信，但他就是个家暴男，我这有电话录音为证。当初他求我让他复出，我正巧录了音，没想到竟成了揭穿他伪君子的证据。我陈帅敢露脸，就不怕与他对峙。”这话一出，网友们瞬间沉默，言之凿凿，还实名举报，让他们一时有些动摇。紧接着，叶天也拿起手机晃了晃：“我可以作证，陈帅说的都是真的。现在就让大家听听当初的录音。”说完，他直接点开了播放，网友们瞬间竖起了耳朵，只听见你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陈哥，您看我还能回去公司吗？”陈帅淡淡的声音响起：“你都娶了当红小花了，还想那么多干什么？”下一秒，你的声音再次传来，带着一丝轻佻：“女人嘛，就如衣服一般，还是事业重要。那你想付出，沈幼楚能给吗？”录音里你笑了一声，说出了一句让全网炸裂的话：“不瞒您说，这个家我说一不二，他敢不给，打一顿就好了。女人嘛，就不能惯着他。”录音到此结束，可全网的怒火却彻底爆开。恶心，这还是个男人吗？就会欺负自家女人？不仅女网友化身战神狂喷，就连男同胞都义愤填膺。接着视频里陈帅一脸愤怒的继续补刀：“大家都听到了吧？这就是你们口中的宠妻狂魔。我陈帅与这种家暴男势不两立。”视频戛然而止，但评论区早已沦陷。老子真是瞎了眼才会喜欢这种人。听到录音我吐了，陆范背地里到底有多肮脏？我的心瞬间被冲烂。无数人让你滚出来说话，而此刻你正静静看着手机，听着那段录音，熟悉的恶心感再次上冲。你冲进卫生间开始呕吐，仿佛一瞬间你又回到了当初那个压抑的陆范。那些事都是事实，实实在在发生过，你无法反驳。沈幼楚曾经受的伤只会更多。电话疯狂响起，你却看都没看，第一次选择了逃避，把自己死死蒙进被子里，仿佛这样就能好受一点。你难受的不是被骂，而是那些记忆再次涌上心头。沈幼楚和婉婉受的苦就清晰浮现在眼前，你才发现自己原来从未原谅过自己，即便你无时无刻不在弥补，也改变不了曾经的事实。与此同时，公寓里沈幼楚正焦急地一遍遍拨打你的电话。看到帖子后，他无比担心，没人比他更了解现在的你。他看着你的变化，看着你一点点的赎罪，他都懂。过去的事他早已不在意，可他知道现在的你肯定无法原谅自己。身边的云姐和赵楚楚满脸心疼，既气愤又不知所措，电话依旧打不通，你就像人间蒸发。沈幼楚的心瞬间纠结，怀里的婉婉抬起头：“妈妈，你是在给爸爸打电话吗？妈妈为什么不去找爸爸呀？”婉婉一句话点醒了沈幼楚，她再也坐不住，慌张起身，踉跄着冲了出去。她要来找你。很快，沈幼楚气喘吁吁地跑到你的房门前，她咬着嘴唇轻轻敲门，没回应。她没有迟疑，去敲一声又一声，今天一定要把你敲出来。被子里的你终于被这执着的敲门声惊动，你拖着沉重的身体打开门，映入眼帘的是沈幼楚通红的眼眶。仅仅一天，再次见到他，你甚至不敢看他的眼睛，杵在门前不知所措。他肯定也看到那个帖子了，他是不是又想起了以前的种种？你蓦然关上门，像个即将上刑场的囚犯。他是怎么想的？你声音沙哑，心里无比惶恐。现在人尽皆知，他会怎么做？离婚吗？可就在这时，沈幼楚看到你的眼神，瞬间气急，他猛地将你拽到床上，抱着你的手臂狠狠咬了下去。剧痛袭来，你瞬间清醒，你下意识想缩回手，却又丝丝忍住，让他发泄吧，他会好受点。直到沈幼楚松开嘴，抬头看到你温和的眼神，他的眼泪再也绷不住。你傻不傻？他嘶吼一声，随即拉开你的衣袖，手臂上一排泛着血丝的深深牙龈，触目惊心。好了，这下扯平了。沈幼楚带着哭腔，整个人扑进你的怀里。你也被家暴了，扯平了，你不准再难过了。这一刻，你彻底愣住，怀里似火的娇躯让你感觉如此不真实，不敢相信的摸了摸他的脑袋，是真的。心情瞬间从地狱冲上天堂，你咧开嘴笑了。沈幼楚说扯平了，从穿越过来，你一直小心翼翼，一直觉得亏欠，如今终于有人告诉你，我们扯平了，真好。眼泪止不住的落下，你不仅在救赎他们，更是在救赎自己。你们俩像傻子一样抱在一起抽泣。许久，沈幼楚闷在你怀里，轻声说：“以后不许这样了，我和婉婉会担心你。”你重重点头，声音沙哑：“不会了，就知道说。”沈幼楚抬起头，红着脸，眼眶微红，水汪汪的看着你。忽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眼中爆发出难掩的激动。对了，我好像想到那个旋律了。什么旋律？你忍不住上手揉了揉他的小脑袋，你这像在揉狗头一样，就是我一直在创作的那首歌。现在突然有灵感了。话音刚落，他就挣脱你的怀抱，趁热打铁。你有些遗憾的挠挠头，从背包中拿出曲稿纸递给他。本来我想今晚写歌的，你来吧。沈幼楚红着脸点点头，盘腿坐在床上，迅速开始创作。他哼着小调，笔尖飞舞，片刻功夫，一首完整的曲子跃然纸上。他欣喜地抬起头，直勾勾望着你，终于做出来了。你要看一下吗？你温和地摇摇头，我更想你能唱给我听。沈幼楚的脸更红了，小声说：“还没歌词呢，哼唱也行。”你笑着催促，终于他羞涩点头，没有伴奏，只有他轻柔的哼唱声响起。然而旋律入耳的刹那，你直接愣在原地，目光里满是震惊。这个旋律你听过，是在你的原世界，你不敢相信。你继续认真听着，直到一段哼唱结束。等一下，你突然打断他，匆忙拿起纸笔，在上面飞快地写着什么。沈幼楚一脸懵，可当他凑过脑袋看到你在写的东西时，眼中陡然爆发出万丈光芒，纸上赫然写着大字：勇气。竟然是歌词，你只是听他哼唱了一遍，就写出了歌词。沈幼楚凑近一看，瞬间惊喜，这歌词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甚至比他想的还要好。他红着脸，目光从歌词转移到你认真的侧脸上，这一刻他鬼使神差般
般，忍不住轻亲了你的侧脸一下，你的手猛然一抖，笔墨瞬间晕开，你整个人如遭雷击，右脸上那湿润柔软的触感，清晰的仿佛烙印。你低头看着纸上的歌词，心里早已炸开了花。这就是沈右楚想要的勇气。而沈右楚听完之后，瞬间就慌了，他低着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幸好你没什么反应，否则他肯定要狼狈而逃。你当然知道他脸皮薄，于是强忍着心中的狂跳，继续写完歌词。最后，你才故作若无其事地将歌词递给他，看看这次能完整的唱给我听了。一曲唱罢，你笑着点头，很好听。下一场比赛稳了，是你的歌词好。若是没有老婆大人的曲子，我也想不到这样的歌。商业互夸开始，可谁知老婆大人4个字一出，沈右楚瞬间破防，他像只鸵鸟把脸埋进怀里，心里又羞又甜。然而你还没欣赏够这美景，刺耳的手机铃声猛然打破了房间内的暧昧气氛。你拿起手机，屏幕上赫然是李部长的备注。你挑挑眉，看来李诗雅也看到了帖子。电话刚一接通，你依旧温和的开口：喂，有什么事吗？电话那头的李诗雅明显一怔，她小心翼翼地问网上有些不好的言论，你不去澄清一下吗？你下意识看向沈右楚，他正假装认真地看着曲稿，可那游离的眼神却出卖了他。你对他俏皮的眨眨眼，他的小脸瞬间爆红，慌乱地移开目光。紧接着，你对着电话平静地投下一枚炸弹：不用澄清，那都是真的。电话那头瞬间陷入死寂，半晌后，李诗雅难以置信的声音才传来：为什么？我不相信，我印象中的你。你却直接打断他：李部长，你又了解我多少呢？网上那些是真的，做错事就要受罚。至于那些言论，由他们说吧。你的目光自始至终都落在沈右楚身上，温柔无比，只要我在乎的人懂我就够了。电话里再次沉默，李诗雅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失落：好，我明白了，那我挂了。你刚放下电话，沈右楚的声音悠悠传来：你太冷漠了，这样不好。你满头问号，自己冷漠吗？谁知沈右楚又补上一句，眼眸微暗：那个御姐应该喜欢你的。什么？李诗雅喜欢我？你挠着脑袋，瞬间感觉一阵头大。我只把她当普通朋友，可你怎么知道？沈右楚猛然抬头死盯着你，语气无比坚定：感觉，我相信我的感觉。你挠着头，一脸真诚：你感觉错了，我是有老婆孩子的人，我对别人动感情很不礼貌，爱情就该认真且专一。看着你诚挚的目光，沈右楚轻轻点头，可是他心里却涌起一阵紧迫感。你不喜欢别人，不代表别人不喜欢你。那个御姐比他优秀太多。你疑惑地看着他，仔细回想刚才的对话，突然你明白了什么。你眼中带着笑意，推了推他的手臂：你这是吃醋了？餐桌上还给你留着饭菜。沈右楚在厨房洗碗，婉婉则在沙发上摆弄他的新玩具。看到你出来，婉婉没有之前那么害怕。你笑了笑，走上前摸了摸他的小脑袋，然后看向厨房。沈右楚刚从厨房出来，就看到你盯着他，他瞬间紧张起来，双手无助地捏着衣角。看到他如此低眉顺眼的模样，你不禁皱眉，心里更是默默叹气。就是因为他这温柔内敛的性子，才会让原身那么有恃无恐地欺负他。想到这，你微皱的眉头瞬间松开。于是你从茶几上拿出刚买的手机放在桌上，看着沈右楚语气轻柔：我给你买了一部手机，你看看喜不喜欢？还有些事想跟你商量一下，你能坐过来吗？沈右楚本来正低着头，听到你的话后才猛然抬起头看向你。他首先对上的是你那双干净清澈的眼睛，紧接着他又看到了桌上的崭新的手机盒。沈右楚踌躇了一下，片刻后才轻声嗯了一声，慢慢走到沙发前坐下。有什么事要商量吗？他的声音很轻，你得支棱起耳朵才能听清。可你没有回答，而是拿起桌上的手机盒，自顾自地拆开，拿出天青色的新手机。你简单设置了一下，直接递到沈右楚的面前：这手机给你，手机卡需要你自己去办，我已经把我的号码存了进去，以后我要是不在家，有什么事可以给我打电话。沈右楚整个人瞬间慌乱，脸色爆红：没有。声音虽大，反应更大。破案了，就是吃醋。你嘴角的笑意更浓，静静看他表演。谁知沈右楚越掩饰越慌张，又羞又恼，终于他再也扛不住你的目光，摆烂似的将曲稿扔在床上。对，我就是吃醋了，谁让有那么一个大美女喜欢你？你的笑容越来越盛，下一秒你猛然俯身靠近他，声音充满蛊惑：那要不我给你盖个章，这样你是不是就不会吃醋了？你的脸凑得极近，呼吸都拍打在他脸上。沈右楚的心跳瞬间如肋骨，越跳越快，仿佛要从嗓子眼蹦出来。紧接着在你的注视下，他竟慢慢闭上眼睛，小嘴微微戳起。你心中一喜，闭上眼缓缓凑了上去。随后沈右楚就要参加新歌会8进4的比赛了。此刻他正在繁星娱乐练歌。你回到公寓，只有保姆云姐带着女儿婉婉在家。云姐对你的态度复杂，既感激你最近的改变和帮助，又记得你以前对沈右楚的伤害。不过看到你如今对妻女的关爱，她也感到欣慰，并告知你沈右楚正在公司。你闻言决定带着婉婉去探班，给老婆一个惊喜。此时网络上关于你的骂声依旧，网友们甚至成立了声讨群，期待沈右楚能借此机会离婚。然而沈右楚的微博却突然更新了一条置顶：今生的遇良人，何其幸甚，君子改错，人皆养之，我心亦然。这2句话瞬间让网友们炸锅，纷纷猜测沈右楚是否被控制。你带着婉婉来到繁星娱乐，偶遇了也是参赛选手的陈倩。陈倩是沈右楚的粉丝，见到你本人后，觉得你和善可亲，还向你要了签名。随后你来到录音室，隔着玻璃看着认真唱歌的沈右楚，眼中满是温柔。一曲终了，沈右楚看到你们父女俩惊喜万分，羞涩又甜蜜地喊了一声老公。新歌会第2期比赛如期而至，热度空前。你带着婉婉戴着口罩低调来到现场。沈右楚的对手是盛世娱乐的邵飞白。比赛开始前，现场观众大声质问沈右楚微博是否本人所发，否被胁迫。沈右楚目光坚定，看着台下的你大声宣布：喜欢，我喜欢陆范，他很好，有些喜欢是命中注定。随后大屏幕显示歌名
明勇气，作词陆范，作曲沈幼楚，前奏响起，沈幼楚深情演唱，歌词直击人心。这赤裸裸的告白让全场观众和网友都骂了，原来这不是批斗会，是撒狗粮。现场一曲终了，舆论风向大转，大家纷纷祝福这对双向奔赴的恋人。最终沈幼楚以高票晋级4强。赛后，繁星娱乐顺势发声澄清你并未家暴，两人是双向奔赴。当晚你牵着沈幼楚的手在街头散步，你们像热恋情侣一样逛小吃街看电影，在电影院里你情不自禁偷亲了沈幼楚，惹得他羞涩不已。虽然你们之间还有些小误会和小别扭，但感情却在迅速升温。短暂相聚后，你带着婉婉回江城，沈幼楚留在魔都备战。回到江城，你忙着给婉婉找幼儿园，虽然错过了报名时间，但凭借不犯小公主的人气，你还是顺利的在江花幼儿园给她报了名。与此同时，魔都的阴谋正在酝酿。繁星娱乐的前高管尹平为了报复，联合了新歌会的导师王斌和冉小小，企图在下一场比赛中做手脚，让沈幼楚输给陈倩。他还找来了所谓的音乐教父无面给陈倩写歌。新歌会第3期4进2比赛，沈幼楚对战陈倩，主持人陈雪儿故意挑事，问沈幼楚新歌是否还是你所写。沈幼楚从容应对。比赛中，沈幼楚带来了一首《花海》，唯美的前奏瞬间将观众带入意境。沈幼楚的演唱深情款款，仿佛是一场个人演唱会，全场掌声雷动。相比之下，陈倩的甜歌虽然也不错，但在《花海》面前显得黯然失色。然而投票环节却出了意外，虽然高宇投给了沈幼楚，薛宇投了陈倩友情票，但王斌和冉小小竟然都投给了陈倩，导致陈倩票数领先，全场哗然，黑幕之声四起。然而关键时刻，薛宇站了出来，不好意思，主持人打断一下，这次的票有问题，在这我要向沈幼楚向观众们道歉，对不起，我之前得到繁星娱乐运营部长尹平的消息，他告诉我陈倩与沈幼楚同属繁星娱乐，如果双方差距过大的话，让我投一票友情票给陈倩，不要让她输得太难看。可是现在反而让陈倩晋级了，我觉得我有责任。今天因为我的原因导致沈幼楚被淘汰，我辞去新歌会导师这个责任。陈倩更是直接宣布弃权，表示沈幼楚的花海远胜自己。真相大白，节目组导演任超紧急救场，宣布重新投票并剔除涉事导师，最终沈幼楚成功晋级。事后尹平被繁星娱乐开除，涉事导师也身败名裂，无面则因为自己的歌输给了你，心生怨恨，在微博上公然挑衅你，并下了战书要在决赛中一决高下。无面的挑衅引爆了网络，媒体大肆渲染新老对决，你也不甘示弱，回应你要站那边站。盛世娱乐趁机邀请无面为决赛选手苗安云写歌。决赛第一场的关键词是悲惨恐怖，这对擅长此类风格的无面来说是天赐良机，而对你来说则是全新挑战。沈幼楚为此忧心忡忡，你却显得胸有成竹。为了寻找灵感，沈幼楚甚至陪你看恐怖片，结果自己被吓得不轻，反倒促成了你们的亲密接触。第二天你拿出了新歌，决赛当晚万众瞩目，苗安云率先登场，演唱无面创作的《哀变》。歌曲前半部分描绘癌症患者的痛苦，后半部分则是压抑的纯音乐，虽然有些晦涩，但艺术性极高。无面对此自信满满。接着沈幼楚登场，身穿大红嫁衣，头戴凤冠，妆容却凄美哀怨，眼神空洞。歌名简缓缓打出，音乐响起，二胡琵琶交织出悲凉的旋律。沈幼楚开口，戏腔惊艳全场。歌词描述的是一场冥婚，字字不提悲，却句句透着含义。随着歌曲推进，唢呐声骤然响起，将气氛推向高潮。那种深入骨髓的悲凉与恐惧，让全场观众头皮发麻。沈幼楚全程未眨眼的演绎，更是被网友奉为最美鬼新娘，空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哀变。沈幼楚以4比0的导师票和88的观众票大获全胜，无面彻底溃败，兑现承诺放弃音乐教父称号并道歉。赛后你在场外等候沈幼楚，沈幼楚告诉你赵楚楚已经走了，自己没带公寓钥匙。你们心照不宣的来到了酒店，酒店房间里气氛暧昧而紧张。你洗澡出来发现沈幼楚正在哭泣，她袒露心声，觉得自己配不上你，越靠近越害怕失去。你温柔地捧起她的脸，告诉她你以前也很自卑，是她给了你心动的感觉，这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老天安排的最大。你的话让沈幼楚破涕为笑，你们紧紧相拥，终于在这一刻彻底明白了彼此的心意，两颗心毫无保留地贴在了一起。未来的路，你们将携手共度，无论是风雨还是荣耀，都将共同面对。你一边说着，一边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放在他面前，这是你刚取的现金，下午没事带孩子出去转转吧，总是待在家里也不好，有什么想买的就买点，特别是衣服，你看你们俩的衣服都小了许多，还有办张银行卡吧，带着现金不安全。你碎碎叨叨着，一口气将心里的想法全都说出来。然而沈幼楚只是抬起头，紧紧盯着眼前的你，听着你的碎碎念叨，他的眼眶慢慢泛红。你见他迟迟没有拿过手机，只能无奈地摸了摸鼻子，是不喜欢这个手机吗？我看着颜色挺好，又是最新款才买的，如果不喜欢的话，可以再去买个喜欢的。谁知沈幼楚却又深深看了你一眼，不，我挺喜欢的，谢谢你。他的声音依然很轻，带着哽咽和轻微的颤音。就在这时，你们两人眼神突然对视，你不自然地瞥向别处，心里却是松了口气，喜欢就好，不用谢。好了，我先吃饭去了。说完，你立刻站起身，快步走到餐桌前，大快朵颐起来。其实沈幼楚心里还疑惑着，你哪来这么多钱？但他没问，他只是拿起桌上的新手机仔细看着，一边的婉婉也凑了过来，好奇地看着妈妈手里的新东西。沈幼楚顺势摸了摸小家伙的脑袋，一大一小
小就这么盯着手机研究起来。吃完饭后，你出了一身汗，本想洗个澡，但这娘俩今天竟一直待在客厅里，搞得你很不好意思。最终你只能有些郁闷的又回到侧卧中，直到下午5点，外面的天终于不再那么炎热。只见沙发上的沈幼楚踌躇了一会，还是将桌上的钱拿起，紧接着他领着婉婉走出了家门。婉婉已经很久没有出门过了，她很喜欢出去外头玩，但之前妈妈从不带她出去，爸爸又不允许他们出去，所以这次出门她显得异常开心。小家伙一手拿着洋娃娃，一手牵着妈妈，一路蹦蹦跳跳，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更是到处张望着。外面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充满了新鲜感，只是沈幼楚有些拘谨，他行走的脚步不自觉地加快，看着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他莫名有些自卑，特别是他与婉婉身上这身不合身的衣服，让他总感觉别人的目光总会不经意多看自己2眼。商场不远，他依稀记得穿过2条街就到了这里，与他记忆里的商场变化有些大。仅2年，这里好像装修得更加精致了。一进门他就看到了一个手机店，里面有办手机卡的柜台。沈幼楚犹豫了一下，就领着孩子走了进去。店里的人挺多，店员们都显得忙忙碌碌的。好久没有与人交流的沈幼楚有些茫然地站在原地，好在有一个女店员发现了他，主动走上前来，先摸了摸婉婉的脑袋，然后脸上挂着笑容说道：“小家伙真乖，美女是要买手机吗？”听到有人夸婉婉，沈幼楚脸上也扬起了笑容：“我想办张手机卡，现在能办吗？”女店员脸上依旧挂着微笑，一边说话一边将沈幼楚引导到柜台前：“可以的，这边请，我们这里有好几种套餐供您选择，不过能问一下您是什么品牌的手机吗？如果是我们店品牌的手机，办理手机卡是有优惠的。”听到优惠，沈幼楚眼睛亮了一下，他迅速从口袋中拿出手机，递到女店员面前，轻声询问：“这个可以吗？好像就是你们这个牌子的，而且是上午刚买的。”女店员神情一愣，她再次仔细地看了眼沈幼楚，今天卖出的最新款手机本就没2个，又是来办手机卡的。女店员自然想到了上午的你，原来这对母女就是上午那个帅哥的老婆孩子吗？只是他俩怎么都那么熟，而且穿着也明显不合身。那个帅哥看着不像是对妻女不好的人啊。女店员有些想不通，但她没有多问，脸上依旧挂着微笑，惊呼道：“原来上午过来买手机的帅哥就是您的先生吗？您可真是太幸福了，这是你们这里最新款手机呢，有这个手机您可以办理这个套餐，充值100送100，免费送600分钟的免费通话时长。”他依旧是热情的服务，只是这次的服务对象从你变成了沈幼楚。沈幼楚被说的在晕晕乎乎中交了钱，成功办了卡，一直到走出手机店，他的脑子里还回荡着女店员热情的声音。不过他竟然说他是个好男人，沈幼楚真想告诉他，这样的好男人，要不你领回家去。买了手机卡后，沈幼楚又办了张银行卡，将手里的钱都存了进去，除去办手机卡的钱，还剩4900。你这次给他的是整整5000。拿着手机和银行卡走出银行，沈幼楚看着四周的高楼大厦，突然感觉自己活了。现在的他可以带着孩子离开，可以凭借着手里的这个钱找个工作养活自己和孩子，甚至可以去重新追寻自己的梦想。突然而来的自由让沈幼楚站在原地怔了许久，直到一道稚嫩的童音在他耳边响起：“妈妈，婉婉可以吃一个冰激凌吗？”他瞬间回过神，身边的婉婉还拉着自己的手，圆溜溜的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不远处的冰激凌店，口水都要从他的嘴角流了下来。沈幼楚笑了，笑的是那么明媚与灿烂：“可以，但只许吃一个，要不小肚子会疼哦。”婉婉最爱妈妈了。这对娘俩终于出门了，你美美的洗了个澡，丝毫不知道外面的沈幼楚有可能不再回来。洗过澡后，你开始准备起今天的晚饭，日常的2荤2素主食，你准备今晚做点汤面，可因为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所以并没有现在就做。将菜端上桌，面条切好放在案板上，你便回到客厅，倒在沙发上，拿起手机刷起了育儿经。孩子不吃饭怎么办？打一顿就好，这可不得行，划掉划掉。婉婉那么乖，怎么可能不吃饭呢？再说这么萌的小家伙，你可舍不得碰他一根手指头，直到你刷的都有些困顿了，你打了个哈欠，看了看右上角的时间，都晚上7点钟了，这对娘俩怎么还没回来？你突然坐直身体，这娘俩不会出什么事了吧？你有些紧张，忙站起身，穿上鞋子准备出门去寻找他们娘俩。可你刚打开房门，却正巧碰到了从外面回来的他们，一阵香风从门口吹了进来，你彻底愣住。此刻的沈幼楚嘴里正哼着不知名的小调，步履轻松，嘴角翘起的幅度表明他现在的心情很不错。他的手里拿着几个手提袋，婉婉一只手牵着他的衣角，另一只手里拿着的依旧是你送的那个洋娃娃。最让你愣住的原因是，他们俩已经换上了合身的新衣服，2双灵动可爱的杏仁眼在看到你时，明显也愣了一下。下一刻，婉婉就甜甜的靠了上来，叫了一声爸爸。明显今天出去玩了一圈，并换上新衣服的婉婉心情极为愉快。这一声爸爸差点让你的魂都飞了，你连声音都带着颤音的应了一声，然后蹲下身子，揉着婉婉的头发，一把抱过可爱的小家伙，率先走进了家门。爸爸今天给你做面条吃好吗？加2个鸡蛋那种。好，婉婉喜欢吃鸡蛋，婉婉最喜欢爸爸了。门外的沈幼楚在风中凌乱，小家伙刚刚还说最爱妈妈，转眼这就叛变了。婉婉并没有等多久，带着鸡蛋的面条很快就做好了。你将面条端到他的面前，刮了刮他的小鼻子，然后习惯性的转身往卧室走去。你刚刚转过身，却不想突然被小家伙拽住了自己的衣角。爸爸能陪婉婉一起吃饭吗？软糯的声音再次响起，你回过头便对上婉婉期待的目光，有些犹豫，偷偷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沈幼楚。沈幼楚没有说话，也没有看你，
好像没有听到婉婉的话一般，自顾自地嗦着面前的面条。你有些无语，面前这种情况实在难搞，要杀要剐给个痛快话，这样不说话是几个意思？你只能尝试性的试探道：“那我就留下来陪婉婉吃饭。”爸爸坐婉婉身边，回答你的是婉婉。他开心地拍着另一边的椅子，你摸了摸鼻子，表情不自然地从厨房又端来一碗面条，坐在了婉婉的身边。妈妈坐在左手边，爸爸坐在右手边，中间的婉婉第一次被爸妈簇拥着，脸上的笑容就没断过，就连吃饭都格外卖力起来，直接将满满的一碗面条吃得干干净净。最后还是沈右楚怕小家伙吃撑了，不准他再吃，小家伙这才罢休。只是饭后，婉婉想让爸爸妈妈一起陪自己玩公主屋的愿望却落空了，最后只有你一个人陪着婉婉玩耍。而沈右楚吃过晚饭后，便独自回到了主卧。对此你也能理解，能让你上桌一起吃饭，沈右楚肯定已经做了极大的心理斗争。你将自己带入到沈右楚的立场，想了想，如果是自己在遭受到以往的那种对待后，想让自己和仇人和睦相处，自己肯定做不到。不对，如果是自己，那原来的你肯定现在连尸体都找不到，直接剁碎了喂狗那种。一直陪着婉婉玩到晚上9点钟，婉婉已经困到不时点着小脑袋，但她依然不愿意去睡觉。这期间你也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婉婉如今已经3岁了，可是小家伙到现在都不会自己脱鞋子。要知道正常3岁的孩子都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对此你也知道，这是之前不健全的家庭环境导致，不能急于一时，但你还是感到无比揪心。沈右楚就是在这时从卧室走了出来，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注视着沙发上的你与婉婉，眼神中的意思清晰明了，你秒懂。将婉婉从沙发上抱起，在她的小脸上亲了一口后，眼带笑意道：“婉婉，该睡觉了，明天爸爸再陪你玩，好吗？”婉婉原本快要眯起的眼睛微微睁开，她看了看你的脸，又扭头看了看沈右楚，然后小脑袋突然埋进爸爸的脖颈间。婉婉今晚想和爸爸睡，突如其来的话语让你有些不知所措，也让沈右楚脸色微微泛黑。最怕空气突然安静，你面带无辜的看向沈右楚，这可是小家伙自己的想法，真不是你撺掇的。沈右楚暗暗攥紧拳头，这小白眼狼枉费自己照顾他这么久，这才2天就被敌人的糖衣炮弹腐蚀了，最终还是小家伙得逞了。沈右楚简单给他洗漱一番，小家伙美滋滋的钻进了爸爸的被窝，婉婉像只树袋熊一样抱着你的脖子不愿松手，你也任由他这样抱着自己。这是你第一次哄娃睡觉，又想起网上的育儿经验，于是温柔的给婉婉讲着睡前故事。很快，婉婉心里无比的满足，沉沉的睡了过去。翌日清晨，婉婉还在熟睡，你依旧早早起了床，轻手轻脚的推开卧室门，来到客厅，准备出去晨跑。下一刻，你像是不敢相信一样，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客厅茶几上的药膏竟然不见了，你眼睛逐渐发亮，脸上更是扯出一抹会心的笑容。今天你是带着愉悦的心情出的家门，晨跑、洗澡加做饭，你总共花费2个多小时。做完早饭之后，今天还有一项任务，叫女儿起床。婉婉被你温柔的声音唤醒，她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在看到你的第一时间，可爱娇憨的笑容就逐渐在脸上绽放开来。小家伙伸出2只软嫩的双臂，一副要爸爸抱抱的姿态，你立刻伸出手轻轻地将他抱起，为他将昨天刚买的新衣服穿上，这才抱出门去洗漱。你有在视频上学过怎么去照顾小孩子，可理论终归是理论，现在一实践起来，你才知道有多么的难。小家伙的身体太过娇嫩，你不敢用力，所以整个过程都显得笨手笨脚的，特别是给小家伙扎头发时，显得力不从心，忙活了半天，到最后只能扎成歪歪扭扭的。爸爸是大笨蛋。婉婉看到镜子中自己歪斜的头发，嘟着小嘴嘲笑起你捏了捏他的小鼻子，惹得婉婉不由咯咯咯的嬉笑，也伸出小手去捏你的鼻子。沈右楚从卧室出来，就看到父女俩这温馨的一幕，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走进厨房将早餐端出，或许连他自己都没发现，他的嘴角早已在不经意间微微翘起。一家3口简单的吃了一顿早饭后，你并没有将婉婉还给沈右楚，而是继续带着婉婉来到沙发前，玩起了公主屋。只是这次你在和婉婉玩耍期间，不经意地给她小脑袋里灌输了一些很简单的数字，从1到10的数字。在发现婉婉的问题之后，你就暗暗制定了一个计划，在平时的玩闹中培养小家伙自主学习的计划，从简单的数字开始，到一些生活常识，你会慢慢教导婉婉。显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但好在婉婉非常聪明，之前只是没人教她这些，现在在你不经意的引导下，她很快就记得了其中的一些知识。而且你发现自从昨天沈右楚回来后，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一样，明显多了一些往日不曾有过的神采，这是个好现象，让你心里舒服了许多。沈右楚一边下载着平台等软件，一边观察着这对父女之间的互动，此时他也发现了你在潜移默化的教导着婉婉，他不动声色的看着，心里泛起了一丝丝甜蜜。他早就想教导孩子，只是之前的家庭环境，他们生活都已很艰难，他哪有能力去像一个正常的母亲一样教导婉婉。沈右楚收回目光，看向手机屏幕，不愧是最新款手机，软件的下载速度很快，仅几秒钟，几个软件就已下载完成。沈右楚在登上自己微信的瞬间，就有未读信息弹了出来，是之前跟了他2年的小助理楚楚。他的微信总共就那几个人，除你以外，还有之前公司的楚楚的信息，从他结婚后一直到前2天，一直不间断的在发，大都是问他的近况，只是他一直没能回复。看着这一连串的信息，沈右楚心里微暖，当即回了一句：“不好意思啊，楚楚，之前一直没能回你信息，我现在挺好的，不用担心。”信息发送后没2秒钟，对面的信息秒回了过来：“沈姐，你终于活了，你还以为你结婚后就不愿意搭理我了呢。沈姐，你不知道，自从你消失后，公司里流言蜚语四起，
特别是那个讨厌的刘丽，这2年都嚣张的不行，逢人就说你的坏话，说你活该，真是气死人了。看到楚楚的信息，沈右楚小嘴微微抿起，刘丽说的没错，自己确实是活该。之前在公司时自己一直压着刘丽一头，退圈后刘丽会这样也是情理之中。楚楚，你最近怎么样？生活还好吗？沈右楚没有回应楚楚的话，而是问起了她的近况。挺好的，沈姐，放心好了，我可是打不死的小强，只是我想沈姐了。沈姐，你还会复出吗？沈右楚怔了一下，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渴望，自己还会复出吗？他扭头看了看你，又看了看婉婉，片刻后眼神中的渴望慢慢淡去，应该不会了。不过楚楚要是想我的话，我们可以找时间约出去见一面呀。此时江城市中心的天美娱乐大厦中，一个身高1.6米左右的小姑娘放下肩膀上的重物，双手更是激动地拿着手机不停敲打着，但很快一道尖锐的女声将她从开心中唤醒。赵楚楚，你在偷懒吗？快点干活！你还以为你是之前当红小花的助理吗？不想干的话，趁早滚蛋！声音的主人是长着一张狐媚子脸的女人，她的脸向上扬起，细长的柳叶眼中满是不屑。看什么看？还不把设备抱到录音室去，耽误了我录音，你能赔得起吗？赵楚楚白了这女人一眼，但还是扛起地上的设备往录音室走去。好的，沈姐，这周6我放假，有空联系啊。沈右楚看着这样一条信息，脸上终于挂起了笑容。他又翻了翻，见没有别的什么信息了，便又切换到微博。微博上自己的最后一条动态，还在2年前是自己宣布退圈的声明。原本几十万的粉丝数，如今已经变成几千。除将尸粉以外，竟然还有一些老粉，经常留言关心着自己。随意翻了翻微博热搜，都是最近的花边新闻，但其中竟然有几条在说着最近爆火的一首歌《一生有你》，神仙歌曲，神秘歌手，仅凭一个视频一夜粉丝破100万不凡，他究竟是谁？深度解析，带你盘点最近的一首宝藏歌曲。沈右楚挺好奇最近爆火的歌是什么样子，于是他循着标题点了进去，手机屏幕自动跳转到一个视频界面，熟悉的吉他旋律响起，客厅里陡然安静下来，只有歌声在3人耳边回荡。你尴尬的扭过头，婉婉大眼睛扑闪的扑到沈右楚的怀里，看向手机屏幕。沈右楚彻底愣住，这熟悉的歌声不就是前2天从你房间里传出来的歌？原来那天他是在录视频，还是婉婉最先出声？他伸出小手指向手机屏幕，抬头看向沈右楚，是爸爸在手机里。是爸爸呢。沈右楚摸了摸小家伙的脑袋，回应道，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你会有那么多钱给家里置换家具，点赞数都几百万了，能没钱吗？他扭头望向你，那线条分明的侧脸，眼神复杂莫名。婉婉得到妈妈的回答，更是开心的又扑回你的怀里，2只小短手捧着爸爸的脸，大眼睛里全是亮光，奶声奶气，爸爸好温柔。婉婉也要唱歌，2只软乎乎的小手按在自己脸上，你眼神逐渐融化，同样用2只大手捧起女儿的小脸。婉婉也喜欢唱歌吗？喜欢。婉婉弯起大眼睛，毫不犹豫地回答你，笑容更加灿烂。好呀，那爸爸教婉婉唱歌，等婉婉学会了就到手机里唱好吗？婉婉不停点着小脑袋，然后开心地对着你的侧脸用力地亲了一下。得到奖励的你顿时喜笑颜开，在小家伙满是崇拜的眼神下，飞速地跑回侧卧，将吉他拿了出来，回到沙发上。你抱着吉他调了调弦，扭头就看到沈右楚和婉婉都是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自己，你脸罕见地红了一下，然后抚着琴弦。今天爸爸创作一首专属于婉婉的儿歌，爸爸先唱一遍给婉婉听，下一遍爸爸唱一句，婉婉跟着唱一句，好吗？婉婉欢快地点头，小脸上充满了期待。这首歌叫《勇气大爆发》，婉婉听好了。说完，你轻轻扫动琴弦，轻快的旋律随之在客厅里响起。婉婉的节奏感竟然出奇的好，她摇头晃脑的跟着旋律轻轻摆动着，不由自主的也跟着小家伙摆动着身体。看着这对动作频率一致的父女，沈右楚眼神渐渐软化，一抹笑容悄悄浮现在他的脸上。他竟然也加入了你们的节奏，一家人第一次全部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这一刻，就连客厅都明媚起来。跟着歌声，婉婉握起小拳头，做了个冲压的超人手势。你这时也放下手中吉他，跟着小家伙一起做着手势，然后伸出手指轻轻点在婉婉的峭壁上。婉婉扑到你的怀里，2只小短手紧紧揽住你的脖子。爸爸，婉婉喜欢这样的爸爸，你不要变回以前那样了好吗？婉婉软糯的声音在耳边响着。你微张着嘴巴，眼中突然水雾弥漫，把婉婉紧紧抱在怀里，脸深深的埋在婉婉的衣服下。爸爸再也不会那样了。声音沙哑又带着坚定。沈右楚看不见此刻你的表情，他此刻早已泪流满面，但他脸上却挂着笑容。他知道以前的日子再也不会出现了，再也不会。还是你最先将情绪调整回来，将吉他放在身边，将婉婉抱到自己的腿上。婉婉，那你们现在来学歌了，我唱一句，你跟着爸爸唱一句好吗？好的。婉婉非常迅速的答应了。接下来的时间变成了父女2人的教学时间，整整1上午，客厅里都回荡着2人的歌声。见2人沉浸在学歌中，沈右楚默默地做起了午饭，只是他做的明显没有你的手艺好，惹得吃饭时婉婉一直嚷着以后都要吃爸爸做的饭，这让沈右楚吃醋的白了小家伙一眼，心里更是愤愤不平。小没良心的，这才2天就被收买了，这种家庭氛围让你很舒心，才像是真正一家人该有的模样。婉婉学得很快，只用了3天时间，就将《勇气大爆发》这首歌完整的唱了出来。在婉婉的强烈要求下，你也给婉婉拍了视频发了平台。视频里的婉婉穿着粉色的公主裙，头戴蝴蝶结，小小的身体跟着音乐一晃一晃，可爱极了。你在拍摄时脸都笑开了花，满脸都是这是我的女儿，你教
骄傲的傲娇表情。在一边看热闹的沈右楚不经意间看到你的脸色，差点憋笑到岔气。他是第一次见到你竟然还能有这副模样。这3天时间，因为你的良好表现，沈右楚与你的关系缓和了不少，至少沈右楚现在会主动与你说上2句话了。谁都没有想到，悟饭这个账号的第2个视频竟然是首儿歌，歌曲依然是原创，依然是那么好听。平台总部刘韵在第一时间就发现了这个视频，在看完整个视频之后，他想都没想就给了最大的推流。这么萌的奶团子，这么好听的歌，刘韵一脸姨母笑，整张嘴都咧到了2颊。紧接着平台热搜又炸了，一生有你的风波还未彻底落下，勇气大爆发的风暴就已刮起。这次视频的热度来得更加迅猛，仅仅1下午，点赞数就来到了500万，评论数更是多到离谱。这也导致晚上的时候，你不得不再次将手机静音，抱着婉婉坐在沙发上，乐此不疲地刷着评论区。评论区个个都是人才，你刷着根本停不下来。我要有这么个女儿，我不允许方圆百里有黄毛。这是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翌日周六，你刚刚晨跑结束，擦着汗推开家门，就看见沈右楚穿着新买的吊带睡裙从卫生间里出来。他明显刚洗完澡，正吹着头发翘脸，被热气吹得微红，两人大眼瞪着小眼。你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句诗来：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这用在此时沈右楚的身上正好。见你像只呆瓜一样紧盯着自己，沈右楚下意识地捂住胸口，脸上逐渐充血，就连耳垂都开始泛红。明明两人都结婚2年多了，现在这感觉竟好像刚在一起的小情侣一般。早啊！沈右楚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与你打了个招呼，迈向卧室的脚步不由得加快。你简单回了一声，沈右楚没再说话，逃也似的跑回了卧室。你无奈地笑了笑，将脑子里的胡思乱想甩掉，哼着歌走进了卫生间，洗澡做饭叫婉婉起床，日常3件套。你推开卧室门的时候，婉婉还在熟睡中，她小嘴微张着，四仰八叉地躺在你的大床上。经过这几天正常的饮食与睡眠，婉婉脸色水灵了许多，虽然还是那么瘦，但精神面貌肉眼可见的好了许多。你坐在床边看了一会，俯下身子轻轻捏了捏小家伙的鼻子。婉婉起床吃饭了，躺在床上的小家伙撅了尖小嘴，微微睁开眼，当看到你时，嘴角两侧止不住的上扬，然后他慢吞吞地伸出小短手，抱住你的脖子。爸爸！奶声奶气中带着撒娇。你笑了笑，伸手将他抱起，走出卧室门，将他放到洗手台前的凳子上。小家伙这2天都是自己洗脸刷牙，你在旁边扶着他，给他挤牙膏拿毛巾什么的。婉婉很聪明，你只教了2天，他就学会了这项技能。沈右楚也在这时走出了卧室门，身后的长头发也被他高高的盘起，扎成了一颗小丸子头。这个样子的沈右楚让你眼前止不住一亮，暗暗点了点头。这才是20多岁该有的活力吗？还是太瘦了？要是圆润点肯定更好看。沈右楚心里还是有些紧张，脸颊微红，这是他第一次在家打扮成这副样子，不知道好不好看。他抬头看了看还在照顾婉婉的你，不动声色地走到餐桌前落座。刚刚他眼睛好像亮了一下，那就说明还是好看的吧。等等，自己为什么要在意他的看法？沈右楚生气地鼓着腮帮，筷子不经意地在碗里搅拌2下，他在气自己的不争气。你也在这时抱着洗漱好的婉婉落了座。婉婉甜甜地喊了一声妈妈，然后拿起自己的专用小勺子，舀起面前金灿灿的小米粥。今天能和我们一起出门吗？正低头享受着美食的你，突然听到沈右楚的话，你抬头看着沈右楚，一脸疑惑。沈右楚点点头，没有看你，只是耳垂已经鲜艳欲滴。好啊，你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路上你拦下一辆出租车，你们今天要去市中心的益达广场。沈右楚与他以前的小助理赵楚楚约在那里的一家奶茶店见面。之所以要带上你和婉婉，完全是因为赵楚楚想见见小家伙，而小家伙这2天成了你的小尾巴，和你形影不离，所以你纯粹是沾了小家伙的光。时隔2年，他又能见到沈姐了。赵楚楚心情很激动，他提前买了几杯奶茶，坐在座位上一直盯着奶茶店门口。赵楚楚与沈右楚共事1年半，2人情同姐妹，沈右楚对他真的很好，只是可惜之后沈右楚就与你在一起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沈姐非要和那个一无是处的男人在一起，他想不通，也劝过当初的沈右楚，就好像铁了心一般，根本听不进去劝。赵楚楚脑海里正在胡思乱想着，突然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牵着一个蹦蹦跳跳的小奶团子从店门口走进来，他的眼睛一亮，猛地站起身挥舞左手。沈姐这里。沈右楚听到声音，一抬头就看到赵楚楚那挥舞着的手，他的脸上不由洋溢起笑容。楚楚果然还是没变，依旧是那么活泼开朗。走到近前，两人眼里除了欣喜都有些湿润。阔别已久的姐妹见面，她们都有些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赵楚楚仔细端详着沈右楚，眼睛更红了，她一把拉住沈右楚的手，小嘴都瘪了起来。沈姐，你瘦了好多，是不是那个男人对你不好？他人呢？我帮你教训他。沈右楚抿了抿嘴，与赵楚楚一起坐下，又将婉婉抱在身边坐下，这才开口：楚楚不用担心，他现在待我挺好。你呢？我走之后，你工作还顺利吗？我也挺好的。沈姐，你都不知道我多想你。两人相互询问着近况，聊了一阵后，赵楚楚才将视线移到小家伙身上。小家伙刚刚在旁边一直乖乖的，赵楚楚只顾着与沈右楚叙旧，一直没仔细看他。现在仔细一看，眼睛立刻亮了起来，和沈姐长得好像，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特别是那双灵动的大眼睛，一眼就能让人喜欢上这个小家伙。沈姐，这就是婉婉吗？跟你好像好可爱啊。赵楚楚一边说着，一边离开座位，蹲在小家伙前，伸出手摸了摸小家伙的小脸，然后他的眉头又微微皱起。小家伙与沈姐一样，都是那么瘦。赵楚楚现在心里无比气愤，他敢肯定，那个一无是处的男人肯定对沈姐与孩子不好。越想越气，他现在恨不得当面质问那个男人。于是他抬起头看向沈右楚，沈姐，不是说他也会来吗？人呢？沈右楚也能感觉到赵楚楚对你的敌意，只是
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只能尴尬的笑了一下。婉婉想吃冰激凌，去给孩子排队买冰激凌了。赵楚楚自然看到了沈幼楚脸上的神色，他心里顿时更气了。他的沈姐本就是温柔清冷的性子，现在这份温柔清冷里又多了一些怯懦，他能感受得到，怕吓到孩子。赵楚楚只能冷哼一声，回到座位上，暗地里却咬牙切齿的想把你给弄死。赵楚楚刚想说话，却又突然顿住，眼神也逐渐犀利起来，看向奶茶店门口。沈幼楚一愣，脸上表情更加尴尬，他以为是你来了，导致楚楚的敌视。刚想转身去看，一道略显尖细的声音从他背后响起：赵楚楚，你还有空喝奶茶？我交给你的工作做完了吗？刘丽，你有完没完？今天是休息日。赵楚楚脸色难看，像只炸毛的小猫一般，死死盯着说话的人。沈幼楚转过身，这才看清来人是刘丽，之前与自己一个公司的当红小花，走的也是实力派歌手的路，这不是沈姐吗？沈姐不在家，老老实实相夫教子，出来找楚楚做什么？刘丽眼带笑意，口中说出的话却满是嘲讽。沈幼楚还没说什么，身边的赵楚楚先怒了：刘丽，管好你自己吧，现在不是工作日，你少在这阴阳怪气。沈姐，我们走，这里有只疯狗乱吠，会影响我们的心情。赵楚楚说完，抱起婉婉，拉着沈幼楚的手就要离开，却不想刘丽一步挡在他们身前。他看着沈幼楚，眉角轻跳，又笑了：哎，沈姐你怎么这么瘦了？日子不好过吗？不好过和妹妹我说一声，我还能施舍施舍，谁叫我心善呢？你看楚楚现在就在我手下打杂，日子不是挺好的，你说对吗？楚楚。赵楚楚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地看着刘丽。沈幼楚猛地转过头看向赵楚楚，眼中满是不可置信。要知道打杂的就是卖力气，公司怎么能让楚楚做这个？只是现在明显不是问话的时候。沈幼楚转过头看向刘丽的目光也带上了怒气，只是他刚要开口，赵楚楚率先出声了：我与公司签的合同月底就到期了，到时我自然会辞职，只是希望某人不要爬得越高摔得越惨，如果沈姐复出的话，某人恐怕做梦都要吓醒。刘丽闻言一愣，她确实对沈幼楚有些阴影，毕竟以前沈幼楚整整压了他1年半的时间，他在的那段时间谁认识自己呢？不过刘丽很快就笑了，她带着藐视的眼神看着沈幼楚：复出，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有公司敢签这样一个带着孩子的过气艺人吗？说起孩子，沈幼楚，你的孩子长得挺不错嘛，你可以考虑考虑，将他培养成新一代的当红小花。刘丽说着话满脸不屑，甚至他还忘乎所以的想要掐一掐婉婉的小脸，把你那脏手给你拿开，你保证你敢碰他一下，你让你哭都没地方去。你目光中带着狠厉，快步走到沈幼楚面前，将手中冰激凌递给他们3人，然后你面向刘丽，将沈幼楚与婉婉挡在身后。刘丽被吓了一跳，身体也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2步。看来你生气的样子压迫感很强，只是他定了定神，仔细看向你时却突然笑了，原来是这个小白脸，没用的废物，我当是谁？原来是你啊，怎么公共场合下你还想打人吗？你皱了皱眉，回头看向沈幼楚，眼神带着疑问，明显是在问他这个泼妇是哪来的，是以前公司的歌手，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遇到他。你生气的样子，或许别人不怕，但沈幼楚却有些害怕，看到你望着他，他头微微低下，看到沈幼楚这样，你眉头皱得更紧，心里更是叹了口气，没再询问沈幼楚。你转过头，居高临下的盯着刘丽，歌手，不好意思，我没听说过你，也不认识你，我只知道好狗不挡道，请你让开。你很认真的说着，闻言刘丽声音更加尖锐，做人你要看清自己的分量，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天天巴结人家花样男团里的叶天陈帅，天天请人家喝酒，现在在这跟我装什么大尾巴狼？你仔细想了想这2个名字，终于想起来这2人是谁？这是原主之前所在男团的成员，退圈后原主想重新出道，确实经常请他们喝酒巴结他们，只是人家鸟都不鸟他。你说的这2人我也不熟，你再这样纠缠，别怪我喊保安了。刘丽狠狠地剐了你一眼，但还是乖乖让开身子。你拉起身后的沈幼楚，又示意赵楚楚跟上，径直往外面走去。只是与刘丽擦身而过时，刘丽对着沈幼楚却又突然开口：哎，可惜啊，某人再也唱不了歌了。沈幼楚，我的新歌这个月底发布。说完，刘丽竟开心的笑了起来。沈幼楚怎么跟我比？刘丽渐渐的声音回荡在几人耳边。赵楚楚恨不得现在就冲上去给他一耳光。明明知道沈姐喜欢唱歌，现在又唱不了，他这么说简直是杀人诛心。你的脚步也为之一顿，深深看了眼刘丽，然后面无表情的继续向外走去。沈幼楚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抿了抿嘴。然而这时，一道稚嫩的童音却忽然响起，声音清脆又坚定：妈妈唱歌比你好听，你说个坏阿姨。众人愕然，谁都没想到小家伙这事会为自己的妈妈发声。你只是愣了1秒，然后面带微笑的揉了揉小家伙的脑袋，心里暗道厉害，果然是我的女儿。本来心里还有些气，婉婉一出声，你心里的气立刻就抛到了九霄云外，没有理会刘丽的反应。你们几人就此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一行人来到一家餐厅，沈幼楚与赵楚楚2人聊着天。之前一直走在路上，有些事他心里担心却没有问，现在终于坐下，四周没有外人。他拉着赵楚楚的手，终于问出了他一直想问的问题：楚楚，你怎么会给刘丽打杂呢？还有云姐呢？她现在在做什么？云姐是沈幼楚之前的经纪人，年龄快40岁了，但她一直很好。听到沈幼楚的问话，赵楚楚神色难掩低落。在你走后，云姐没过多久就被辞退了，她找了好久工作都没找到，后来她母亲更是生病住院，她需要一直在医院照顾，她的母亲就只找了一份保姆工作。沈幼楚没想到云姐现在竟然沦落到这种地步，她眼前有些恍惚，依稀能看到那时云姐做事时干脆利落的模样。2人都沉默下来，沈幼楚抿了抿嘴，她知道这一切都怪自己，若不是自己的任性，云姐不会这样。她为自己违抗过那么多次公司的命令，自己有前途时，公司自然不会说什么，自己拍拍屁股
说退就退，可想而知云姐会遭遇什么样的对待。气氛有些沉闷，几人草草吃过饭后，赵楚楚又与沈右楚说了一会话，便匆匆离去。沈右楚的心情一直很低落，本来你们一家3口约好下午陪婉婉去游乐园玩，可是他现在连玩的心情都没有了，你自然能感受到他的心情，想说些什么，但最后还是没有说出口。其实你也不懂为什么沈右楚当初像是被灌了迷魂药一样，要和你结婚，原主不知道，你更不知道。沈右楚想回家了，他想一个人静静，只是当他看到婉婉期望的眼神时，又有些于心不忍。为了不让婉婉要失望，最后你们一家3口还是来到了游乐园。小家伙很开心，他是第一次来到游乐园，拉着你的手就要往里冲。沈右楚这时也勉强打起了精神，他不想以后婉婉回忆起第一次的游乐园之旅时，自己是悲伤的。一家人率先体验了旋转木马，之后又玩了几个项目，天色也在不知不觉中暗淡下来，游乐场也亮起了七彩灯光。最后一个项目是摩天轮，等你抱着婉婉与沈右楚开门坐进里面时，婉婉已经趴在你怀里熟睡过去。摩天轮缓缓上升，地上闪烁着七彩光芒的建筑逐渐缩小，但你不知道的是，沈右楚也是第一次来游乐园玩，更是第一次坐摩天轮。他的一双杏眼好奇地看着座舱外，眼睛里面闪闪发亮。他看着窗外，你看着他，许是察觉到了你的目光，他的耳垂慢慢泛红，娇嗔地白了你一眼。你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目光，有些吃不消。摩天轮上自带的灯光照着他消瘦的脸，你突然感觉有些晃眼。摩天轮还在缓缓上升，下一刻城堡内的四处几乎在一瞬间同时往空中放起了烟花。烟花绽放的这一刻，你清晰地看到沈右楚脸上露出一抹倾城的微笑，那是发自内心的笑，你都有些看呆了。摩天轮这时也慢慢升到最高处，烟火更加清晰，沈右楚的俏脸也更加迷人。你不用再像之前那样害怕。烟花声中，你的声音有些轻。沈右楚没有听清，转过脸来看着你，带着疑问。你没有看他，继续看着空中绚丽的花火，轻声说道：“你太温柔了，这样不好，会被欺负。你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害怕，我知道的。你想唱歌，我也知道你有很多事想要去做，放心去吧，婉婉有我照顾呢。”沈右楚没有回应，你转过脸来，就看到他脸上已是2行晶莹，他抿着嘴，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你，眼神中那浓烈的委屈与复杂，像是要将你淹没。你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不明白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就哭了呢？你是谁？沈右楚一直紧紧盯着你，那双杏仁眼中已是水雾一片，清脆的声音不大，但落在你心间却是那么响亮。你默然，空气渐沉默，似乎连烟花的声音都消失了。好半天，你才朝他温柔地笑了笑，然后开口，声音突然有些沙哑：“我是陆范。”沈右楚继续看着你，你的笑容让他感觉自己的心跳突然乱了，如小鹿乱撞一般。你的回答更是他想不到的。他看着你清澈到发亮的眼眸，眼泪突然落得更快。他抱着自己的双腿，将脑袋埋下，轻声抽泣，然后开口：“对啊，你是陆范，你不是他，还能是谁呢？我给你讲个俗套的故事吧。以前孤儿院里有个小女孩，她很胆小，但孤儿院里一直有个比她大1岁的哥哥保护她。有一天，她被一群男孩欺负了，那个哥哥将她挡在身后，始终没让她受到一点伤害，自己却是遍体鳞伤。那时在她眼里，那个比她大1岁的哥哥就是她的天。可是，在那之后，哥哥就消失了。直到后来她长大了，再次见到了那个哥哥，也如愿以偿地嫁给了他。你听完后却有些哑然，现在终于明白了一些事。沈右楚抬起头，泪眼朦胧，整个人显得那么孤单又可怜，终于将他心底的秘密说了出来。没人懂他的倔强，所有人都为他不值，只有他自己坚信自己是值得的。可是结果却是那么糟糕，他也曾无数次后悔过。直到现在的你出现，他问他是谁，他说他是陆范，这就够了。你突然能理解沈右楚的心情了，看到你眼中的温柔与爱惜，沈右楚再也忍不住，直接扑到你的怀里，与婉婉抢着你怀里的位置，小声的抽泣着。婉婉被吵醒，迷蒙着双眼，不解地看着自己的妈妈占领了自己的位置。小家伙只是愣了一下，然后欢天喜地的一手搂着爸爸，一手搂着妈妈，吧唧吧唧2口亲在他们的脸颊上。今天是婉婉最美好的一天。你看着怀里的大小美女，顿时哑然失笑。生活的轨迹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这就够了。不过有些计划要做一些改变了。烟火逐渐落幕，摩天轮缓缓降落到地面。沈右楚抱着婉婉走在前面，你跟在后面，看着健步如飞的沈右楚，摸了摸鼻子。从摩天轮下来后，沈右楚就从你怀里离开，整个人好像一瞬间恢复了以往对你的冷漠态度。沈右楚心里很紧张，就连抱着婉婉的手都是紧的。他感觉自己耳垂和脸颊都有些发烫。刚刚他竟然在你怀里待了那么久，还像个小女生一样在你怀里蹭来蹭去，真要命。他肯定觉得你正在心里暗暗笑话他呢。刚刚从摩天轮里出来的时候，他看到你脸上隐藏的笑意了。想到这，沈右楚脚步不由迈得更加急速了，好像在竞走一般。你也不知道这女人怎么突然那么有活力，你都要小跑才能跟上她的步伐了。直到出了游乐园的大门，见沈右楚还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你只能出声喊停他。喂，难不成你要走回家吗？就在这打车吧。沈右楚这才停下脚步，站在路边却不看你，他更加觉得你一定又在后面笑话他了。可恶，更加丢脸了。等了好久，你才终于打到一辆出租车，这也让你第一次有了买车的念头。回到了家里，你将婉婉抱回房间安顿好，你也快步往卧室走去。躺在床上后，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对比你的酣然入睡，沈右楚倒是有些辗转反侧。
刻，他躺在床上，一闭上眼睛，脑海里就不自觉地浮现出今天在游乐园的场景。沈幼楚有些气恼地拉过被子盖住自己的脸，想要强迫自己睡着，可他那不断眨动的睫毛却无时不在展示着他此刻的内心有多么的不平静。清晨6点，你照例准时醒来，晨跑、洗漱、做饭，喊婉婉起床，一条龙结束，却不见沈幼楚从房间里出来。看着那紧闭的主卧房门，你挠了挠脑袋，看来昨晚回来的确实有些晚，他竟然睡到现在还没起床。你也没有叫他的想法，给他留一份早饭就好了。然后你将用过的碗筷洗净放好。从厨房出来时，沈幼楚也起了床，俏脸微红的穿过客厅，来到浴室洗漱。你还想继续唱歌吗？你开口问道。听到你的声音，沈幼楚微微愣了一下，半天没有反应。你拿着手机倚在浴室门框上，静静的等待着他的回答。片刻后，他轻柔的声音才在你耳边响起，想，只有一个字，没有过多的回答。在沈幼楚心里，现在的日子已经是他这2年不敢想象的生活，而唱歌是很遥远的梦想，只能埋在心中。你没有再问，只是点点头，便拿着手机回到侧卧，打开后台私信翻找着。你的后台私信早就爆炸，自从第一个视频发布之后，你只大概刷了一下，后面一直没看，现在想再翻找很困难，但你还是默默滑动着屏幕，耐心的一条条过滤着。终于你的眼睛陡然一亮，随即点开其中一条私信，看着私信里的内容，你手指不自觉地敲打着屏幕。或者某些考虑，本来你发视频的初衷只为了赚钱，等赚到足够多的钱，将婉婉和沈幼楚安顿好，你再功成身退。可是经历昨天的事情，你改变了想法。这条私信的内容很简单，繁星娱乐诚邀先生加入我们的团队，以先生的音乐才华，我们会以最快的时间将你打造成超一线巨星。私信最后面是繁星娱乐的联系电话。繁星娱乐是华国娱乐公司的3巨头之一，你没有犹豫，输入繁星娱乐的联系电话拨打了过去。电话只响了几声便被接通，听筒里传来一道御姐声：喂，你好，请问哪位？你好，我的账号名字叫不凡，我收到你们公司的邀约私信，请问现在方便聊一下吗？此刻，远在魔都的总部李诗雅接到电话，神情微微发愣，她没想到这个名叫不凡的创作者真的会给她来电话，毕竟距离她发私信邀约对方已经过去几天，她还以为对方不会涉足娱乐圈。喂，还在吗？见电话那头默了声音，你又问了一句。李诗雅儿陡然反应过来，然后她的脸上止不住浮现出一道喜色。要知道这几天要说网上最火的，无疑就是这个神秘的家伙不凡先生。我是繁星娱乐人力行政部副部长李诗雅，请问你是要加入我们繁星娱乐吗？李部长，不好意思，我暂时没有涉足娱乐圈的想法，但是我想给你们推荐一个歌手，不知道贵公司有没有这个意愿？李诗雅不由有些失望，苦笑着摇摇头，她想要的是不凡。不凡先生是这样的，我只是副部长，如果是你要来的话，以你的名气，我完全可以自己做主。可是若是别人，这个你不用担心，我推荐的人唱歌的水准绝对一流，而且我会给他作曲写歌。不凡先生，我懂你的意思了，我得跟上面请示一下。行，那我等你消息。5个小时后，对方的电话打了过来。不凡先生，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可以让你推荐的人加入公司，但是上面的意思是，目前你只有2首歌存在，而且还有1首是儿歌，你不要误会，这2首歌都很好，但是上面还是想要再看看你作曲的能力，不知道方便不方便？果然，仅凭2首歌，对方不相信你的能力，作曲是吗？可以。你的回答简单明了。李诗雅的内心本来挺坎坷，但听到不凡这么干脆的答应，她的心里不由升起一些欣慰。今天她为了这事奔波了许久，她相信不凡的才华，可是上面还是有些怀疑，但最后公司还是同意给不凡一个机会。正好最近华音给了几个娱乐公司一个难题，他们最近因为这个难题邀请了许多词曲人，可惜没有能入演的，最后都被 pass 掉了。如果不凡能解决这个难题，公司将再也不会怀疑他。不凡先生，具体的事宜我们可以见面聊吗？这边还是需要你过来一趟，进行现场作词作曲。李诗雅非常诚恳地说道，她也想见一见这位神秘的家伙究竟长啥样。你想了一下，在家除了带孩子，其他也没什么事，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好的，什么时间地点？魔都，如果可以的话，明天就过来最好，毕竟越早越对你越有利，更能体现你的价值啊。那就明天下午吧。电话挂断后，你便订了明天上午10点的机票。不一会你竟沉沉睡了过去。外出的沈幼楚领着婉婉回来时，就看到熟睡着的你。婉婉走到沙发前，轻轻地依偎在你的怀里。梦中的你只觉得有只小猫一直在蹭自己的脸，你有些喘不过气，猛地惊醒。婉婉欢快的笑声回荡在你的耳边，你低下头，这才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宝贝女儿，用温软的小手捏住了自己的鼻子。爸爸吃饭了。你会心一笑，突然觉得这样的日子很不错。饭菜的香味这时也从餐厅飘了过来，让你感觉肚子有些发饿。沈幼楚的身影随之从厨房走出来，手上端着2碗米饭。他看了你一眼，轻声道，看你一直没醒，我就做了饭，色香味俱全，看得你都饿了。听到你的夸赞，沈幼楚有些羞涩，他点点头，又返回厨房，端了1碗米饭上桌。一家人吃着饭，你往婉婉碗中加了1块小酥肉，转头看向沈幼楚说道，我明天要出去一趟，暂时不知几天能回来。沈幼楚正喝着汤，突然听到你的话，一下子被呛住，止不住咳嗽起来。你忙递上纸巾，面带担心。沈幼楚接过纸巾，背过身去擦着嘴。听到你突然要出去，他确实有些慌乱，他不知道该不该去问你要去哪。明明1周前还想逃的他，现在听说你要出门，竟然下意识的有些不
不悦，还是婉婉问了出来：“爸爸要去哪呀？”你揉了揉他的小脑袋：“爸爸要去给妈妈找工作了。”然后目光看向沈右楚：“不好意思，没有问你的意见，就为你决定了。之前事情还没做好，就没跟你说。现在别人公司约我过去谈一下，这次谈成了，你就可以光明正大的付出了。繁星娱乐应该还是不错的。”他让自己唱歌。沈右楚下意识的看向你，你很认真。两人对视间，沈右楚杏仁眸子中突然弥漫上水雾，眼眶微微泛红，一双美眸突然温柔如水，这倒让你有些吃不消了，赶紧低头扒饭。沈右楚没想到自己竟然真的有一天还能继续唱歌，而且还是这个男人主动为自己选择的。谢谢你，我喜欢唱歌，很喜欢很喜欢。沈右楚轻声说着，声音越发坚定。他喜欢唱歌，而且他还想让楚楚和云姐更好，不再受欺负。自从和赵楚楚见面过后，他一直在担心着他们。不用谢，你喜欢这就够了。你抬头笑意温柔。翌日清晨，你们快回去吧，估计最多就那么1-2天，我就回来了，别担心。你叫停一辆去往机场的出租车，转身对着沈右楚说道。沈右楚点点头，眼中竟有不舍神色。明明之前他还恨不得逃离你，没想到短短几天时间，他会对你的离去而感到不舍。好好的出去2天，怎么搞得跟生死离别一样？你狠下心来不再看他，转身坐进出租车内，车子驶离，后视镜中的2道身影逐渐变小。你闭上双眸，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3小时后，你刚下飞机就感受到了魔都的热情。对比江城来说，这里的人太多了，跟着汹涌的人潮，你艰难地挪动着身体，一直走到5号出口，才稍稍松口气。站在出口前，你看向外面举着牌子的大队人马，找着属于自己的名字。在来之前，你就与李诗雅约好时间，她会在出口这里接你。现场举牌子的人太多，好多都是粉丝接机，这让你找了许久才终于看到一个穿着职业套装的高挑女子，手里举的赫然是布范的牌子。你快步走上前去，对她挥了挥手：“你好，你是李部长吗？我是布范，现实名叫陆范，抱歉让你久等了。”李诗雅看着眼前的人，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之色，但她很好的掩饰了起来。知道你年轻，但没想到会如此年轻，像大学刚毕业的一样，而且长着一张完全符合成为明星的脸。李诗雅不免有些遗憾，要是能签约你，那该多好。你好，我是李诗雅，这里人太多，我车停在地下停车场，现在正到饭点，咱们先找个地方吃饭再详谈。好，你点点头，与李诗雅并肩往外面走去。李诗雅果然是久经职场的人，她一边走着一边找话题与你聊着天。她本以为你这种小年轻不怎么会聊天，可接触下来却发现你竟然能跟上她的话题，侃侃而谈，一点都不像其他的小年轻一样腼腆，这让李诗雅不由又高看你一眼。果然优秀的人到哪都吃得开。你当然不知道，李诗雅又对你高看了一眼。如果你要是知道，肯定很无语，毕竟你有着2世的记忆，加起来50多岁的人了，要是这点情商都没有，那自己可以直接找个绳子了。两人上了车，你看着窗外繁华的魔都，李诗雅不时给你介绍着当地的特色。只一会，两人就到了一家特色餐厅。等待上菜的时候，李诗雅才说起正事：“我就叫你陆先生吧，不知道你这次推荐的是谁？素人还是职业歌手？不知道李部长听说过沈右楚没？以前是歌手，不过后来退圈了，现在算是复出吧。”谈起正事，你神色也认真起来。李诗雅儿皱皱眉，她听过沈右楚的歌，2年前的《当红小花》唱功确实很好，不过她皱眉的原因是，当初沈右楚是因为恋情曝光被迫退圈，而且恋爱的对象好像还是个毫无作为的小白脸，这就很不好处理。李诗雅思索了片刻，将额前的一缕秀发撇至耳后，才定睛看向你：“我知道他，不知道陆先生与他是什么关系？知道他以前为什么退圈吗？”你看着李诗雅的眼睛淡淡道：“夫妻，她是我妻子。”便是久经沙场的李诗雅在听到你的回答时，也不由瞠目：“夫妻，他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小白脸？开什么玩笑？难不成沈右楚与那个离婚了，又找了一个？”看到李诗雅的表情，你猜到了他在想些什么，不由苦笑道：“你想的没错，我就是当初与他被曝光恋情一起退圈的那个。”李诗雅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她听过沈右楚，但不知道他和谁在一起了。像以前你这种靠脸吃饭的偶像男团，她自然不会关注。她现在都有些怀疑，那2首歌是不是你写的了？你没有给他多想的时间。在看到他面带纠结时，继续说着：“让他加入你们公司很难吗？如果真为难的话，我再想办法。而且我的要求不只是让他加入你们公司，我还希望他在你们公司要有最顶级的资源和自由，合同也不能卡。说到底还是利益问题。我相信有我的帮忙，繁星娱乐会更上一层楼。我还是希望你们能慎重考虑。”你一口气说完，端起水杯淡定地喝了一口水。李诗雅面色凝重，明显有些为难。她开口说道：“说到底我们没有合作过，只凭你发布的那2首歌，可没有这么大的价值。沈右楚唱功我是认可的，可娱乐圈讲究的不只是唱功，我相信你也清楚，让他付出不难，但要的顶级资源、合同、自由，我们基本没有签过这种。这件事容我们再好好商量一下，这不是小事。”李诗雅虽然没有明确拒绝，但话里话外都透露着这是基本不可能。你们可以商量，我在这也表达我的态度，不只是你们这次遇到的难题，以后你们需要歌，甚至是剧本，不管什么类型，只要你们开口，我都可以给你。我还是很希望我们能够成功合作的。你们这次让我来，不就是想看看我的能力吗？我来了，何不在看过之后再做决定呢？你淡淡说道，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李诗雅深深地看了你一眼，这么自信的人她还是第一次见，这就是传说中的小白脸，世人愚昧。最终李诗雅在吃过饭后匆匆离开了，她要去和公司商讨，临走时给了你一张房卡，等我消息。
是他临走时说的最后一句话。你来到酒店房间，简单洗漱了一下，便躺在床上思考着，如果繁星不行的话，你还会去其他公司，如果都不行，大不了你多赚点钱，自己累点开个公司，带着沈幼楚猥琐发育得了。你丝毫没有发现自己的想法不知不觉间改变了，从刚开始只想做个咸鱼，到现在为了沈幼楚去奔波，短短的相处，你越来越为他们着想了，更是不自觉融入了这个小家庭。李诗雅的电话是在下午3点时打来的，她已经到了楼下，表示你需要与她一起去繁星大厦一趟。你没再多说什么，直接下楼与李诗雅会合。繁星娱乐的公司位于魔都最繁华的区域，一整栋大厦全是繁星娱乐的产业。此刻繁星大厦18层，董事长李天、人力部部长张浩，还有其他几个繁星娱乐的经理都在。张浩的脸色很难看，董事长、李副部长的业务能力我没话说，但是这次我觉得他对这个陆范太重视了。他以前就是个3无的艺人，现在竟然跟我们提这么离谱的要求，我觉得我们就是在浪费时间。对于张浩的抱怨，李天摆摆手，脸上带着和善的微笑，还是要给年轻人一些机会的嘛。这次先看看他的才华，不行的话，我相信小女也不会多说什么。看着董事长一副和蔼的模样，张浩只能憋着气，心里却在病腹诽着，还不是因为那是你女儿，你就偏心吧。李天看到张浩这副受气包的模样，又笑了笑。他作为公司董事长，自然不会女儿说什么就是什么。实际上他也听过那2首歌，只能用完美来形容，不过他没必要向张浩解释什么。至于说那2首歌是不是人家本人所作，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李诗雅带着你在这时到了会客厅，你从进门开始就看到不少这个世界上爆火的明星，他们每一个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果然是3巨头之一，这豪华程度看着就让人生出一种高大上的感觉。一进到会客厅，你就感觉在座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你，他们眼神里流露着各种神色。你很自然地落坐在客位上，一人对着一群，表情淡然。李天心里止不住升起一丝欣赏之意，这么年轻的小伙，面对这种阵势还能表现得这么大方，第一印象不错。好了，既然正主到了，那就开始吧。陆先生是吧？你的要求我们开会研讨了一下，沈幼楚签约可以，资源也可以按最顶级的给，但是合同不能自由，这个我们真给不了，没有这么签的，你应该能理解我的意思吧？你点点头，自然知道理解。所以合同签多久呢？李天呵呵笑着直视着你，5年，我们以最顶级的资源培养他，并且他想发什么歌参加什么活动，我们不限制。你眉头微皱，丝毫没畏惧他的目光，同样直视着他。5年太长，我相信我的能力，你们的资源加我的才华，1年之内他必是顶流，或许都不要1年，所以我最多能答应的是2年，余下1年给你公司带来足够多的利益就可以了。这2年沈幼楚的歌不需要你们操心，而且我可以免费帮你们繁星写歌，但数量有限，大话谁不会说？1年之内成顶流，你在做梦吗？你刚说完，就见坐在李诗雅边上的一个秃顶男人嗤笑了一下，眼神轻蔑地看着你说道。你只瞥了一眼他，你没有理会，去盯着李天。李天眯了眯眼，手指轻轻敲动桌面，脸上笑意越加明显啊。年轻人有自信是好事，2年也不是不可以，但这一切都要看你的实力。次请你过来，一方面是谈合作，另一方面最近华音下发了个全民活动，要求每个公司都要参与，但是只有1首歌能当选，我想拿下它，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实力呢？你微微点头，心想我来不就是为了这个活动吗？具体活动细则让李副部长跟你交接吧，那我就等待你的好消息了。只要你的歌被认可，我便可以马上签合同。李天轻轻笑着，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一切谈妥你也放松下来，站起身与李天握了握手，便和李诗雅离开了会客厅。李诗雅有些唏嘘，她没想到父亲会答应这么离谱的条件，不过这次的活动确实很重要，官方下场举办的活动，届时获得当选歌曲的公司自然会获得官方的青睐，其中的好处不言而喻。李诗雅在看你时眼神有些复杂，挺希望你能一鸣惊人的，这就代表着自己的眼光是对的，那时候公司的一些闲言碎语自然会不攻自破。看下吧，这是这次活动的细则，只有3天时间给你创作，希望你能如愿，我也希望我们能合作成功。李诗雅从抽屉中拿出一个文件袋，递到你面前说道。你打开文件袋，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大的标题，平凡的英雄。看到这几个大字，你的神色立马严肃起来，继续往下看去。办公室内很安静，只有你翻动文件的声音，你的表情是自穿越以来最严肃的一次。你翻过文件，下面有几张照片，第1张是一群医生护士们穿着防护服，第2张是3个消防员，他们身后是被扑灭的大火，第3张是几名只有背影的战士，看不到他们的脸，第4张是快要倒塌的教室，一名教师正抱着一个孩子递给外面的人，而他的身后已空无一人，他是最后一个。看完所有文件，你将文件一一整理好，收起，深深吸了口气。李诗雅也在这时打破了办公室的这份安静。怎么样，你可以吗？你只有3天时间，3天后华音就要结束这次甄选了。你点点头，放心吧，交给我，3天内我肯定给你们，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说完，你将文件收起，站起身来。那就这样，你给我准备一些曲稿纸，我回酒店慢慢研究好，我送你。他也不磨蹭，他知道3天时间想创作出一首好歌来很难。晚上9点钟，你洗过澡来到书桌前，将曲稿纸平铺在桌上，提起笔默默地思考着。你思考了许久才决定下来，就它了，只要平凡。第2天你简单吃过早饭。
饭，没有通知李诗雅，独自一人打车来到繁星娱乐。李诗雅还在办公室里忙着工作，突然看到你造访她，很是惊讶。你还有空来？你这只有3天时间啊，大哥，还不快去想歌曲？写什么歌？写完了。你笑笑在李诗雅的满脸震惊下，将曲稿纸递给她，先看一下，你觉得这首应该可以吧？李诗雅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你，干练的御姐，少见的情绪有些失控。开什么玩笑？一个晚上能写出什么好歌来？她不会随便糊弄过去吧？李诗雅皱着眉接过曲稿纸，她昨天还觉得这年轻人稳重优秀，今天对方就来打自己的脸了，她倒要看看他一个晚上写出来个什么。李诗雅将目光放到曲稿纸上，看到歌名时，她还一脸淡定，可接下来，当她慢慢看完歌词时，整个人都惊呆了。这是什么神仙歌词？处处写着平凡，却处处透露着不平凡。通篇媒体，一句英雄，却句句是英雄。这个歌词指点主题。随后，李诗雅又迫不及待地看向曲谱，片刻后，她忽然抬起头看向你，眼中放光。这真是你一晚上写出来的？你摸了摸鼻子，不然呢？我可是熬了一晚才做出来的。怎么样，这首歌行吗？李诗雅眼睛愈发璀璨，她紧紧盯着你，你真是太厉害了。我的选择果然没错，你能唱一下给我听听吗？我想听听唱出来的效果。你点头，闭上眼睛，稍稍酝酿一下情绪，这才轻声唱起。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结束后，李诗雅还沉浸在歌声中不可自拔，直至你轻轻咳嗽了2下，她才恍然回过神来，慌张地擦了擦脸上的泪痕。她的眼睛愈发璀璨，璀璨到你都不好意思再直视她，只好有些不确定地问：可以吧？太可以了，陆小友，真没想到你能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惊喜啊！办公室的门突然离开，李天一边鼓着掌一边往里走着，脸上带着明显被惊喜到的神色。说着，他的身后跟着人力部部长张浩。此刻张浩明显带着满脸震惊，他都不敢相信，这才多久，你就真做出歌来了？还是这么完美的一首歌？爸，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看到来人，李诗雅神色有些慌张，她偷偷又擦了擦脸上的泪痕，面带不满地对着李天喊道。李天却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依旧笑呵呵的，只是看着自家宝贝女儿的眼神有些怪异。他都多久没有见过自家女儿这副小女人姿态了？我要不来怎么能知道陆小友做了一首这么好的歌呢？你有些无语，这直接从陆先生变成陆小友了，心里不禁吐槽，果然是生意人，能给他带来利益的就是亲人。过奖了李董事长，您满意就好。你说道，非常满意。陆小友现在歌有了，那么只要这首歌被华音选上，与沈佑楚的合同我们便立马签署。现在我先跟陆小友签订一个合作协议吧，也省得陆小友担心不是。李天笑着点头，你终于松了口气，心里清楚，这是算是8、9不离10了。你们一行人就地签署了合作协议，只要歌被选上，那么你之前与繁星娱乐所说的合作将会立马展开。签署完毕后，你对着李天告辞，李董事长，既然事情定下，那小子就先行离开了。好，希望我们日后合作愉快。你微微点头，拿着合作协议，转身往办公室门外走去。我送你吧，眼见你就要走，李诗雅突然说道。你注意到他刚刚一直都有些不敢看你，似乎对自己之前像个迷妹一样的表现感到有些羞耻，这对一个御姐来说就很。只是现在你要走了，你从他的神情里似乎看到了一丝莫名的不舍。我记得你不是还有工作没做完吗？小鹿又不是小孩子了，哪里需要你送来送去的？你刚转过头，还未说话，对面的李天突然先说了起来。你见状只好带着谢意对李诗雅笑了笑，谢谢李部长的好意了，我自己打车回去就好。说完，你转过身走出办公室，顺带将门轻轻关上，这才大步离开。而办公室内的李诗雅此刻像只发怒的小猫，爸，你什么意思？人家刚送来歌，你转脸就让人走，哪有你这样？还在房间里的张浩看到这个场景，突然浑身发毛，咽了口水，连忙说道：那个我还有些工作没处理，我先告辞。没等李天说话，张浩一溜烟窜了出去，顺带将门关严，直到出门后，他才擦了擦脑门上的细汗。李天看着女儿的样子，也不发怒，只是有些语重心长：小雅啊，你也不小了，该找个对象了。陆小子是挺不错，但你可别忘了，人家是有老婆的，而且据我所知，他还有个女儿吧？李诗雅突然沉默片刻后，才冷冷地说道：我当然知道，我送他只是因为他是你邀约过来的，就这么简单。御姐又恢复了高冷，这气质连他父亲李天都有些发怵。行，你知道就好。我突然想起，我也还有工作要做。说完，李天拔腿就走，只是刚走出门去，突然又将脑袋探了进来。我说真的，乖女儿，你都26了，真该找个对象了。滚！好嘞，不催了，老子现在就滚。刚回到酒店，你还没选好机票呢。李诗雅的电话却打了进来。陆先生，不好意思，我爸的语气不太好，我代他向你道歉。电话里，李诗雅表达着歉意，语气有些冷，像是还在生某人的气一样。你有些惊讶，其实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且李天表达的已经很委婉了。作为资本大佬，他已经很给面子了。至于有没有卸磨杀驴的意思，见惯了资本市场形形色色的人，你对此早已了然。没事，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你不用放在心上。听到你这么说，李诗雅的语气也稍稍缓和了下来。你不在意就好。对了，你现在在回酒店的路上吗？我现在已经到酒店了，我准备收拾一下，订好机票就回江城去。电话那头却沉默了一下，紧接着李诗雅的声音又传了过来。是这样的，陆先生，你最好再等2天。如果你的歌词被选上，估计华音那边还需要你的协助，毕竟词曲都是你做的，毕竟你对这首歌的理解最深。听到李诗雅的话，你打算回家的算盘落空，心里顿时空落落的。好吧，
我知道了，那我就再待几天，到时你通知我。与李诗雅的电话挂断，你遗憾地放下手机，转头看向窗外飞逝而过的风景。你有些想家里的小家伙了，想到婉婉，连你自己都没发现，脸上莫名扬起了笑意，仿佛心有灵犀一般。沈右楚的电话这时就打了进来，你接起电话，电话那头立马传来婉婉的声音：“喂，是爸爸吗？”是小家伙，即便看不见婉婉的样子，但你脸上依旧升起姨母般的笑容，回应道：“是爸爸呀。”婉婉这是想爸爸了吗？想爸爸。妈妈问你啥时候回来。此时的家里，婉婉双手捧着手机，窝在沈右楚怀里，甜甜的说道。沈右楚俏脸立即爬上红晕，无奈的白了小家伙一眼。明明是他吵着要打电话给爸爸，怎现在扯上自己了？自己可没有问过这话。那你跟妈妈说，爸爸还要再过几天才能回去呢。你偷偷笑着，心里猜想，肯定是这小家伙想要自己回去了，却搬出沈右楚来。婉婉听到这话，明显有些不高兴，在电话里哼哼唧唧的，你嘴角微微翘起，换了个舒服的姿势趴在床上问道：“婉婉，今天有没有好好吃饭呢？”婉婉听到这话，立马抬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妈妈，然后像是做贼一般，低着头小声的说道：“有啊，可是婉婉更想吃爸爸做的饭。”小家伙的语气极为认真，认真到将偷听的沈右楚都给气笑了。这么小的年龄就会告状了是吧？拐着弯说自己做饭不好吃，然后沈右楚就听到电话那头你的哈哈大笑声，刹那间沈右楚的脸更红，他一把抢过手机：“好了，今天和爸爸的聊天到此为止。”喂。那不是我问的，我知道的。家里还好吧？你听到他的辩解，笑着回答。沈右楚只感觉更气了，是不是在憋着笑？很好，你这才出去了1天而已，能有什么事？好了，不说了，挂了，我要做午饭了。喂，你不能这样，我还没和小家伙聊够呢。再见。沈右楚却没有给你这个机会，直接挂断了电话。他的脸现在滚烫一片，再聊下去他怕他想揍人了。见婉婉还满脸遗憾地盯着手机，沈右楚决定今天中午就做婉婉最不喜欢吃的小青菜了。对的。小孩子不能挑食。你听到听筒里传来的忙音，遗憾的同时脸上却依然挂着笑。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沈右楚有这样的小情绪呢。之前的他总给你一种压抑的感觉。怎么说呢？你将之称之为缺少独自灵魂的人，而现在这种情况正慢慢好转，他在变回他自己，这就很好。等待的时间是漫长的，再过几天便将迎来8月。你在魔都已经过了2天，这期间你与李诗雅通过几次电话，你们两人的关系不再那么生疏，至少现在李诗雅不会再一口一个先生叫着，让你听着就很别扭。这2天依旧早起晨跑，一切好像都风平浪静。话音那边的消息还没传来，只能慢慢等着。第3天傍晚时，你却接到了一个陌生又熟悉的电话。喂，是老陆吗？我是陈深啊。闻言，你飞速地梳理了一下原主的记忆，是原主以前上大学时的死党了。疯子吗？好久不见啊！想到原主记忆里陈深的人品和性格，你微笑着开口：“有一个真心的朋友，貌似也挺不错的。老陆，你小子结婚后什么情况？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是瞧不上兄弟我了吗？”电话那头，陈深的责备声传来，只是里面隐隐带着的关心语气，让你止不住心里发暖。只怪原主结婚后，总想巴结着陈帅和叶天2人，连这个最好的兄弟都没时间搭理了。之前是我不好，你大人不计小人过，饶过我这次，以后见面请你吃饭，给你赔罪行不？说到心里，则又将原主暗暗骂了一顿，是人是鬼都分不清的玩意，太丢我陆范的脸了。哈哈，你说的，那你们下次见面聊，拜拜。说完，陈深便挂了电话。你刚挂电话，李诗雅就打来了电话。你的歌被话音选中了。据李诗雅说，那边的人只是一眼，就在万千投稿中选中了这首歌。李诗雅儿语气很激动，她给你打电话时，人已到了酒店楼下。她说话音那边准备拍摄一个 MV， 需要你这个词曲人去现场指导一下。你下了楼，李诗雅儿看到你时，捋了捋额前的碎发，双眸有些发亮。你摸摸鼻子，自动忽略了李诗雅儿的眼神。走吧。时间不早了，早点干完还能赶上午饭。你二话不说就钻进了后座，前面那么大的副驾驶坐不下你。话音那边负责拍摄 MV 的导演打电话来，可是一直夸你，怎么样？对 MV 和主唱歌手你有想法吗？可别去了那里掉链子了。李诗雅明显比较担心，你年轻没经历过这种阵势，放心。我有数。你脸上丝毫看不出紧张。李诗雅从后视镜看了你一眼，发现你确实没什么紧张感，才没再说这事。2小时后，车子停在一栋大厦门前停车场，你们2人一同并肩走进大厦。应该是李诗雅事先与别人约好的。你们刚进入大厦，立马有一众人迎了上来。林爷爷，你怎么亲自下来了？这要让我爸知道，他还不得骂死我。李诗雅快步走上前去，拉着为首老人的手撒娇道：“这个举动将你吓了一跳，玉姐撒娇，神仙也顶不住。”为首的老人脸上绽放出笑容，满脸宠溺。林丫头，你少来这套，你爸还敢骂你，不揍他就该烧高香了。玉姐罕见的脸红了一下，娇嗔道：“好了好了，说正事吧，这位就是陆小友吧？果然英雄出少年，一表人才，老爷子好，承蒙夸奖哈。我是陆范。”你礼貌地对着老人点点头，好。又有才华又有礼貌，不愧是能写出这首歌的人。我是负责这次 MV 的导演林思礼，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也跟着李丫头一起喊你林爷爷就好。林爷爷那小子就却之不恭了。你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笑容。好小姑啊，那咱们就上楼去吧。林思礼非常高兴，连称呼都变了，他直接拉起你的手往电梯里走去，一点也没有介绍他身后其他人的想法。你只能被迫跟上，但你还是与那些中年人点头示意了一下。电梯直接升到了20层，刚出电梯，林思礼就将你拉进了录音室中。小陆，听李丫头说你唱得很好，你先唱一下可以吗？我们收到这首歌到现在还没听过呢，主唱也没定下来。好的，你点头答应。小陆，清唱还是钢琴吧？这首歌只用钢琴伴奏就好。好。
谈起正事来，林思礼明显认真了许多。他将你一个人放在录音室，其他人都带了出去。随着工作人员将麦克风开启，一群中年人也都翘首以盼。你走进录音室，坐下酝酿着情绪，进入工作状态后，整个人都变得很认真。外面人看来，录音室里面你的表情肉眼可见的变化了。林思礼见此点点头，这才是纯粹的音乐人吗？里面你开始弹奏钢琴，只要平凡的前奏也随之响起。外面一众人顿时都屏住了呼吸，听着钢琴声，眼睛都找一下的看向里面。在这里或在对岸，长途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一曲结束，你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情绪，才站起身走出录音室。外面的一群人还在怔怔地看着你。下一刻，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为你鼓起了掌。林思礼更是激动上前握住你的手，眼神火热。小鹿啊，就是这个感觉，我觉得主唱不需要换人了，就你上吧。我有预感，这首歌会在网上刮起一阵关注，平凡英雄的风暴，这正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效果。那些平时默默奉献的英雄们值得听到。老爷子这么夸奖，便是久经沙场的你也禁不住脸红了一下，但你还是摇摇头，一脸诚恳地对着林思礼说道：“林爷爷，我就不当这个主唱了，我有一个更好的想法，要不您听听。”林思礼皱眉，还有比这首歌词曲人更好的主唱？见林思礼明显有些不愿意，你也不再卖关子，飞快地将自己想法说出。是这样的，林爷爷，我觉得这首歌更适合孩子们来唱。一方面，孩子们的声音更加清脆空灵；另一方面，由祖国的花朵们来歌唱无名的英雄们，更能深入人心。听到你的解释，林思礼不由瞪大了双眼。妈呀！这人是鬼才吧？他怎么没想到呢？孩子们本身就自带让人亲切的属性，由他们来唱，再配合自己拍摄的那些素材，绝对能深入人心，绝了！不愧是自己看中的年轻人。这下林思礼的眼神更加热切，连他身后的那些中年人都好似突然醍醐灌顶一般，皆不可置信地看向你。他们在万千素材中选出了这些素材，配合这首歌的时长，可他们就是确定不下来主唱。没想到你一句话就解决了。小鹿，你真是个奇才，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华音工作？你放心，在华音肯定不会埋没你的才华。看得出来，林思礼是起了爱才之心，他想把你拉到自己身边，觉得你这样的人才放在外面太浪费了。别，林爷爷，我就一咸鱼，这次能帮上你们忙我已经很知足了。你连连摆手拒绝。林思礼无语，现在咸鱼都是这样的吗？不过他也没强求，反正你人就在这，也跑不了。以后真有这种机会再找你就是。等你从华音大厦走出，时间竟然已经来到下午1点，现在你整个人脑子都是胀胀的。那些家伙一谈论起工作来，一个个积极的不行，简直堪比工作狂。最后还是李诗雅撒娇说要去吃中午饭，你们俩才逃脱出来。陆范，你是不是该请我吃顿饭？与华音共创要发财了。李诗雅罕见的俏皮了一下，吐了吐舌头打趣道：“这个御姐越来越没有御姐的样子了。”你挑了挑眉，你一个家大业大的人，还要宰我这个平头老百姓啊？好意思吗？小气李诗雅白了你一眼，气鼓鼓的先上了车。你笑了笑，赶紧跟上。和这个御姐越熟悉，越能感觉到她性格真的很好，丝毫没有初见时的那种压迫感，典型的外冷心热。最后你还是没能逃掉这顿饭，让李诗雅美滋滋的蹭了一顿大餐。吃过饭后，李诗雅载着你来到繁星娱乐，这次来这里是拿合同，也是你最初的目标，沈幼楚的签约合同。你们俩坐上电梯，不知道为什么，你突然感觉李诗雅兴致好像不太高的样子，整个人蔫蔫的。明明这货刚蹭了一顿大餐，你真是不理解女人的心思，太难懂了。出了电梯，径直来到李天的办公室，他早已在办公室里等候多时，合同也已准备好放在桌上。他脸上带着万年不变的笑容，看着推门而进的你说道：“陆小友，合作愉快，合同在这，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你点点头，在办公桌前坐下，当面看起合同来。合同很正规，一式3份，只要沈幼楚签上字就立即生效。合同内容也与之前说的一样，繁星娱乐会给沈幼楚最顶级的资源，最大程度的自由。就一句话，沈幼楚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人能强迫他。而这也正是你想要看到的。合同的周期是2年，之后续不续约全看沈幼楚自己的意思。合同全部看完，你将其收起，站起身，伸出手与李天握了握。谢谢你，李董事长，合作愉快。能够给出这样的合同，你对他李天的观感也好上不少，至少他不会像其他黑心资本家一样，开出的合同中处处是陷阱。不用谢，我看中你的才华，你看中我们公司的资源，互惠互利罢了。还有你曾经许诺为我们公司写歌，这我就不单独给你立一份合同了。我相信陆小友的人品。李天也站起身，与你握着手说道：“我自然不会推辞，但同样说明了自己的观点。放心吧，不过前提我可说好了，我只写主打歌，而且为谁写歌全凭我自己的意愿，不要什么阿猫阿狗都来找我写歌，有脾气还有才华来支撑这份脾气。”李天对你的观感越来越好，只是他看到一边女儿的样子时，心里又偷偷叹了口气，可惜了，年纪轻轻的，结婚这么早干嘛？以陆小友的才华，不是公司顶流歌手缺歌，我也不会向你邀约。毕竟你也知道，日后以你的名气，写出的必是精品，一般人没那个资格。双方合作愉快达成。李天这时突然话头一转，现在合同拿到了，陆小友又准备什么时候回去？你不知道他这么问是什么意思，但还是立即回答道：“我准备现在回酒店收拾一下，订机票，一会就走。毕竟这里的事已经不需要我了。”李董事长，还有什么事要交代吗？没有，那我祝你归途顺利。李天忙笑着说道。只是这笑容在你眼里看来，怎么听到你要走，他突然那么高兴呢？没做多想，你起身告辞。李诗雅将你一直送到酒店门口，没有跟上去。从进入繁星娱乐之后，他的兴致好像一直都不太高。陆范，
去机场你就不送你了，你自己去吧，你还有点事先走了。你转头摆了摆手好，路上小心。随后扭头往酒店里走去。李诗雅看着你的背影，莫名有些生气，一脚油门离开了这里。终于可以回家了，好想我的小宝贝啊！你飞快地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机票、退房、打车一气呵成。下午6点，你手中拎着满满的礼物，迈步走入熟悉的破旧小区，脚步竟也更加轻快起来。直到你推开久违的房门，客厅里静悄悄的，沈右楚和婉婉好像都不在家里，没有立即见到想见的人，你心里隐隐有些失落。然而下一刻，主屋的门突然被推开，沈右楚揉着迷茫的双眼，俏生生地走了出来。在见到你的第一时间，他猛地惊醒，不自觉地睁大眼睛看着你。他此刻穿着吊带睡衣，其中一只吊带脱落到了手臂处，头发睡得乱糟糟，微张着小嘴，偷偷一副睡美人的姿态映入你的眼帘。你们两人同时愣住，在右楚的余晖下，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对方。然后你的脸上逐渐绽开灿烂的笑容，开口道：“我回来了。”沈右楚的脸色慢慢升起红润，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心里有些慌张，却又有那么一丝丝甜蜜涌来。他低下头轻声回应，还不忘下意识地将掉落在手臂的脑袋悄悄拉到肩头。对了，这个给你。你从背后突然拿出一束薰衣草回来，路边正巧看到有人在卖，闻着挺香，我就顺手买了一束。沈右楚抿了抿嘴，他上前从你手中轻轻接过这束薰衣草，脸上已是爬满红霞。这是他收到的你送的第一束花薰衣草，花语是救赎与希望，他很喜欢。谢谢。沈右楚鼓起勇气，抬起头直视着你的眼睛，睫毛轻轻眨动。你吃过饭了吗？你倏然一笑，没呢。你们肯定也没吃吧？我来做晚饭，你去叫婉婉起床。沈右楚的本意是想自己做，你在外面刚回来，肯定累了一天，可看到你眼中的坚持，又想到你做饭确实比自己好吃的太多，终还是点点头。我去叫婉婉，他知道你回来了肯定很高兴，这2天一直在问你呢。沈右楚说着转身回到主卧，这次他并没有将门关上，而是就这么敞开着。你往里面望了望，婉婉四仰八叉的仰躺在床上，睡得正香。沈右楚轻手轻脚的将她抱起，她都没有反应，直到沈右楚将小家伙抱到你面前，亲了亲她的小脸，在她耳边轻轻说了一句：“婉婉，醒醒啊，爸爸回来了。”婉婉忽然有了动作，她慢慢睁开那双可爱的杏眼，迷茫的环视一圈，然后小家伙的眼中突然有神，2只小短手对着你伸出挥舞着：“是爸爸呀，爸爸抱抱。”婉婉好想你啊。小家伙如同树袋熊一般，被你抱住后就搂着你的脖子不愿松手，一直挂在上面，就连你到厨房做饭，他都不愿撒手下来。最后还是沈右楚板着脸，外加用你新买的玩具诱惑，才终于将小家伙给摘下来放到沙发上。婉婉一边玩着玩具，大眼睛还不时望向厨房，生怕你的身影再次消失似的。忙活了一会，饭菜上桌，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坐在了餐桌前。沈右楚低头看去，婉婉早已拿着他的小筷子大口吸溜起来，一根面条瞬间就被他吸溜下肚，同时他的一双眼睛也早变成了月牙。这种吃法像是沈右楚饿了他几天一样，让沈右楚又生气又无奈，技不如人，甘拜下风还能怎么说呢？这也让沈右楚加快了吃饭的速度。为什么他们娘俩在家时好像就没这个胃口？他一回来，他们整个人莫名就放松了下来。沈右楚一边吃着一边胡思乱想着，想想就可怕。以前他们恨不得远离这个男人，短短时间下来，竟然被你潜移默化的腐蚀了。餐桌上只剩下吸溜的声音，直至沈右楚吃完才发现，你和婉婉不知何时早就吃完，两人竟同步的对他行着注目礼。沈右楚俏脸不由又是一红，忙擦擦嘴站起身来掩饰尴尬，又将桌上碗筷收起。我去洗碗，你多陪陪婉婉。他将你面前的碗也叠了起来，拿起往厨房走去。看着沈右楚像阵风一般飘到厨房，你摇摇头，这次真的没想跟他抢。他慌什么？爸爸快来，和婉婉一起搭积木。婉婉从凳子上跳下来，拉着你的手往沙发前走去。在你的帮忙下，婉婉一边搭着积木拼出小房子的形状，一边奶声奶气的笑着。你故意在这时问起了家中的近况，小家伙更是知无不言。特别在说到沈右楚时，小家伙更是将妈妈卖了个彻底。妈妈也会想爸爸，我看到妈妈经常会看爸爸唱歌的视频偷偷笑，你偷偷捂嘴笑，真不是有意询问这个的。关键是婉婉说的还很大声，丝毫没有发现沈右楚已经从厨房杀了出来。此刻沈右楚俏脸红得像个熟透的苹果，眼睛里却满是寒意，居高临下的盯着这个卖妈求爸欢心的小叛徒。婉婉发现爸爸突然不说话了，疑惑的抬起头，就看到妈妈的一张大红脸，她呀的一声躲到你的怀中，嘴里一直念叨看不见，妈妈看不见。沈右楚不由起笑，伸出手拍了拍小家伙露在你手臂外面的屁股，眼睛却盯着你偷笑的脸，解释道：你别听婉婉乱说，我才没有，就有，妈妈骗人，骗人不是好孩子。婉婉小脸深埋在你的怀里，闷声闷气的喊道。沈右楚眼瞅着要炸毛，你立马举双手投降，将小家伙彻底露了出来。没有没有，我相信你，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是婉婉可惨了。立马被沈右楚捞了过去蹂躏起来。小家伙大眼睛中星光闪闪，伸手看向远处正襟危坐的你，完全没想到你转脸就把自己卖给了妈妈，为了这个家的繁荣昌盛，只能让我的小宝贝委屈一下了。一家人在一起玩闹了一会，婉婉最终委屈巴巴的一个人承受了所有，独自在那搭着积木。你揉了揉他的小脑袋瓜子，这才站起身来，从行李箱中拿出一个纸质的档案袋，放到沈右楚的面前，圆满完成任务。你看下，这是繁星娱乐的合同。沈右楚看了看神情认真的你，睫毛微微眨动，示意着他内心的不平静。他在外面仅仅几天时间，就真的为自己拿回了一份合同。沈右楚低下头，拿起档案袋拆开，翻看着里面的合同，一直看到最后，他的手开始微微颤抖。这是他做梦都不敢有的合同，顶级的待遇，完美的自由程度。就算他之前一直没有退圈继续唱歌，到现在他都不会有这样一份合同。沈右楚不知道你怎么做到的，就几天时间，你经历了什么，付出了多少，才
才能换来这样一份让人想都不敢想的签约合同。沈右楚抬起头，怔怔地看向你，眼中噙着泪光，抿着小嘴，就这样与你对视着。你脸上依旧挂着温柔的笑，仿佛这一切都是那么云淡风轻。半晌后，沈右楚才轻轻地开口：“陆范，其实我不唱歌也行的。”声音虽小，但却没有任何犹豫，非常坚定。你这才微微皱眉不解，明明他喜欢唱歌，想要唱歌，现在这是什么意思？你搞不懂，这女人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你不是一直想要唱歌吗？现在机会有了，怎么还退缩了？你语气加重了一点，这还是你来到这里第一次跟他这样说话。当了一辈子单身狗的你自然不会理解。沈右楚此时心里乱糟糟的，他突然觉得就这样过下去也挺好，真去唱歌了。他害怕之后会有变化，害怕生活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沈右楚小嘴又轻轻抿了一下，直直地看着你，泪珠一颗颗滑落。过了片刻，他才悠悠说道：“我害怕，害怕以后会出现不好的变化。”这是沈右楚第一次直截了当地对你说出自己心中的害怕。你愣了一下，然后微皱的眉头瞬间舒展然笑了，笑得很温暖。你拿起纸巾，抬手轻轻擦了擦沈右楚滑落在脸上的泪痕。沈右楚，你当我是什么人啊？我很认真地告诉你，你放心的去吧，不管发生什么事，这一切都不会有变化的。毕竟我可是做好了当全职奶爸的准备。沈右楚完全没想到你会这么说，还直接上手给自己擦干了眼泪。太久没有遭遇过这种亲密程度的沈右楚，顿时羞涩地低下了头，原本微红的脸瞬间通红一片，连之前的乱糟糟的心思都没空想了。你还以为他还在害怕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现在已经知道了，知道沈右楚应该是害怕做出改变，毕竟在家太久没有出去过的人，总会有这种心理。于是你又开口说道：“我说真的，婉婉就交给我就好，我会将她照顾好的。而且你也看了你那合同，自由程度很高的，想回来随时可以回来，不用担心家里，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就行。”你说着，沈右楚却压根一句话也没听进去，他脑袋里还是刚刚你轻抚过他脸的那个场景。沙发上的婉婉早就开始偷偷看着爸爸妈妈的互动了，他明显看到妈妈低着头的脸上，嘴角都已经微微翘起了，而爸爸还在那一直唠叨个没完。小小的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妈妈现在应该是开心的，而爸爸还在担心妈妈。于是他扑到你腿上，仰着脸眨着大眼睛，突发奇想的说道：“爸爸，婉婉今晚要和爸爸妈妈一起睡。”这句话一出，你瞬间石化。沈右楚更是抬头，眼神错愕的看向小家伙，一颗心扑通扑通的快要跳出了心口。好不好嘛，爸爸？见你没答应，婉婉开启了撒娇大法，在你腿上打起了滚。你咽了口水，转头看向就连脖子都已通红一片的沈右楚，眼神闪躲。这得问你妈妈同不同意啊？这要让你怎么回答？沈右楚羞涩到有些崩溃，他慌乱的站起身往卫生间走去。我困了，先去洗漱准备睡觉了。沈右楚仓皇逃跑，客厅里只剩下你与婉婉，大眼瞪着小眼，你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倒是婉婉从你腿上蹦起来，抱着你的脖子。妈妈说了，爸准备好就行。沈右楚有这么说。你转头看着紧闭的卫生间门，隐约能听到里面洗漱的声音，那就可以吧。你深吸一口小家伙身上的奶香味，给自己壮了壮胆子，心里告诉自己，这完全是为了婉婉，不是因为别的。过了好一会，沈右楚才从卫生间里出来，不动声色地回了卧室。经过客厅时，就连看都没有往沙发这边看上一眼。你这才抱着婉婉站起身，来到卫生间里，帮着小家伙洗漱完，自己又简单洗漱了一下，这才抱着小家伙出来。直到此刻，你的心才开始飞速跳动。从客厅到主卧，短短的距离，你好像走了许久，直到脚步彻底踏入卧室，你的脑袋已经空白一片，两辈子也没经历过这事啊。此刻很想寻求帮助，你该怎么做？沈右楚已经钻进被子中，好似睡着一般，侧着身子面朝里面，看不清他此时的具体模样，只是他那晶莹红润的耳垂显示出他现在的状态。你把门轻轻关上，关门声让沈右楚的身子小腹都抖了一下，但他依旧没有起来。你现在已经彻底摆烂了，都这样了，再紧张也没用，躺平就好。这样想着，你心态确实轻松了不少。将婉婉放到中间，你在床的另一侧坐下，搂过婉婉，开始给她讲睡前故事。今天爸爸给婉婉讲白雪公主的故事。你温柔的话语声在房间里回荡，沈右楚睫毛微微动了动，那颗剧烈的心也随着故事的展开慢慢平静下来。到后来他竟不知不觉睡着了，与他一样，婉婉也在你的故事中慢慢睡着。夜色已深，你见他们的呼吸慢慢平静下来，这才关上灯，钻进被子中躺了下来。枕头上都是那熟悉的淡淡清香味，你第一次知道，原来女生的枕头是这么香的。搂了搂身边的婉婉，伴随着香味，你也很快熟睡了过去。一夜无话，第二天你的生物钟依旧准时，清晨6点你就醒了过来，下意识地搂住怀里柔软的娇躯，然后猛然呆住。婉婉什么时候这么大了？你咽了口水，眼睛往被子里看去，你的怀里哪还有婉婉的身影？不是小家伙，而是沈右楚。你彻底傻眼，他怎么钻你怀里了？淡淡的清香萦绕在你的鼻尖，怀里的娇躯柔软温热，你的道心瞬间破碎。你不自觉地俯下身子，直到贴近沈右楚的俏脸，就这样停住，做着剧烈的思想斗争。然后你看到他长长的睫毛轻轻眨动，吓得你赶紧再次坐直身子，悄悄地抽回被他压在脖子下的手臂，弓着腰，你小心翼翼地下了床，窜出了卧室，到了卫生间洗漱。你满脸挫败，这大清早的也太折磨人了。你不知道的是，在你刚刚走出卧室后，床上的沈右楚竟睁开了好看的杏眼，微微松了口气，他捂着发烫的脸缩进被子，一副见不了人的模样。就在你坐起身的时候，沈右楚就醒了，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跑到你怀里的，竟然还把你的手臂当成了枕头，就很丢脸。直到察觉到你的呼吸打在自己脸上，他心里才有些恐慌。他想干什么？想偷偷亲自己吗？自己该怎么办？沈右楚那时候慌得要死，
又不敢醒来，只能继续装睡。幸好你及时止住了，要不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你了。只是当你真抽身离开后，他又隐隐感觉有些失落。沈右楚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准备好，只知道自己心里乱得很。过了许久，钻进被窝中的沈右楚才深深吐出一口气，顺其自然吧，一直窝到8点。沈右楚听到外面再次开门的动静，才从床上爬起，收拾一下走出房间。你已经到了厨房准备做饭，看到沈右楚出来，你表情有些不自然的打了声招呼，早啊。沈右楚的表情也有些不自然，他甚至都没抬眸看你，只是轻轻回应了一声，说完便走进卫生间洗漱。你没有多想，继续转过身做早饭。没想到沈右楚很快便洗漱完毕，径直来到了厨房，我帮你一起做吧。沈右楚表情自然，熟练的接过你手中的盆帮你淘着米。你只是稍稍愣了一下，很快便反应过来，欣然接受了这份好意，侧过身开始洗菜。两人很有默契，像是在一起生活了多年的夫妻一般。20分钟后，金灿灿的小米粥2碟小菜顺利出炉。你摘下围裙，洗了洗手，自然的走进主卧，将已经睡到床角的婉婉叫醒，捞起一家人愉快的吃了一顿早饭后，你看向沈右楚说道：“对了，你是8月初去繁星娱乐报道吗？”闻言，沈右楚也坐到沙发上，一双美眸轻眨。在这之前，我要先去接回楚楚，再去找云姐。他们若是知道我能重新复出的话，肯定会很开心的。沈右楚说着，脸上由衷露出笑容。之前贸然退圈，他最对不起的就是这两人。如今就算不为了自己的梦想，为了他们2人，自己也要努力才对。你点点头，揉着婉婉的头发，心里却在思索着，到时该写首什么歌来给沈右楚。这是他复出的第一站，必须打得漂漂亮亮的。沈右楚的音色很好，无论是甜歌还是伤感的歌，他都能驾驭，所以能选择的太多。你一时也有些拿不定主意。思索片刻无果后，你又想到了另外一件事。对了，过几天去买辆车吧，买2辆吧。再过1个月，婉婉就该上幼儿园了，来回接送方便。另外，虽然繁星娱乐会给你配辆保姆车，但平时闲暇时候，你出门在外还是需要一辆车的。沈右楚沉思了一下，也觉得可以买辆车。以前一直在家不出门，有没有车无所谓，现在要经常出门了，没车确实不方便。但是他又担心你身上的钱不够，毕竟你前2个视频的收益用来置办了许多家具，你又出门一趟，不知道还剩多少。婉婉马上又要上幼儿园了，到时候又是一笔花销。沉思过后，沈右楚抬头，眉宇中流露出一丝担忧之色。先买1辆吧，你在家出门接送孩子方便，我在外面暂时有公司配的车，应该不太需要，等你赚了钱了再考虑买车的问题。沈右楚想着，等自己发歌出专辑有收益了再考虑这些问题。想到这，沈右楚又有些忧愁，他自己都不确定自己什么时候能有歌唱。虽然繁星娱乐的合同是顶级资源，但上面还附带了一条歌曲自由，他不知道你是怎么跟公司谈的，资源都给顶级了，为什么不帮自己约歌？他有些疑惑，毕竟自己也不认识几个词曲人。想到词曲人，沈右楚突然愣住，然后看向一脸淡定的你，他好像就会写歌，虽然自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学会的，但小抖上的那2首歌，有1首还是你现场交给婉婉的。你自然知道沈右楚不买车的忧虑，淡定的摆了摆手，放心，你不用担心家里的钱不够，让子弹飞一会儿，过几天就有钱了。星期天，只要平凡的 MV 在早上8点准时上线，由华英与部饭账号共创推出，联合其他多部门同时转发，阵容可谓是空前豪华。当然，阵容再豪华，观众们想看的还是质量，只有质量过关了，大家才会买单，才会去关注这 MV 背后的故事。不过，网上现在一直流传着一句话，部饭出品必属精品。如今看到这个 MV 的词曲竟然都是部饭，大家也瞬间来了兴趣。这个神秘的家伙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定惊人。于是观众们纷纷点开这个 MV， 想要一览盛况，直至音乐和最后一张素材消失，部饭的身影都没出现，你依旧是那么神秘。但所有人都满足了，这些素材，这个视频里的一个个身影，深深的烙印进所有人的心中。甚至正片发出许久，都没有一个人点赞，没有一个人评论，大家好像都集体消失了。此刻话音的会议室中，林思礼一直在看着网上的实时数据，他不明白为什么同时有1亿多人在看，却没有一个点赞。难道大家对这个视频不认可吗？林思礼有些失落，他擦了擦微红的眼眶，有些难以接受这样的情况。然而下一刻，只见这个视频的数据突然起飞，点赞数与评论数更是如洪水般爆发，一发不可收拾。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数据以喷井式上升着，仅仅几个呼吸间，点赞数从10万飙到500万，然后1000万、2000万，平台迎来了他的历史首次卡屏。即使是这样，好像丝毫也阻挡不了广大网友们的点赞评论。他们从刚开始对华英影推出的这个 MV 感到好奇，在看到是部饭作词作曲时又是期待，但是现在完全看过后，他们彻底为之动容。共情是每一个人现在心底最直观的感受。这个视频也从末尾直接冲上来了热搜，牢牢占据热搜榜第一。华英的会议室中猛然爆发一阵欢呼声，林思礼也激动地握紧拳头，无言地看着飞速上涨的数据。原来大家不是没有感触，是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份感触。时间又过去半个小时，这份热度不仅是，甚至扩散到了微博。微博热搜清一色都是这个 MV 的话题，广大网友不断讨论着。不知是哪个网友最先看到华英平台上传了纯享版，只要平凡的音乐，而且设定为免费。这一时间，在看过
MV 的所有人都冲到华音平台下方打分、下载、收藏，一键3连。这一天内，整个华国娱乐圈都为之震荡起来。无论哪个娱乐公司或是个人，都在看过这个视频后默默的转发。这样的热度，他们无比羡慕，可又羡慕不来。他们只能跟着默默的蹭着热度，强行迈步人生。而此刻窝在你怀里低声抽泣的沈幼楚，拿着你的衣角，将眼泪和鼻涕都抹在上面，委屈巴巴的小可怜模样，惹得你一阵心疼。不就是看个视频吗？哭就哭了，怎么还委屈上了？沈幼楚终于知道你前几天在外面忙些什么了，创作出这样一首歌与华音合作，帮自己拿下那份不现实的合同。你到底经历了些什么？他都不知道。他委屈的是你在外面做了那么多事，回来都没告诉自己。你有没有因为这个事在外面吃亏？有没有给人甩脸色？又是耗费了多少精力去创作出这样一首歌？与此同时，城市中心天美娱乐分部，刘丽脸色阴郁的仿佛能滴出水来，她的经纪人秦姐同样脸色很差。房间内气氛沉闷，只有赵楚楚在不远处偷偷的笑，很是幸灾乐祸的样子。刘丽瞥了一眼自己的经纪人，她越发觉得这个年老色衰的女人真是没用。秦姐，你的歌不是原定7月底在华音上线，现在怎么回事？歌被撸下来，让我8月初再上线。公司的宣传都做出去了，我刚买的热搜，他们倒好，不声不响的将我的歌延期不说，更是霸占了所有热搜。秦姐，这事一直都是你负责，你要给你个解释。秦姐脸色更加阴沉，出了这样的事，她本就心情不好，现在刘丽还跟自己大喊大叫，一时间她心里更是气愤。你跟我要解释，有本事找华音去，跟我发什么脾气？谁知道从哪窜出来个不凡，一首歌愣是让华音的 MV 提前上线，若不是还要靠刘丽吃饭，秦姐压根都不想理他。那现在怎么办？刘丽语气依旧很冲，秦姐皱眉，他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蚁，还不能翻脸。她邪笑了一声，我们这样做。闻言，刘丽也只能如此。她在心里将不凡暗暗咒骂一通，都是她将原本属于自己的热度抢走。当刘丽转过脸，看到不远处正捂嘴偷笑的赵楚楚时，顿时更气不打一处来。赵楚楚，没看到这边乱成什么样子了吗？还不快过来收拾！声音尖锐刺耳，让赵楚楚忍不住掏了掏耳朵。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今天合同到期，已经递交离职手续了，老娘不伺候了。赵楚楚说着大笑起来，坐在椅子上翘着腿悠闲地喝着茶。刘丽唰的一下站起身，指着赵楚楚脸色一阵青紫白，半天也没能说出一句话来。此时吃过午饭，你们一家3口开开心心的打车出门，下午你们准时到了 4S 店，欢迎光临。先生女士，有比较中意的车型吗？负责接待的销售员眼睛放光，他有着几年的销售经验，这样一家3口来看车的80%能够成交。你点点头，在家是与沈幼楚2人提前研究了一下，最后选好了车型才过来的。有 H9 吗？顶配？有的。一听到你果然有中意的车型，销售员眼睛更亮。H9 顶配最便宜的落地下来也得要30多个。先生，我们这边 H9 顶配正好有现车，而且是2辆，一辆流沙金色，一辆龙胆紫色。您看，您先看那辆。销售员一边说着，一边带着你们3人往店里面走去。龙胆紫吧，看着更深邃一些，这也是你们在家早就商定好的。龙胆紫更显贵气，您需要出门在外也不会太失面子。先生真有眼光，龙胆紫确实更适合您夫人的气质。销售员一边说着，一边将你领到车前，介绍道：“这就是 H9 龙胆紫色顶配，先生坐进去试试。”你笑了一声，你就不坐了。幼楚，碗要给我抱着吧，你试试。你看到沈幼楚在看到这辆车时，眼睛明显亮了起来，显然他对这辆车挺满意的。沈幼楚有些害羞，双颊都有些微微发红，但他还是鼓起勇气将碗递给了你，然后坐了进去。他以前也幻想过他会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想到今天竟然实现了。车子很好，线条优美又不失霸气。看到沈幼楚有些爱不释手的样子，你更加开心，豪气的掏出你的银行卡和驾驶证，递给销售员。就这辆了，全款刷卡。销售员嘴角都快咧到耳朵边。好的，先生，我一定会给你最大的优惠。等我去准备材料。你没等多久，销售员就带着购车合同和各种材料回来了。几人走到休息区桌前坐下。先生，全款的话，你们这边可以给到您38.5瓦的价格，保险与上牌全包，并且送您全套汽车座套与车衣，明天就能提车。你点点头，二话不说输入密码，刷卡付款，所有手续结束。你与销售员约好明天上午过来提车，然后乐呵呵的离开了 4S 店。回到家中已是下午5点，刚到家的你接到了李诗雅打来的电话。喂，大才子，恭喜你啊！现在网上铺天盖地都是那首 MV 与你的新闻，你这下彻底火了，同喜同喜！我可没那么想出名，倒是你们公司这次肯定获得不少好处吧？你笑道，那还不是托你这个大才子的福。说正事，沈幼楚什么时候过来报道？电话那头，李诗雅调侃了你一句，然后笑着问道。你看了看沙发上正直棱起耳朵，悄悄偷听你电话的沈幼楚笑了笑。过2天吧，最迟3号，家里还有些事，处理完就过去。好，那我就在此恭候他的大驾了。李诗雅心里很好奇，能让你这样为他奔波的女人，到底会是个什么性格？4S 店的效率很快，第2天上午10点，销售员就打电话来通知，车子已经上好牌，办好保险，随时可以提车。提车的任务交给了沈幼楚，你没有和他一起去，而是留在家中照看着婉婉，一路到达 4S 店。沈幼楚成功提到车，尝试驾驶了一下后，他便驱车前往市区。他要去找楚楚和云姐，把他们一起带去繁星娱乐。沈幼楚已经做好打算，明天就去繁星娱乐报道。虽然你说可以晚些再去，可他并不想。
他也有自己的小心思，除了唱歌是他的梦想之外，他也不想像支花瓶一样只会依靠着你。此刻，沈幼楚并不知道赵楚楚已经离职，他开车到达天美娱乐大厦的不远处，才给赵楚楚打去电话，他想给她一个惊喜。电话很快被接通，沈幼楚脸上带着笑，就连声音都明媚了。楚楚，你猜猜我在哪？赵楚楚正在自己的出租屋中收拾着东西，离职之后，他打算打道回老家，他已经想好了。也正是这时，他接到了沈幼楚的电话：沈姐，你不在家还能在哪？笨蛋，我在你公司楼下了，快下来，我有事情跟你说啊。那沈姐，你等一会，我马上到。赵楚楚一下子有些慌张，沈姐怎么跑自己公司楼下了？她一时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跟沈幼楚说自己离职要回老家的事。幸好赵楚楚租的房子离天美娱乐大厦不远，不一会她便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楼下，左右张望着，直到她听到一声楚楚，我在这。她转头看去，见沈幼楚从一辆崭新的车上下来，正冲着自己招手。沈姐，你买车了？赵楚楚眼睛眯成一个好看的弧度，快步走到沈幼楚身前，看着沈幼楚旁边那辆崭新的车子，让一脸不可思议。那个男人竟会给沈姐买车，他不是对沈姐不好吗？沈幼楚笑着点点头，拉住赵楚楚的手，对啊，刚买的，今天来是有件事与你商量，你有空吗？赵楚楚这才发现，这次的沈幼楚好像和上次见到的又有些不同，皮肤水灵了不少，脸蛋圆润了一点，气色也明显好了许多。最主要的是，他身上的那股自信好像又回来了。见到昔日助理，沈幼楚眼中带着憧憬的光，直接拉起他的手，楚楚，再回来做我的助理吧，我们把云姐叫上，我要复出。话音刚落，赵楚楚瞬间愣住，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下一秒，他就激动地跳了起来，我就知道天无绝人之路，沈姐，太巧了，我刚辞职，我们又能并肩作战。然而沈幼楚却呆住了，他这才知道楚楚竟然已经离职，瞬间巨大的自责和难过涌上心头。对不起，以前是我太任性，都是因为自己才连累了楚楚和云姐，你们要向着未来看啊，我现在要复出了。紧接着他又问，你知道云姐在哪吗？我们现在就去找她。赵楚楚立刻报出地址，知道，云姐肯定在医院照顾妈妈。沈幼楚没有丝毫浪费时间，直接让楚楚上车，两人火速赶往医院。可就在车上，赵楚楚看着全新的内饰，突然好奇地问，沈姐，你复出她知道吗？沈幼楚点点头，嘴角不自觉地翘起，知道，这次复出还是她帮我谈的合同呢，而且这车也是她给我买的。一句话直接让赵楚楚惊得小嘴微张，她帮你谈的合同？怎么可能？沈姐，你不会骗我吧？沈幼楚却摇摇头，抛出更重磅的炸弹，是真的，她帮我谈的繁星娱乐的合同，而且是最顶级那种。赵楚楚彻底傻眼，她怎么也想不通，那个男人怎么可能谈下顶级合同？见他不说话，沈幼楚继续说，他现在对我真的挺好的，不要再用那种态度对他。赵楚楚这才回神，撅着嘴打趣沈姐，霸气护肤，我吃醋了，哄不好那种。沈幼楚俏脸一红，却没有反驳。很快医院到了，站在住院部302病房门口，沈幼楚心里忐忑不安。可当他敲开门看到云姐的刹那，眼泪险些夺眶而出。原本一头青丝的云姐，竟然生出了白发，坚韧的脸上写满沧桑，这个样子竟和之前的自己如出一辙。云姐在见到沈幼楚时，也彻底愣住，怔怔地看着他，两人对视一时无言。还是赵楚楚最先跑进去打破僵，云姐，我和沈姐来找你了。云姐这才反应过来，慌张地搓着手来了，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你看我这个样子。她强撑着笑容说，妈妈身体还好，再做一次手术就能痊愈。可那笑容里却藏着一丝苦涩，她已经山穷水尽，外面还欠着10来万，下次手术的钱她拿什么交？沈幼楚走进病房，低着头咬着唇，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云姐却走近他，拉着他的手，脸上露出欣慰的笑，你能来见我，我很开心，见到你现在这样，我更开心，说明你过得还不错。以前云姐拦着你也是为你好，你别往心里去。这一刻沈幼楚再也绷不住，云姐对不起。他猛地扑到云姐怀中，眼泪如雨滴般滑落。云姐轻轻拍着他的后背，柔声安慰，不用道歉，哪有妈妈会怪自己孩子的，我是真的把你当我女儿来对待的。听到这话，沈幼楚哭得更凶，云姐就这样一直抱着他，拍着他直到他哭累了，抬起红肿的双眼，看着云姐温柔的笑。沈幼楚抿了抿嘴，云姐，我要复出了，你还来做我的经纪人好吗？听到这话，云姐却猛地一愣，瞬间皱起眉头，你的孩子怎么办？你放心，那小子带着他吗？云姐眼里，陆范可不是什么会带孩子的老师，但沈幼楚却坚定的点点头，陆范是婉婉的爸爸，他会照顾好婉婉的，我相信他。云姐揉了揉太阳穴，压下心中的疑虑，就算他能照顾好孩子，可复出不是件容易的事，你有能签约的公司吗？公司又会给你什么资源？话音未落，沈幼楚立刻从包里掏出合同递过去，云姐你看，这是繁星娱乐的合同。看到繁星娱乐4个字，云姐瞬间愣住，那可是华国3巨头之一。她半信半疑的接过合同，仔细翻看起来，可越看越震惊。看到后面，她的手已经开始微微颤抖。这是什么神仙合同？沈幼楚绑架了繁星娱乐的老板吗？最顶级资源，不限制自由，2年短约，这简直就是霸王条款。云姐猛抬头，声音都在发抖，这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上面还有繁星娱乐的章呢。沈幼楚赶紧解释，生怕他不信。可云姐彻底呆住了，直愣愣地看着他。这份合同里的条款，他做经纪人这辈子都没见过，太离谱了。繁星娱乐疯了吗？云姐，明天我就要去报道了。沈幼楚见他还不信，只好再次强调。这下云姐终于信了，但脸上的震惊却丝毫未减。幼楚，你老实告诉我，你是怎么签到这份合同的？沈幼楚这才松了口气，脸颊微红。陆范去魔都帮我拿来的，他帮繁星娱乐写了首歌，一句话直接让云姐
怀疑人生。陆范写歌还换来这种逆天合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离天下之大谱。幼楚，别怪我不信他，他会写歌，就算会写什么样的歌，能值这样一份合同，你可别被他骗了，他真的写歌了。见云姐不信，沈幼楚立刻拿出手机，点开平台上那个叫不范的账号。云姐半信半疑的接过手机，一旁的赵楚楚也凑了过来。下一秒，我的天，1亿多的点赞！赵楚楚夸张的喊出声，又赶紧捂住嘴，这可是病房。云姐也傻眼了，什么视频能有1亿多点赞？紧接着她看到了账号名不范，后面还跟着话音，共创不范华音。云姐瞬间茫然，抬头一个荒唐的念头冒了出来，不范是陆范。赵楚楚也压着声音惊呼啊，不范啊！现在全网最火最神秘的那个家伙。看着两人震惊的模样，沈幼楚脸更红了。对啊，这下云姐彻底缓过神来，她眼神复杂的将手机还给沈幼楚。沈幼楚前途光明，她当然开心，可下一秒她却叹了口气，幼楚，以你的条件，一定能找到更好的经纪人，我就算了吧。为什么？云姐你不要我了吗？沈幼楚惊呼。云姐看向病房内，满脸无奈，你也看到了，你母亲需要照顾，我真的走不开，可以雇保姆啊。可云姐却面露难色，她哪有钱雇保姆？跟着沈幼楚只会拖累她。幼楚，你不用再劝我了，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好好珍惜，以后不要再那么任性。说完，云姐狠心扭过头去，不再看他。沈幼楚咬着嘴唇，她不明白为什么云姐就是不愿意跟自己走，希望而来，失望而归。一路上，沈幼楚都沉默着，将赵楚楚送回后，她独自驱车回家。可当房门打开，你看到她时，不由一愣，她哭了。事情顺利吗？你直接开口。谁知话音刚落，沈幼楚的嘴瞬间就瘪了，她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看到你像是找到了唯一的依靠，眼泪又开始打转。云姐她不愿意跟我去。你眉头一皱，为什么？记忆里那个严厉的女人不是最宠沈幼楚吗？紧接着沈幼楚便将医院发生的一切委屈巴巴的全部告诉你，你默默听着，直到她说完，才若有所思的点点头。我知道了。你突然站起身，你啊就是个笨蛋，在家带婉婉，我出去一趟。你去哪？沈幼楚满脸不乐意，不知是因为你说她笨蛋，还是不想你离开。你回头嘴角勾起一抹弧度，我去找回那个对你很重要的人。说完，你直接出门，先找到一家家政公司，随后驱车直奔医院。但你没有直接去找云姐，而是先找到了主治医生，从医生那了解了云姐母亲的全部情况后，才登上住院部。来到302病房前，你整理好情绪，脸上换上一副冷漠的表情，轻轻敲响房门。下一秒，房门打开，眼眶微红的云姐出现在面前。看到你瞬间一愣，你却声音平静气势十足的开口，云姐，不先让我进去吗？云姐皱了皱眉，但还是侧身让你进房。你刚踏入病房，一个头发花白瘦骨嶙峋的老人就看了过来。小云，这是你朋友吗？云姐还没来得及回答，你却快步走到病床前，一把握住老人的手。阿姨，我妻子是云姐的朋友，她之前来过，看您在睡觉就没打扰。老人一听，立马露出慈祥的笑容，原来是小云的朋友啊，你们有心了。你立刻接话，阿姨，我们有云姐做朋友才是福气，我妻子在家天天念叨云姐的好，我耳朵都要起茧。你话锋一转，开始碎碎叨叨，只可惜这次工作我妻子想和云姐一起，可她心疼您的身体，不愿去。您不知道，我妻子回家哭的那叫一个伤心。你身后的云姐脸色猛然一变，在她看来，你就是沈幼楚请来的说客。什么工作？小云，怎么回事？云姐的母亲并不知道女儿的具体工作。一听这话，花白的眉毛立刻皱起。妈，你别听她瞎说，没什么工作。云姐瞪了你一眼，连忙解释，可老人家又不傻，当即反握住你的手。小伙子，你跟我说说，到底什么工作？你故作为难，看了眼云姐，才慢悠悠开口，阿姨，这工作需要出差，我们本想为您雇个保姆，云姐放心不下，非要亲自照顾你。小云，你这孩子。老人听到这话，立刻转头望向女儿，工作需要出差，你就去啊？妈，云姐急了，心里更是恨死你。你知道她想留在这，根本原因是她走不了，她哪来的钱雇保姆？下次手术的钱都还没着落。就在这时，你平静的开口，云姐，我们出去聊聊。说完，你对老人笑了笑，便转身走出病房。云姐咬了咬牙跟了出去。走廊内，云姐抬头怒瞪着你，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却居高临下，仿佛在陈述一个事实。你可以当我是坏人，我只是不想让沈幼楚难过。你不跟他去，他会一直惦记你，到时候10分热情能拿出5分就不错了。你顿了顿，扔出一个重磅炸弹。对了，阿姨，下次的手术费我交了，保姆我也联系好了，电话给你，自己选人，你再施舍我。云姐一声怒笑，你却像个地痞无赖耸耸肩，你想多了，要还的，以后就从沈幼楚给你的工资里扣。你直视着他，一字一句，你和楚楚是沈幼楚带去，跟公司无关，他给你发多少工资我不管，反正这是我的钱，你必须还我。你双手一摊，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反正手术费和保姆钱我都交了，人家也不退，接下来你怎么做我可不管。说完，你没给云任何反应时间，转身就走。陆范，你别和沈幼楚说。当你快到门口时，云姐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你头也没回，只是摆了摆手，便快步离开了。走廊里，云姐看着你消失的方向，眼神复杂，许久才返回病房。小云那个小伙子回去了，见他独自进来，拍了拍床边，让他坐下。你别怪人家，人不错，妈见的人多，从他眼睛里就能看出他是什么样的人。老人握住女儿的手，语重心长，妈也知道你孝顺，但人的路有很多条，选错了以后会后悔。
悔？我的身体不是挺好吗？再做一次手术就能痊愈，医生也说风险不大，去吧。要是真因为我让你以后后悔，妈心里才真的难过。云姐低着头，沉默了许久，终于她轻轻点了点头。而你这边刚回到家，沈幼楚就凑了过来，小脸上写满了求知欲，你却故意不看他，欢快地抱起婉婉。婉婉，晚饭想吃什么呀？沈幼楚的表情瞬间呆住，他不可置信地看着你，从他身边径直走过。爸爸做的都爱吃，小家伙倒是很捧场，完全没注意妈妈已经垮下的小脸。好，那爸爸现在就去做饭。你亲了小家伙一口，转身就往厨房走。入饭，我生气了。沈幼楚瘪着嘴，满脸委屈，那表情仿佛在控诉你，这家伙竟然对自己视而不见，不知道他在家里等得多心急吗？你转过身，一脸无辜啊，什么事？这一问，沈幼楚更气了。出门时还温柔地叫人家笨蛋，回来就装傻。他气得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抱着胸扭过头看你。你笑了，决定不再逗他。明天出门记得带上你那俩中式保镖，就你这脾气，不带他们出去，还不被人家欺负死？沈幼楚眼中瞬间闪着光，这变脸速度让你都惊叹。云姐同意了，你说呢？好了，我要去做饭了，别打扰我。沈幼楚最终没问出你是怎么做到的，因为一问你就装傻，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看你的眼神越来越亮。他心里大概觉得，自从你改变后，好像就没什么事这是你做不到的了。第二天一早，沈幼楚就爬了起来，你也难得没出去跑步，两人默契的在厨房一起做早餐。婉婉还在睡，沈幼楚怕看到他醒来自己会舍不得走，早餐做好，他安静的吃着，你坐在他身边，唠唠叨叨的嘱咐，去到那边记得经常打电话，要不婉婉会想你。